22岁女孩刚刚确诊了胃癌晚期，心生绝望之时，无意间打开手机，就意外穿越进小说里。不巧自己还穿越成绝世极品的赵老太，还被系统赠予一个金手指，只要能在这个世界活一天，原本世界寿命增加一天。虽然坑爹，但是能活着有什么不好呢？娘，俺给你送饭来了。奶奶，老头嘎得早，赵老太一共生了11个，折了2个，但是就算这样，也拉扯大9个孩子也不容易。那么多人一起开口，跟一群鸭子一样，吵得自己的耳朵都要聋了。还有，这时代的人怎么这么能生啊？娘，你没事吧？老九，你啥时候回来的？我不回来还不知道咱娘要被儿媳妇欺负死呢，是吧？六哥就知道是装病。六嫂，你嘀咕什么呢？大点声，大家一起听啊！这个小叔子整天游手好闲，四处闲逛，公分不正，家里的活也不干，就是个吃白饭的流子，有什么资格说我？我还能说什么？娘快吃饭吧，大家干一天活了，肚子都空着呢。原来六嫂还想着吃家里这口饭啊！我以为六嫂早就想要砸锅另起炉灶了，是吧？六哥，艾敏，不管怎么说，你六哥都是你哥，你这么说话也太瞧不起人了。好歹我们也是你哥哥嫂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说什么话？我要不是今天回来，还不知道我六哥六嫂这么能耐，把咱娘都气绝过去了。3天前，赵家老六的媳妇儿一句要分家，直接石破天惊，把赵家老太太给气绝过去了。分家？你们2个有什么资格要分家？你们2个往家里交过1分钱？赵元双，你前年摔断腿，46块的医药费是谁掏的？李小娥，你进门，娘家狮子大开口要66块，不给钱就把你嫁给锯木头那家的老瘸子，是谁哭着求我给的钱？你们2口子3个孩子，老娘一把屎一把尿给你们带大，又花了多少钱？你们给过老娘什么好东西？就算要分家，也是老娘分，你们2个白眼狼有什么资格提？虽然全家都是极品，但总不能对着自己骂不是。你们想分家，好啊，那就分家。娘，老娘被六哥气糊涂了。要说分家，你们一家就直接分出去，今天就去找你叔爷过来做个见证。娘，老六这个阴货，装样子倒是很像那么回事，要么说咬人的狗不叫唤呢。你摆出这个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赶出家门的呢。我还没死，别急着嚎丧。娘，我没有这个意思。都要分家了，别整这一套。我问你，这分家是你们2口子的意愿是不是？娘，你要给俺俩分多少钱？还分钱？做梦！分钱是肯定要分的。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把账算一算。什么账？算算我这些年给你们一家花了多少钱，再算算你们要给我多少养老钱，是按月给按年给，还是一次性结清？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对，我张代和别的不说，儿子有5个，少你1个不少。你既然这么想要分家，干脆一次性结清，我就当以后没你这个儿子，总不能养儿一辈子养出仇来。这是你们一家的账本，自己看看吧。你们老娘我今年65，就算我还能活15年，每月你给我5块养老钱，50斤粮食，你有没有意见？老六说了分家之后，他能想到老娘撒泼打滚又哭又闹的样子，但是绝没有想到老太太跟他来这一招。他们是藏了一点私房钱，但是15年900块，他们哪里有900块啊？娘，哪里有跟亲儿子算这些的？这不是太见外了吗？好歹娃儿他爹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你这么算，不是寒了他的心吗？再说了，知道您心疼大伯小叔子，我们也不要多少，家里分我们个100-200块，我们另盖个房子，以后逢年过节还来老宅，热热闹闹的多好。我和娃儿他爹都是要做爷爷奶奶的人了，还不分家，不是叫人戳你几两骨吗？我说了，儿子少一个无所谓，没了他赵元双，我还有4个儿子。娘，你这是剜儿子的心啊！六哥这是豁出去了啊！你们夫妻2个别哭鸡尿嚎的，老娘我还没死呢，就问你们，分家后我的养老钱给不给？娘，我们哪里有钱啊？哎呦，六嫂，分家是你们要分的，现在寒了娘的心，说到养老钱就装死哭穷，是不是？原本打算分家把老太太手里的钱扣一点出来，他们的日子能好点，但是看老太太这样，别说从手里拿钱了，不从他们藏钱的老鼠洞里扣一点就不错了。娘，都是我糊涂了，是我们错了，不分家，我们一辈子都陪着娘。娃儿他爹怎么就不分了？你闭嘴，学农娘糊涂了，娘你别跟他见识。想好了，不分家了。不分，娘还在呢，怎么能分家呢？哼，看我干什么？下午不用干活了，吃饭。娘，哟，吃饭。
妙龄少女因为意外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两眼一睁，儿孙满堂，少走40年弯路。既然变成极品赵老太，只能认命，开始积极求生。虽然已经决定继续活着了，但是一想到自己要在这里活个10来年，真不是一般糟心啊。这不是我以前玩的小游戏吗？一直玩到了满级，没想到现在可以真人进去消费体验了。娘，你傻站那干啥呢？这不是原主便宜小儿子吗？长得人模狗样的小儿子，从小偷鸡摸狗，打架闹事，整天混日子，就是个大吸血虫。长到20岁了，一件正经事没干过。你干啥？娘，咋还生气呢？你要生气也生六哥六嫂的气吗？既然都来到这个世界变成赵老太了，不管是为了读者老爷还是自己着想，想要作妖门都没有。有事说事。娘，给我5块钱呗。你要钱干啥？我想买双鞋。娘，你看我这鞋都穿好几年了，鞋底都磨薄了，走路都硌脚。什么破鞋要5块？娘，你看啊，这鞋还怎么穿啊？就快只剩个面了。我都这么大了，不能连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吧？娘，你不心疼我了？给我买双鞋都不乐意。那镇上还有7、8块的小皮鞋呢，我都没想着买。知道你攒钱不容易，我就受点委屈，买个差不多的便宜的。不愧是受宠的老妖，这小话一套一套的，都20岁的成年人了，撒娇那是信手拈来，一天天一个个就跟讨债鬼一样，就知道惦记着老娘手里的那点棺材本。5块钱买双鞋，你当老娘是瓜皮？婆婆这是气疯了，小叔子都骂了，虽然骂的不是自己，但是听着就跟自己挨骂了差不多。娘，我又不是六哥，那么没良心，我以后会孝顺你的啊。5块钱你要是不乐意，那就少给点，4块。3块总可以了吧？滚蛋！你六哥是白眼狼，你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长这么大，给我买过一根针没有？还指望你孝顺，指望你我都得喝西北风去。真是见鬼了！老娘怎么这么大火气？肯定还是六哥六嫂的缘故，自己是无辜被牵连的。算了，自己出去混几天，等老娘火气散了再说钱的事情。1天之内变身2次抱抱龙，骂人也是要消耗体力的，但是不得不承认，骂完真的觉得很爽。就算这一家子被改成不极品了，我也得生不少乳腺结节。推开门，正好看到喂完了猪的赵玉秀从后门进来。虽然是第一次见，祁红豆1秒就反应过来，这是那对老六夫妻的2女儿赵玉秀，今年才14岁，也就是那本年代文里的阴暗女配。这孩子惨也是真的惨，不过狠也是真的狠，后面坏事也没少干。不过那也是几年后了，这会儿他没那么大危险性。玉秀，跟我来。奶奶为什么叫自己进房间？平时这间房除了小叔和几个孙子，奶奶是不会让人进的，因为奶奶会偷偷给他们好东西。拿着，自己做2件小背心穿。会不会做衣裳？会做。会做就拿回去，你回屋去吧。晚上，赵老太的5儿子赵元武带着老婆孩子从丈人家回来了。哎呦，五哥，家里的活儿干不完，这跑到丈人家里干活，一干就是4天，可真舍得卖力气啊！我说五嫂，五哥可真是贴心人啊，是不是？你娘家是起多大屋子啊？把我们5个往娘家一拴就是这么多天。前几天江依云娘家要起房子，老五赵元武就带着儿子和老婆一起过去了。赵老太5个儿子，几个女儿全都嫁人生子了，除了没结婚的赵爱民，老五赵元武的媳妇是最出彩的一个，也是唯一有工作的人，就在镇子上的砖厂做会计。李小娥，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见不得家里消停是不是？要么老老实实闭嘴，要么现在给老娘去喂猪。咋回事？家里的这气氛好像不太对。这几天憋坏了的七媳妇儿把这几天的事情两人一通叽里咕噜说了一堆。我的乖乖，难怪家里人人都怪怪的。老六家的一听婆婆说话就一副杀鸡抹脖子的样子，她居然敢跟娘提分家。老六平时看着人畜无害的，实际上一肚子坏水。老七胆小怕事，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老幺就是无法无天，迟早吃牢饭的货。老六就捏坏，这事肯定是他捣鼓的。还有个事，我晚上看到老六家的玉秀在门口池塘洗衣服，像是新的。我问了，是娘给的布。真是你奶给的布。小孩子家哪里用得着这么好的布料，真是浪费。这衣裳你也别穿了，我看改给你弟做个褂子不错。这是奶奶给我的。反了天，你还这么好的料子给你穿，不是浪费了？你还敢抢？他爹，你看看你女儿像什么样子？你弟2年没做过衣服了，你还有衣服穿，这次就给你弟吧。赵玉秀心里门清，这是不可能的。他爹也就是嘴上说的好听一点，实际意思和他娘是一样的。要死啊你！还敢瞪着我！
这一家子糟心玩意儿，没有一个省心的，就这么2个阴损玩意儿，一个白眼狼，一个自私鬼，对自己女儿就跟对仇人一样。要不是这2货把小女儿压榨的那么狠，赵玉秀后面也不会干出先砍爹妈，然后割肉还母的事情。女孩长大至14岁，连一件小背心都没有。老太太拿了2块细布给女孩做小背心穿，却被极品父母抢去给小儿子做褂子穿。糟心玩意儿，老太太直接不忍了。娘，三丫还小，哪里用得着你这么好的料子？学农都没衣裳穿了，这个2个背心缝一起给学农改个褂子多合适。这丫头不懂事，一点小事闹得不停，回头我教训她。娘，你回去睡觉吧。合适你个大头鬼，不做人就要教训。我就问你，赵玉秀是不是你闺女？是。既然是你闺女，她犯了什么错，被你们夫妻这么打？不是我打的，孩子他娘，小娥她也是一时生气。满嘴狗屁，是你老婆打的，跟你就没关系。孩子不是你的，你就眼睁睁看她下这么重的手。你是死人，这一时生气，怎么不拿鞋底子往自己脸上抽？还好意思说我为啥给玉秀布料做衣裳？你们做爹妈的心里不清楚，你们也好意思当爹妈，还要有脸分家？你们能干什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倒腾商货弄的那点钱，藏头藏尾的就防着老娘。你们手里不差钱，李小娥没事给自己搜刮吃的，给你弄烟叶子，都打量老娘是个睁眼瞎，又不是穷的要卖儿卖女的。你们就这么刻薄自己亲生的女儿，为了一件衣服把人打成这样，畜生都比你们2个强些。后世里面的新闻和电视上面，虽然经常能看见一些极品人渣，隔着屏幕都能被气得半死，更何况现在是面对面血淋淋的现实，畜生都知道护崽，赵家老6夫妻2个简直绝了。乖乖，佑哥被娘打了。早就觉得老6夫妻2个格外刻薄女儿，没看见老6家的大女儿出嫁之后除了回门，后面再也没回过家吗？老2赵玉秀就惨了，念书的时候老师都说了，这孩子天生就是个读书人，脑瓜子聪明，但是她是个女娃，又在农村，能给念个小学就不错了。明明是个读书的料子，但是哪怕他在他爸妈和奶奶跟前下跪磕头，家里也没人做主同意他去读书，留在家里帮着干活，到年纪就嫁人呗。不过仔细想想，婆婆这耳光打的怎么就有点痛快呢？齐红豆把老6夫妻2个大骂一顿之后，又让他们上交了私房钱。这是你娘拿给你买药的，衣服收好，去睡觉吧。完蛋玩意儿，就知道装聋作哑，也配当爹。当赵玉秀带着小背心和2块钱回到和堂姐堂妹们住的屋子的时候，她做梦都没想到今晚发生的一切。要不是手里的背心和钱都在，她真的要以为是在做梦了。这几巴掌下去带起多少浪花不论，反正我是抽爽了。平时夫妻2个的组合就是李小娥发扬泼妇风格，赵元双装老实人，偶尔2人一起卖个惨，互相包庇。嘿，真不是个东西。照现在这德行，1比1返还寿命都亏得慌。就着这个折寿程度，少说也得1比3才对。不过话又说回来，就老赵家这个不做人的风气，论起来，赵老太太才是源头。重男轻女就不说了，那简直恨不得就卖女儿。既然是为了所有人的乳腺通畅才选他，那为什么不从在这里开始改变呢？好饿呀，中午还有干饭吃，晚上就只能吃些稀饭和杂菜。不知道幸福小镇里面下一个开放的图标是啥？要是饭店、烧烤摊、便利店这些就好了，毕竟全是好吃的。第二天，谁看着自家娘、婆婆、奶奶都是缩着脖子的，大伙忙到晚上回家。本以为又是豆子稀饭和杂菜，但是出乎意料，今天的饭桌上居然出乎意料的多了一条咸鱼。好家伙，荤的！吃完饭，老太太又把兄弟几人叫到跟前。前几天老6两口子说要分家，除了他们2个，你们当中还有谁想要分家？娘，不分家，我都听你的。分啥家？老6不是个玩意儿。娘，你别生气，我肯定不分家。俺也一样。娘，我以后要给你养老的，就算是分家了，我肯定也是跟你一块的啊。不分家，娘我错了，以后分家的事情我再也不提了。娘知道你们一个个都已经大了，不需要娘了，想要分家也是正常的。毕竟娘平时对你们是凶了点，可娘就是舍不得你们兄弟几个。你们爹去得早，娘一个寡妇，拉扯你们兄弟姐妹9个。娘要是不凶一点，咱们一家子骨头渣子都被人吃得不剩了。咱们红旗大队，老赵家说是大姓，人是多，但是谁肯在困难的时候拉咱们一把呢？就说前年老6摔断了腿，我求爷爷告奶奶，你们那些个堂伯、叔爷、婶子，谁肯出1分钱？
你们爹刚走那1年，家里差点断粮，也没人接济娘一个妇道人家，看着你们兄弟几个一个个饿得鼻青脸肿的，心里那个恨呐！他们就是瞧不起我这个寡妇，觉得我不能够撑起这个家。我张代和偏不让他们看扁了，就是讨饭我也能把你们都养大，让你们兄弟几个成家立业。现在你们兄弟几个除了老幺，一个个是成家立业了，但是心也都远了。我这个老太婆现在变成拖累了，你们想分家是对的，只是我总想着兄弟齐心，不叫外人看笑话。你们兄弟几个要是一直能劲儿往一处使，就算是分家，我也就满足了。分家以后，我也不会再插手你们各家的事情了。谁让人老了就该死，活着就白白讨人嫌呢？都是你这个白眼狼，要不是你，娘咋能这么伤心？别怪老六，都是娘的错。不敬老娘就是混账。娘，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娘，你才是这个家的主心骨，分了家，我们可怎么办？真没有。兄弟几个连同刚揍完老六的老五齐声开口，被打得眼冒金星的老六也顾不得喊疼，赶紧表态：你们不是在哄娘吧？那就好，那就好。娘想着你们兄弟几个这段日子农忙也都累坏了，家里还有2张肉票，娘明天就去镇上给你们买点肉补补。来这好几天了，连家门都没出去过呢，得找个机会出去溜达溜达，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另外再琢磨点办法，这天天豆子稀饭杂菜的，眼睛都要吃绿了。小儿子想吃鸡蛋糕，老太太竟套路儿子去山上砍1天的柴，等柴火堆满了，晚上就奖励鸡蛋糕吃。好家伙，傻儿子以为娘都是为了他好，简直就是家徒四壁。这个家没有我就得散。老太太的900多块压箱底钱，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票子，这就是赵家目前全部家当了。不过这个时代多的是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没有票都是白搭，不是和食物有关的呀。欢迎光临。店里面琳琅满目，男女老少的成衣都有，全是现代哦。不过这些衣服材质太好了，款式太超前了，没有一样是可以拿出去的。在裁缝铺里面转悠半天之后，齐红豆看到了角落里叠放在地上的布料，这是淋过雨要报废的旧布料，你确定要买吗？在裁缝铺又挑又选，加上定制衣服，差不多过了1个小时后，齐红豆才心满意足的去了医院自己的专属病房睡觉。真想把病房里面的床单被子带出去，改善一下自己卧房条件，但是除非是花钱购买的东西，否则其他的一个都带不走。第2天一大早，齐红豆就在众人面前提着家里攒的1篮子鸡蛋，背着一个盖着稻草的箩筐去镇上了。这要是换做自己原本20多岁的身体，这样一走几公里不停歇肯定是受不了的。但是赵老太的身体以前也是干惯了农活的，这走几步路还真不是什么事。有鸡蛋没？有布要不要？啥布料？你有多少？怎么换的？有1卷5尺的大的，还有2块1尺的小的，8毛1尺。不要布票，要粮票，啥粮票都行。太贵了，一般1尺布也就4毛钱。4毛的那是粗布，我这个可是细布。要是按4毛叫，人家估计以为他是傻子。齐红豆以10分肉痛的表情给男人便宜了5分，卖给对方5尺红布，换了2斤粮票和1斤副食品票。不过好歹也算是开门红，证明布料极为好出手。现在人交易都恨不得1分钟结束，都不关心我布料哪里来的，这让已经准备好了理由愣是没机会说出来。这大骨头怎么卖？骨头不卖。不卖，那换不换？哎呦，好料子，这哪里是换？这么好的料子，他这是来自己这里赚钱来的。老婶儿，这布真不错啊。我大姑娘嫁在县里，这是她和女婿孝敬给我这个老太婆的，说了不用，让他们自己留着，他们就是不听。我这不是家里攒了不少，留着也是浪费，就拿出来换东西吗？老婶儿你好福气啊，这女婿怕不是个缺心眼，这么好的布也舍得让老婆往娘家送。婶儿，你这布有多少？咋换？齐红豆估摸着朱大山的购买力，比划了个数字，成功交易了9尺布，还免费得了1根铜鼓。是的，免费。老婶儿，你叫我大山就成。我是想着，既然你那里还有多的布，能不能多卖我一点？这些可都是好布。哎呦，瞧您说的，这不就是知道是好东西，我才想着跟老婶你换的啊。这样，老婶你下次什么时候来，我给你留点好肉，怎么样？行，没问题。今天交易了差不多30尺布料，齐红豆带出来的钱1毛没动，还赚了22块9毛5分，附加一堆票据。又到供销社把点心票花了，买了1斤半的鸡蛋糕，便宜的水果糖1毛5一斤，他买了5斤，又零零碎碎买了洗衣粉、肥皂、酱油。心满意足了，爽，回家。娘，我来，我帮你背。娘，咋这沉啊？长没长脑子？被人看见了怎么办？不给看就不给看，娘你直接说就是了，干嘛打我？娘，我要吃鸡蛋糕。见鬼了，都没让他打开的篮子，他咋知道要鸡蛋糕的？狗鼻子的！我闻见了。你凭啥吃鸡蛋糕？娘，我是爱民啊，
你儿子啊，咋不能吃鸡蛋糕了？你的确是我儿子，但是娘的儿子不止你一个。你想想，你大哥、5哥、6哥、7哥，几个儿子里面，娘是不是最心疼你的？但是都是儿子，娘凭啥不疼你几个哥哥，就疼你一个呢？你想过没有？娘要是哪天撒手走了，你以后靠谁？你天天在娘这里吃独食，你几个哥哥心里难受不难受？你看看你现在，家里活不干，地里的活也不干，整天游手好闲吃白饭。娘要是真的走了，你和你几个哥哥的关系还能好吗？娘啊，一直觉得你是几个儿子里以后最有出息的，所以娘才一直偏疼你的。但是疼过头就不是对你好，是害你啊，爱民。娘还指望着娘走以后，你几个哥哥能帮你撑腰呢。但是你看看你现在和几个哥哥的关系，有哪一个是靠得住的？娘，你咋说这些啊？大哥他们难道还会不帮我吗？傻儿子，娘对你这么好，你哥哥们怎么可能心里不多想？所以为了你好，为了你们兄弟能和睦，从今天开始你也要帮着家里干活了。就算要偏心，面上起码也要做得大差不差，你明白吗，爱民？但是什么叫做从今天开始要开始干活？我是能干活的人吗？家里的柴火不够了，你去山上砍点柴回来，等你把柴火堆满了，晚上娘就把鸡蛋糕给你吃啊。吃鸡蛋糕怎么就跟砍柴有关系了？我还没找娘要鞋子呢。再说我这双细皮嫩肉的手，怎么就要开始砍柴了？娘啊，是不是有哪里不对啊？妙龄少女因为意外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少走40年弯路，既然变成极品赵老太，首先是稳固自己的家庭地位。从今天开始，全都给我洗干净脖子，重新做人。虽然不分家，但是你们一个个的毕竟都大了，手里还是要有点东西的。从这个月开始，每个月我都会看个人表现，给个房发东西。不过呢，东西我都是发到你们媳妇手里的。我说的表现，虽然是包括你们每个人，但是你们一个个的以后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最主要的表现还是看你们，明白了吗？娘，你给俺们发啥？娘，你今天去镇上买啥了？婆婆会给我们主动发东西，别不是个坑吧？娘给你们的自然都是好东西。老太太手里的好东西自己能分到啥？发东西也是要有凭据的，头一个就是你们个人给家里做的贡献，谁做的多谁做的少，我老太婆心里都有一杆秤，以后每月发东西，这个是大头凭据。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老太太之前甩到老六两口子跟前的账本，再也没有比他们家老太太更会算账的了。其次就是看你们听话表现，老太婆我年纪大了，说话越来越不顶用了，你们哪个要是有孝心呢，愿意听我的话，也有东西给。其实第2条就相当于对第1条的补充，中心思想就一个，继续树立老太太的暴君权威，不把自己变成绝对的权威，以后还怎么教训大小极品呢？此时此刻，比言语更有力量的，那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食物。老大家的前几天的伺候我卧床，老大和向东向南这个月下地，天天都是满公分，对我还算孝顺，这个是给你们的。祁红豆打开了小包袱，里面是6块灰黑色的碎布，1块4尺的青色布料，1把12颗果糖，5个鸡蛋，还有1小包的红糖。娘，这太贵重了，别耽误事儿，拿着。娘给你，你就拿着。娘一向偏疼老母，这是第一次公开表示对自己的看重。给完大儿媳，祁红豆又拿出了一个粗布包裹的小包袱。比老大少了点，难道自己在娘心里不如老大吗？媳妇儿的工资可是每月上缴，只能留5块钱的，难道这个贡献不大吗？娘，为啥不给俺媳妇红糖？你大哥家里有个喝奶的小娃娃，你家也有。红糖是给孙媳妇林秋雨补身体的，那多给的碎布头是给小妞妞做尿戒子的。没想到老六这么少，老六都只能有这些的话，我们夫妻要么啥也没有，要么最多就是几颗糖，撑死了加个鸡蛋就顶天了。娘，你太偏心了。娘，你干啥打我？我说了这东西是给你的吗？没规矩，老七家的，过来。一家干活的男人里，只有老七赵元全不是满公分，他老婆蔡文丽也是摸鱼老油条。不过他生龙凤胎之后伤了身子，不能再生了。在多子多福的农村，这算是很要命的缺陷了。在赵老太太的眼里，更是罪大恶极。本来看那些比老大老五少了这么多东西的包袱，以为是老六。娘这么心疼自己今天下午还干了一下午的活儿，娘等下会给啥好东西给自己呢？哎呀，肯定比大哥的好，这是绝对的。爱民，这是你的。虽然今天之前你对家里一点贡献都没有，别人都说你是个吃白食的，但是今天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你也是会给家里做贡献的。娘很为你骄傲，娘相信柴棚子里的柴火堆只是开始，以后娘的好儿子会越来越能干的。拿着，虽然你只是劈了半天的柴，但是娘也不能让你吃亏。这2块鸡蛋糕是你的，有娘在，你哥哥嫂嫂们谁都不能说你占便宜。娘，不是这个，娘啊，这和想的完全不一样啊！为啥不给我布料，不给我糖，不给我鸡蛋啊？以前娘不是这样的，
艾民，来尝尝鸡蛋糕好不好吃？娘舍不得吃，但是看你吃得香，娘比自己吃了还高兴。快吃啊，艾民！艾民毕竟没成家，不好跟你们几个哥哥比。这次好歹劈了一下午的柴火，就给2块鸡蛋糕，你们有没有意见？娘，凭啥他们都有，就我们没有？为啥不给我们分东西？我和婉儿他爹不也是天天下地干活吗？我们干的比老七2口子还多呢。六嫂，你不会是忘了你们夫妻2个前几天把娘气绝过去的事情了吧？娘刚才分东西的时候说了，大嫂伺候了娘卧床那几天，你们那几天干啥了？太文丽，你少小人得志，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就你嘴巴能叭叭。大嫂伺候了娘，说的好像是你伺候了娘似的。李小娥，你少放屁！蔡文丽也就是对着婆婆怂包一点，对着李小恩可一点不怂。再说了，李小娥也只有1个儿子，只是比他多个女儿，有什么资格说他？你敢拽我头发，还愣着干什么？拉开呀，都是傻子！赵元双上去拉架，用身体挡住齐红豆的视线，让自己老婆李小娥借着机会多掐了蔡文丽几下。你们玩阴的，就说老六2口子不是个玩意儿，你还敢当着我的面打架？你是对老七家的不满，还是对我这个老太婆不满意？老六，你自己说，这次分东西为什么没有你们的？娘，我们以后肯定像大哥一样孝顺听话，绝对不会再叫你烦心。老娘这把老骨头怕是等不到你们夫妻孝顺的那一天。你看看你媳妇那个脚夹筋，今天当着我的面都敢这么放肆，我还能盼着什么以后？敢做不敢说，我为什么不给你们分东西？就是因为你们不孝。娘，我错了，我们2个都知道错了。娘，同样都是儿子媳妇，你不能就因为我们犯一点小错误，就这么对我们啊？极品儿子儿媳一句分家，直接把老太拒绝过去。好巧不巧，妙龄少女意外穿越成极品老太，为了教训极品一家子，决定开启论功行赏模式，树立老太太的暴君权威。娘，你以后分东西会带我们？废话，难道你们不是我赵家人？难道你们还想以后天天犯错误？这次只是一个小教训，要是你们后面表现得好，说不定下次分东西我会加倍分给你们。画饼是一种艺术，齐红豆画饼画的毫无负担。娘一辈子辛辛苦苦，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几个？只要你们能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兄弟不和邻也妻，咱们是一家人，你们兄弟几个要和睦。咱们老赵家不分家，只要娘在一天，就看不得你们东一家西一家，这样娘死了都不能合眼。娘，我们肯定和睦，肯定孝顺你。最后，除了空着手灰溜溜离开的老六2口子，其他人都各自带着东西回屋了。大哥五哥他们结婚归结婚，分的多少和我有什么关系呀？我不一直都是家里待遇地位最超然的那个吗？不行，得找老娘问个清楚。娘，艾民，快来，娘就等着你呢。哈哈哈！果然老娘还惦记着自己呢。艾民，你看这是啥？劳保、鞋票、球鞋1双。娘，球鞋票，在镇子上见过人家干部子弟穿的球鞋，可气派了。原本只是想要在老娘跟前弄点钱花花，皮鞋我穿不起，布鞋还是没问题的。没有想到自己老娘给了自己这么大一个惊喜。不过咋只有鞋票啊？唉，供销社里的球鞋没货了，不然娘早就给你买回来了。就知道娘心疼我。齐红豆等着借着这张票继续发挥画饼的艺术呢。娘，你把钱给我呗，我自己去镇上供销社里买，最好老娘能给个10块8块的，这样鞋子有了，鬼混的钱也有了。艾民啊，你忘记了娘今天咋说的了？娘想着要为你好，今天你干了活，才好把鸡蛋糕拿出来给你吃的。是啊，我知道娘是为我好，但是这和我买鞋有啥关系？赵爱民今天一连被忽悠了2次，这会儿已经有点防忽悠抗性了。怎么没关系？你想想，娘今天才给你大哥他们分了东西，明面上你只有2个鸡蛋糕，转头你就穿上了气派的新球鞋，你让你哥哥们怎么想？那不是摆明了说你娘不公平吗？之前咋分东西的就不说了，娘这日子也是越过脑子越清楚的。你现在占家里便宜，还有你娘在给你撑腰等娘走了，你少不得要看你哥哥们的脸色。娘不在明面上把1碗水端平，以后吃亏的还是你呀。你哥哥他们毕竟大事都办了，婚结了，孩子都生了，你大哥5个孙子都有了，你呢？你有啥？你以后结婚要不要你哥哥们搭把手？你的孩子要不要你哥哥们帮忙？娘知道你以后是有出息的，但是娘这不是以防万一吗？你这阵子帮家里干活，下地多挣点工分，娘要你大哥他们给你撑腰也硬气点不是？再说了，你也20了，眼看着就要结婚了，嫁汉穿衣吃饭，你好歹也做样子，不然娘咋给你娶媳妇？作为一个标准的二流子，赵爱民有时候是会和自己的二流子伙伴偷看人家小媳妇大姑娘的，但是之前还没主动想过娶媳妇的事情，这会听到娶媳妇，耳朵却都开始发烫了，脑子里面没那根弦。娘，你要给我娶媳妇儿了？
是你给娘娶儿媳妇，不是娘给你娶媳妇，这种事情当然要靠你自己。娘跟你说话呢，听见没？傻小子，娘都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你是想要娶个灰头土脸、浑身埋汰的媳妇，还是想要娶一个瓜子脸、大眼睛、白皮肤的漂亮媳妇？那还用说吗？肯定是，当然是白皮肤漂亮的那个了。乡下就没几个白皮肤，风吹日晒的，就是天仙也扛不住燥。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吗？娘，人没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那不就得了？你看看你，要钱没钱，要名声没名声，你老娘倒是想看着你娶个天仙回来，那能成吗？为了以后，为了你的漂亮媳妇儿，娘现在还不能把买鞋的钱给你，等你表现够好了，娘一定当着你哥哥们的面把鞋买回来，亲手发到你手上。时候不早了，你好好想想娘的话。好哦，娘。回来，娘。龙，别叫你哥哥们知道了。哟呵 ，nice。老妖婆，偏心眼。哎呦哎呦，老六家的你咋回事？哎呦，大嫂，我肚子疼，好疼啊！大嫂，我怕不是也中暑了。你坐这缓缓。不行啊，大嫂，这日头晒得我头昏，遭不住啊！本来肚子里就没食，这下子这么一吐可亏大了。要是这样，只能在田埂上坐坐，那多吃亏。那咋办啊？大嫂，今天这边分的任务玉米你就帮我摘了吧，我是真不行了，得回去躺一会儿。你帮我和积分员说一声啊，你帮我干了，可不能忘记给我算工分。王小草慌乱之下，也顾不上李小娥的这些小算计，连忙点头让李小娥回去了。六嫂，你干啥去啊？六嫂，你不会是想要偷懒逃避劳动吧？还没到歇想的时候呢。真恨不得过去撕烂艾文丽的嘴。铁柱哥，我这是身体真的撑不住的，回去躺躺。不过我不会耽误地里的活儿的，我大嫂答应了帮我干了。铁柱哥，你不知道我婆婆她，我今天上工都是空着肚子的，刚才吐出来的都是苦胆水，我的身体是真的扛不住啊。赵家老太太是出了名的刁钻刻薄老太太，她会虐待媳妇也不那么让人惊讶。整个红旗大队，如赵老太太这样不到七老八十就名正言顺享儿子们的福的，那真没有。赵老太是第一个。赵铁柱想到这个，就同意了让李小娥提前下工回去。偏心奶奶第一次给孙女们做排骨吃，不料极品母亲觉得女孩们吃肉就是浪费，早晚要嫁人，不如给自己吃。既然瞧不起女人，就让她自己重新投胎去。快吃！香兰眼里看不见孙女的奶奶给的这碗排骨，谢谢奶。有饭就趁热吃，傻愣着干什么？等人都回来了，一大家子闹哄哄的一顿风卷残云，这几个孙女还不知道能不能捞着肉吃，有肉就吃，吃到肚子里的才算自己的。太美了，妹妹都吃了，万一奶奶反悔要教训人，也不能让奶奶对着妹妹发作。这味儿也太香了，还有没有天理啊？我这个当娘的还没吃上肉，我女儿却吃上了。等你干啥给几个丫头片子吃肉啊？多金贵的肉啊，还那么香，几个丫头片子也配吃？不给他们吃，给你吃。对啊，娘，我可是干了半天活的人，挣工分呢，快给我也捞一碗肉呗。在李小娥试图上前想自己捞肉的时候，地里干活的赵家人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几个丫头片子马上收拾收拾，一个个都要嫁到别人家了，吃肉也是浪费。二呀，把你的碗拿过来给我。李小娥被肉香冲昏了头脑，见婆婆不搭腔，赶紧就去抢。你们夫妻两个今天还想不想吃饭？想吃饭就把你丢人的媳妇给我拉走。回来的时候就知道今天媳妇提前溜好了，本以为媳妇回来已经吃上肉了，没有想到一回来就要面临这么丢人的一幕。娘，你别生气，学农他娘说话不过脑子。拉我干啥？我想吃肉还有错了？几个丫头片子都吃上了，马上都是别人家的人了，凭啥吃家里的肉？李小娥就地一滚，开始撒泼。你动动嘴皮子，我们老赵家养大的孙女就不是我们家的了。你一个当娘抢自己姑娘碗里的饭吃，你要不要脸？我什么时候说今天吃肉不带你了？你要死要活的！昨天你们夫妻两个才在我跟前一口一个知错，今天就给我这个老太太看这个，打谁的脸呢？丫头片子怎么了？瞧不起女人？你自己怎么不抹脖子重新投胎去？起红豆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冷，语气也一声比一声沉。他几句话说完，屋子内外都鸦雀无声。你瞧不起丫头片子，乡下人看不起寡妇，今天你敢当着我的面这么干这么骂，背后是不是还在戳我这个老太婆的脊梁骨啊？李小娥真是见鬼了，平时可不就是没少在背后嚼老太太舌根吗？分家那事儿就算了，是夫妻两个人的想法，但是今天中午这算怎么回事？这婆娘就不能不给自己惹事吗？今天中午老赵家吃肉，家里几个小孩早就兴奋的把这个消息传得满村都是了，不太相信扣肉老太太会如毛孩子嘴里说的，有好几个今天还特意从老赵家的门前过了一下，还没靠近就闻见了喷香扑鼻的肉味。吃肉
我要吃肉。乖乖，太奶明天就给你买肉吃，好不好？我不，我现在就要吃。大宝他们今天就有肉吃，我也要。一个寡妇，一天天那么招摇，那么嚣张，怎么不得瑟死她？是的，这个老太太就是赵老太太恨之入骨的大嫂葛翠芝。不过眼下祁红豆也不在意，正忙着干饭呢。玉秀吃饭。好的，奶。做父母的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恨不得把女儿卖了敲骨吸髓。但是变成赵老太，不想眼睁睁看着赵玉秀重复书里阴暗潮湿的一生。才来也没几天，的确没有想好要怎么消除赵玉秀的潜在危险性。书里面的阴暗女配赵玉秀是个心冷手狠的人，在还只是个读者的时候，对书里赵玉秀并没有什么好感。如果能够延续她身上那一点生气，给她更多可以改变的机会，或许眼前这个少女会迎来完全不一样的一生。娘，你看看我的手，你看看我的脖子，这草割伤的口子，脖子后面大嫂都看到了，都晒出印子了。娘，我下午不想去了，真的干不动了。这臭小子怎么回事？怎么每一集都有他的屁事？到底他是主角还是我是主角？艾民，娘相信你，肯定能干得又快又好的。再说了，你干都干了，只干半天，计分员不给你计分，你不是白干了？多亏呀，多亏呀！不行，真的不行，我真的干不动了。真的干不动了？真的，就是不想下地了，打死也不想了。娘，只要你不让我下地，我干啥都行。干啥都行？干啥都行。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不用下地了。那你就去砍柴回来，今天下午就把柴桶里面的柴火堆满吧。昨天劈了大半天的柴火，赵爱民的手现在还麻着呢，在地里只要摘玉米，也就太阳大了一点，但是动手就好了，哪里像是砍柴劈柴那样那么卖力气。家里的柴火不够，你今天就辛苦一点吧。想想娘昨晚和你说的话，娘还能害你不成？昨晚娘说的漂亮媳妇儿，还有气派的新球鞋，可是娘，我的手这会儿拿柴刀都抖啊！不想要新球鞋，不想要漂亮媳妇了，以后还想不想吃肉了？在这个七老八十还要下地干活的年代，65岁的赵老太却在自己的系统里做老年专属治疗。毕竟这身体底子太差，指不定能否活到100多岁呢。但是能多延长1天寿命都是赚了。以前一口气睡10个小时都是洒水，变成赵老太之后就缩水了快一半。一天深度睡眠4-5个小时就足够。或许那句人越老觉越少也有点道理。哦，还是2个超级实用的图标，这下晚上不用在病房睡觉了。这下好了，真2米大床，随便我滚了。虽然小别墅里面的东西还是一样带不出去，只能在里面使用，但是管他们，享受了就完事。还有一个小池塘，用游戏里面的专属鱼饵的话，就有几率可以钓到小龙虾和鱼这些可以吃的。运气不好的话，还会钓到一些垃圾。不过现在连垃圾都钓不了。图标开放的是小别墅，花圃啊、菜地啊、小池塘啊，这些都不包含在内，只能等下一次图标开放了。生活真是越来越有奔头了呢。小小的烧饼摊上有好多种烧饼，毕竟是幸福小镇开放的第一个和食物有关系的图标，祁红豆觉得今天晚上她可以不用吃饭了。奶，我想上学，只要你让我上学，我啥活儿都肯干，学费我也会想办法凑的，只要你同意我上学。老太太不开口，赵玉秀就是凑足了学费，也不可能安生上学的。本来是想要找个机会找赵玉秀说这件事的，没有想到她会愿意自己打开心扉说出自己的想法，这让自己有些意外。奶，六妹的学费我也会想办法帮着她一起凑的，你就让六妹上学吧，我可以抓蜈蚣、癞蛤蟆这些东西去卫生所换钱的。真铁了心要上学。我想上学。好苗子，好苗子！后世里面一群厌学的娃，这么难能可贵一心向学的娃，哥后世自己背着助学贷款都能念到大学。奶行，奶同意了，你起来吧。昨天上午出门一趟，去隔壁大队的中学老师家，兜里还揣着2个鸡蛋呢，去了解学校情况的，以及赵玉秀之前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老师的文化水平虽然不是啥教授水准的，但是给了一个10分肯定的答复，那就是赵玉秀绝对是个读书料子，要回去读书完全没问题。奶你放心，家里的活儿我们也不会落下的，学费我们也会。什么蜈蚣、癞蛤蟆都是有毒的玩意儿，你们要是去抓被咬了中毒了算谁的？家里要不要花钱给你们看？白养你们这么大了。奶啥意思？不让我们自己去抓东西换钱，那咋凑钱呢？不让我们自己凑，这天上也不能掉学费啊。奶，那学费奶出了。上学就好好学，别给你奶丢人，拿回去，你们姐妹几个分了吧。是6块钱没错，1分钱都没少。
做老太太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咋发疯，干啥事都没人敢随便质疑。井里面打出的井水冰冰凉凉的，似乎还有点甜。唯一不好的就是赵家的碗太差劲了，随手拿起的那个碗还是个缺口的。算了，还是回自己的大别墅里面喝200开吧，起码别墅里面配备的杯子不会划拉我的嘴。白面这么比哎，在外公家里也吃过一次烧饼，不过就是啥也没有咸烧饼，但那也是很好吃了。没有想到还能再吃到烧饼，还是一整张烧饼。奶不会是给错人了吧？咋看着都像是奶给哥哥们准备的。难道奶的眼睛出问题了？别瞎说，咋能说奶的坏话呢？既然奶没有给错人的话，那正好4个，留一个给七妹，剩下的咱们3分了呀。干啥不吃啊？奶平时给大哥二哥他们的好东西可多了，咱们好不容易轮到一回，干啥不吃？现在不吃，要是被大宝二宝他们看到了，肯定就吃不上了。一大早，李小娥就在给赵玉秀安排活。二呀，这件衣服也要洗，还有鞋，记得洗干净点。二呀，干啥呢？还不过来？咋呼呼的，叫魂呢？娘，没啥，我让二丫洗衣服呢。今天的衣服不用二丫洗。小丫头片子不洗衣服想干啥？要上天啊！二丫今天要去上学，老六，你送二丫去学校找一个姓方的老师报名。啥？娘，二丫去上学，老娘乐意，老娘给的钱，你有意见？可是娘，我都给二丫看好人家，等这阵子忙完就可以相看了。玉秀是我们老赵家的姑娘，她要嫁人，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家里的事情轮到你做主了？女孩才14岁，为了上学，竟在奶奶面前下跪，即便没有学费，也愿意抓些蛇虫鼠蚁去换钱。身为奶奶的赵老太早就找老师，老师也希望女孩继续上学，不曾想极品父母却想让女孩沦为彩礼的牺牲品。玉秀是我们老赵家的姑娘，她要嫁人，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家里的事情轮到你做主了？赵元双，这是你婆娘的意思，还是你们夫妻2个人的意思？玉秀要嫁人这件事，怎么我老太婆从来没听说过？娘，没影子的事情，玉秀能上学是好事，我们没有意见。娘都掏钱出来了，这个事情就是板上钉钉了，又不用我们掏钱，就按照娘的意思来好了。李小娥，你给我记住，下次别让我再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话。什么时候老赵家到你当家做主了，你再来逞威风，再给我发现次，你就给我滚回娘家。提到娘家2个字，李小娥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李小娥当初也是14、15的时候，她爹娘就给她准备看婆家。村有个锯木头的瘸腿老官夫，寡居多年，看上了水灵灵的少女李小娥，出了一笔丰厚的彩礼钱。见钱眼开的爹娘二话不说就要把李小娥给嫁出去。当时李小娥病急乱投医，抓到了认识没多久的赵元双，两人是跪在老太太跟前，哭天抹泪，求了老太太付了66块的高价彩礼。当然，出了这笔钱之后，老六夫妻2个从此以后在老太太跟前都安逸。李小娥，你要是有一点良心，你就想想你当年是怎么进的老赵家的门。赵元双，这是你的女儿，她上学老娘给你掏钱，现在让你领着孩子去学校报名，你有没有话说？娘，我没话说，玉秀能重新上学，还要多谢娘呢。二丫，过来，谢谢你奶奶。奶，我不用爸送我去学校，我和玉山一起走着。半小时就到了。他是你爹，送自己亲女儿去学校是应该的。你又不是没爹没娘，干啥不让他去？总不见得生了女儿，一点责任和义务都不用尽吧？美的他。赵玉秀不明白奶这样做的用意，但是既然奶坚持，他也就没再说什么了。你女儿都走出2里地了，你还不去？我让你送玉秀上学校，你当我说话是耳旁风啊？你是要我背着你去吗？赵元双送女儿去上学后，齐红豆也准备出门溜达，李小娥也准备去小河边洗鞋子。大树下那边关于老赵家的流言蜚语就一句接着一句了。小姑娘家的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比什么不强？六丫的爹娘为啥不给六丫上学？为啥急着给六丫找婆家？指不定里面是有啥事呢。他们家其他小丫头可没哪个这么早看婆家的。现在不知道咋想的，又让六丫头去上学了。万一和学校里哪个男同学看对眼了，还不如正儿八经在家里相看嫁出去呢。你的意思是说，六丫头之前不检点？真有这么回事？没想到六丫头看得文文弱弱的，居然这么大胆。说起来都是家丑，毕竟这丫头也姓赵呢，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是了。俺娘就是个老好人，你们这么问，俺娘咋可能说个小姑娘的闲话啊？这么说是真的，那还能有假？不然六丫头怎么在家待了快1年才去上学？这不是要遮丑吗？大宝，回家把人都叫来，就说是太奶让叫的，听懂了吗？小兵们跟我走，有任务了。王春芬，老娘撕烂你的嘴，让你胡说八道。
让你胡说八道。王春芬，你这个贱人！没有想到李小娥还能冲进去打弟妹，你儿媳妇儿疯了！你看着你们家儿媳妇儿打人也不管，这么多人看着，你也别闹得太难看了，这样两家都不好看。哼！要是换做以前，赵老太要么对着葛翠芝发飙，要么斥骂发疯的李小娥，不管哪一样，都不会是现在这样不言不语，给了她一个皮笑肉不笑的怪表情。这不是赵老太的风格呀！然后下一秒，老赵家的那男人们全冲了过来。今天你们老娘和咱们老赵家被人当着面戳脊梁骨，今天这事儿要是就这么过了，那我张代和也不用做人了。你们以后一个个出门也都别想抬头了。娘，你说干啥我们就干啥。看得出来老娘很生气，既然老娘生气，那就想办法让娘不生气，娘说干啥就干啥好了。旁边就有人鹦鹉学舌，把刚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葛翠芝婆媳说过的话讲给他听了。赵元双瞬间握紧了拳头，赵元武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赵玉秀的几个堂哥也个个都冷了脸。很好，今天给我把赵大家给砸了。张代和，张代和，你们一家子都疯了！张代和，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你以后还敢胡说八道，还敢嘴贱造谣了吗？不准打，娘！我们家玉秀才14岁，喊你一声大奶奶呀，结果你造谣造到孩子身上了，真当我张代和是死人呢？我问你，我们家玉秀身上没影子的事情，你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你心给狗吃了？齐红豆眼角的余光注意到门外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声音又拔高了几分。今天当着咱们大队所有人的面，葛翠芝，你自己说，你今天是不是造谣胡说八道了？已经65岁高龄的赵老太真的是生龙活虎，不仅给自己的大嫂10几个温柔的大嘴巴子，还带着儿子孙子们把哥哥嫂嫂的家给砸了，另外还要补偿自己10块钱。原来就在刚刚，大嫂葛翠芝联合儿媳造谣孙女生活不检点，这才惹怒了赵老太，来了一套爱的抚摸。今天当着咱们大队所有人的面，葛翠芝，你自己说，你今天是不是造谣胡说八道了？是我胡说八道，我说错话了。大点声，还有你儿媳妇呢？是我和我儿媳妇儿王春芬造谣，胡说八道。玉秀是个好姑娘，晚上那些话都是我们瞎编的。大队里面因为这个吵架的有，打架的也有，不过像是今天这样打得这么凶的没有。我都已经认错了，你放开我！太不要脸了，一个老太婆造谣一个小姑娘。大嫂，这么多年了，我家里不管多困难，我也没指望你和大哥拉我一把。我一个寡妇拉扯9个孩子，日子过得有多难？大队里有目共睹。我张代和虽然脾气不好，急躁了一点，但是我从来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逢年过节，两家人见面碰头，我这家里哪个孩子不是客客气气喊你一声大妈大奶奶的？我虽然不指望着你和大哥能拉拔我们一群孤儿寡妇，但总想着华荣走得早，大哥毕竟是华荣亲大哥，只要我们这几个老骨头在，总是一家人。结果现在当大哥的装聋作哑，把我们孤儿寡妇当空气就算了，你这个大嫂更是恶毒。你今天哪怕是冲着我张代和来，我都不会这么生气。你在外面和你儿媳妇胡说八道一通，拍拍屁股走了，扭过脸就能不认账，却要害死我一个孙女。玉秀才14岁呀，你们这么造谣，不是逼着她去死吗？看着赵老太发威，再听葛翠芝自己亲口承认，最后再想想齐红豆说的那一番话，怎么想都觉得赵大家被砸是活该呢。一口唾沫真的可以淹死人。早几年隔壁大队的一个大姑娘被二流子看中了，二流子在外面到处造谣说人姑娘和自己睡了，逼得人姑娘跳河自杀呀，一条命就这么轻飘飘的没了。人言可畏，人言可畏，我张代和再怎么没见识，这个词还是知道的。谁不是爹生娘养的？你们凭什么这么糟践人？难道你们就欺负我男人死得早？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葛翠芝不占理，加上这两家人还是兄弟，那你们想咋解决？我要葛翠芝、王春芬明天在大队广播里认错，明明白白讲清楚，是他们自己心思恶毒，造谣生事，胡编乱造，我要他们赔钱。你把我家砸得稀巴烂，老天爷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不管哪个都是难缠的。你别蹬鼻子上脸，屁大点事就想要盯着我不放。不管咋样，你今天打了我，砸了我们家，必须给个说法。对，必须给个说法。大队长，谁家没个姑娘？今天我相信，不管是谁家的姑娘被人这么造谣，都不会放过葛翠芝的，是不是？谁说不是呢？葛翠芝太毒了。
这么造谣，不就是要害死玉秀丫头吗？以前真没看出来，葛翠芝是这么个人。刚才在大树底下，人家问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和他儿媳妇可是一个劲儿的往人小姑娘身上泼脏水呢。那乡亲们，你们说遇到这么狠毒的人，要不要给他一点教训？要，必须教训。围观的村民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甚至有人联想到自家的女儿孙女都跟着气上了。以前没看出来老太太还有这个本事啊。大队长，葛翠芝婆媳2个要是真心认错，真心悔过，我也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你还不是呢，我可记得你从前辉煌战绩的人。但是大队长，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哪一点是真心认错了？我以前不知道广播里面说的要抓人民群众的坏人是啥，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葛翠芝和王春芬就是人民群众里面的坏人，害虫。现在他们犯错了不管不教训，以后他们就会变成大害虫，到时候咱们红旗大队的名声都要被他们连累抹黑。小老太太哪里来这一套一套的小词？大队长都给听迷糊了。在迷糊的同时，大队长还在心里莫名觉得这小老太太说的挺有道理。我就说大队书记晚上咋不来？那老小子是不是料到这件事这么棘手才躲了的？最不省心的就是葛翠芝和王春芬这对婆媳了，吃饱了撑的跑出去编瞎话，造谣一个小姑娘，被打也是活该。不过这个家被砸成了这个鸟样，这个赔偿。大队长，葛翠芝为老不尊，王春芬和葛翠芝蛇鼠一窝。今天的事情对我们家六丫头造成了严重的名誉损伤，我要求葛翠芝赔偿我们家六丫头10块钱作为名誉损失补偿和精神补偿，好吗？你还要补偿，还敢要10块钱？你简直是土匪！坏人干了坏事，为啥不能让他们付出代价？大队长，我就2个要求，一个是大喇叭道歉认错检讨，一个是赔钱，不过分吧？大队长觉得自己的人生都在此刻升华了，把人家家都砸了，还提这么厚颜无耻的当面提要求，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大队长，10块我们家绝对不可能给的。今天他们家人把我们家砸了，又把我和我儿媳妇儿打成这样，我要求的他们赔我们家15块钱，打人的都敢要10块钱，我就敢要15块。眼看着这2个还叫上价了，大队长赶紧打断，这不胡闹吗？不是，今天这个事说起来还是你们婆媳2个的问题，敢这么造谣人，被人打也要认，是不是？大队长，我们已经认错了。嘴上认错是一回事，实际态度是一回事。刚才艾民他娘也说了，你这个认错态度有问题。我看着，大家伙都看着，是觉得你这态度不够端正，怨不得人家不满意，是不是？大队长，话不是这么说的，他们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不是这么说的，那是怎么说的？我说的不对，你说的都对。这个葛翠芝真是人老爱作妖，比他弟媳妇儿差多了。能干大队长的，不仅在大队里面要有威望，有一定的人民群众基础，还要有雷霆手段。虽然是葛翠芝、王春芬犯错在先，但是今天你们人也打了，东西也砸了，大喇叭检讨道歉可以，10块钱是不是就有点过了？大队长，你是个公道人啊！我知道10块钱听着有点多，可是葛翠芝上下嘴皮一碰，就差点要害死我孙女一条命啊！这些桌椅板凳再多，难道还能比一条人命贵吗？我那孙女，学校里面老师见过也没有不夸读书好的，以后准有大出息。要是因为葛翠芝、王春芬，我孙女儿以后上不成学，也不能成为一个为国家做贡献的人，这是多大的损失啊！这不仅仅是我们家的损失，也是咱们大队公社的损失啊！就为这个，我让葛翠芝赔10块钱，多吗？我孙女1年学费都要12块了。大队长的耳边好像有个蚊子在嗡嗡嗡，吵得他那个眼冒金星。好家伙，这个小老太太真不是一般能扯大旗啊！可是你又不能说她说的不对，毕竟今天这个谣言要是真的被这么传出去了，只会愈演愈烈，最后真相无人关心，是真的有可能害死人。现在这些事情都已经不可能发生了。艾明娘，10块钱太多了。葛翠芝、王春芬听着大队长话里的意思，当即不干。我们1分钱都不会给他们的。对，做梦！别吵吵，你们还想不想解决事情了？现在人家是苦主，人家占理，2害虫不端正态度认错，还在这里吊销，真是嫌这鬼热闹还不够大呀！婶子，今天这事你们打也打了，砸也砸了，气该出也出的差不多了。明天我让葛翠芝、王春芬去大队部用大喇叭检讨认错，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咋样？65岁的 PUA 高手赵老太，这回真的遇到对手了。本想着打了大嫂，还砸了大嫂家，再要个10块的赔偿，谁能想到大嫂也学着自己，靠着儿媳边哭边要15块，搞得来调解的大队长差点一口气没换上来。赔偿可以，但是10块、15块的都太过了。艾明娘的孙女儿才是真正苦主，你们婆媳今天造谣生事闹了这么一通，该给人小姑娘一点补偿，就3块钱吧。你们给人赔3块钱，就当给人小姑娘买身衣服赔礼道歉了。大队长，都闭嘴，再吵吵，老子就把你们当典型送到公社里去。至于你们家桌椅板凳都是不值钱的东西了，15块钱也太多。不只是桌椅板凳，还有我2人婆媳身上的伤呢。
你们给人赔2块钱，毕竟家砸了，人打了，给2块钱意思一下吧。其实2块钱都不用给，因为葛翠芝他们要赔偿3块钱，所以赵老太1毛钱不用出，还能拿1块钱。重点不是赔偿多少钱，重点是有了这个赔偿，这件事就能彻底定性。葛翠芝和王春芬还想闹，弄了半天还要他们家出1块钱。快点，别磨磨蹭蹭的，拿钱给人家。还有你们2个，明天来大队部广播室，在广播里好好检讨自己。还有你们也要吸取教训，平时东家长李家短的唠嗑就算了，不许学葛翠芝、王春芬这2人胡编乱造，真忍不住想要说闲话。你们先摸摸口袋想想，够不够人家找过来赔钱的？再摸摸自己的胳膊腿，被人打断了也别来找我，知道了不？村民们有嬉笑的，有正儿八经的，一起开口的声音乱糟糟的，但是依稀也能听见。知道了，放心吧，大队长。这样的话，葛翠芝要你人给赔钱呢，你快点啊！就是赔钱啊，不是说自己都认错了吗？认错了，你怎么不给人家赔钱啊？就是葛婆子，你别装聋子啊！今天要不是你自己心思狠毒害人，人家爱民娘能找上门吗？1块钱啊，粮食才1毛4分钱1斤，换成粮食能买7斤多，1斤猪肉7毛4，1块钱买1斤猪肉还能有剩。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他只能拿出1块钱来息事宁人。这下算是完事了吧？我可以回家了吧？大队长。干啥？这小老太太还要干啥？再闹可就不好使了。今天有大队长做主，有乡亲们见证，我们家才能讨到一个公道。所以我想了一下，这1块钱我决定捐给大队。咱们大队的农具一直不咋够，我想着能够贡献份力量是一份力量。除了这1块钱，我们家还贴1块钱，一共2块钱。钱不多，但是也是我们一家子对大队的一份心。大队长，你收下吧。祁红豆从兜里摸出1块钱，和手上的1叠毛票放在了一块，一起交给了大队长。好家伙，村民们直呼好家伙！不愧是拉扯9个儿女，且在红旗大队立于不败之地的小老太太。2块钱说捐就捐，这气魄！看看人家这个思想觉悟，再看看葛翠芝、王春芬这对婆媳，不能比呀！这做人的差距真不是一般大。大队长当着村民们的面收下了2块钱，并且当着村民们的面从裤兜里面掏出他不离身的小本本，郑重地写下了老太太捐献的时间、金额。我代表大队接受张代和同志捐赠的2块钱，用于咱们大队购买农具，并且代表大队感张代和同志的慷慨捐赠。好。这天晚上之后，一连好几天，几乎是家家户户床头灶边的话题中心，都是赵老太今天带着儿子孙子怒砸大伯哥家的壮举，以及赵老太慷慨解囊捐钱的行为。当然，村民们说啥的都有。向来在村里口碑不咋地的老太太，意外的是个有热心肠的人。但凡今天收了葛翠芝的钱，拿回去用了，哪怕是1毛钱，今天一家给孙女儿出头的味道就变了。日后必然少不了被人说闲话。亲戚可以不要，但是乡亲、邻居却不能不要。核对里弄好关系是必然的。娘，你太厉害了！真不想搭理这个蹦跶的跟兔子一样的便宜儿子。这货不仅长着一张娃娃脸，傻兮兮笑的时候像个弱智一样。娘，今天真过瘾呀！我早就看赵元伟那个虚伪的狗东西不顺眼了。赵元伟就是30多岁还离不开娘怀抱的奶娃。赵家人听着赵爱民厚颜无耻的话，都纷纷看向赵爱民，好像他自己是个能独立行走的成年人一样。没了老娘的偏心爱护，他要么被人打断腿，要么早就饿死了。今天这事儿算是解决了。说实话，娘今天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很欣慰。娘希望以后不管家里是谁遇到了事情，你们都能一条心。一个家里只要是一条心，这日子就一定会越过越好的。不要装聋作哑，不要想着哥嫂门前雪。你们要是不能拧作一股绳，以后只有被人欺负的份儿。今天的事儿，那个老贱人说的是玉秀，但是要毁掉的可不只是玉秀。真让他做成了，咱们家的女孩子都成什么了？名声还能听？你们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又成什么了？以后还有什么脸面抬起头做人？这不是祁红豆第一次说让他们兄弟一心，但是很显然，这次他的一番话里多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你们要永远记着，这屋子里面的每个人都是你们的亲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想着互相帮护。你们以后遇到事还能靠谁？家不是靠着一个人撑起来。老太婆，我活了一把年纪，才算是悟透了这个道理。以后咱们家也不指望那些冷心冷肺的亲戚，你们各自立起来，互相搭把手才是正理。此时说出这番话的祁红豆，只是习惯性的给老赵家的种人打鸡血，灌输一下集中共同这样的理念，方便他更好的扯大旗管理。家里好东西不多，今天娘就给你们发点糖做奖励。娘，我这头发要是弄点发蜡才有型呢，不剪。娘，我好不容易养的这么长，娘，我不剪。还发蜡，还有型，穷鬼且懒惰，你就是长着一张绝世美男的脸，都有型不起来。爱民呀，娘没给男人剪头的经验，就怎么快速简单怎么来了。
喂，这里是红旗大队广播室。就在昨天傍晚，咱们红旗大队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诽谤事件。现在，我们让犯错的葛翠芝、王春芬对所有村民进行深刻的检讨。我葛翠芝，王春芬，因为我的不慎言论导致了一些不当影响，我深感遗憾和内疚，向所有受到伤害的人道歉。向雷锋同志学习，感谢张代和同志向大队捐赠的2块钱，特此表扬。张代和是谁啊？那是太奶的名字，不许瞎喊。每次江依云发工资，赵老太都会去砖厂等着领工资。砖厂里的人也都知道，他们厂里的那个会计有个恶婆婆。老大哥，还是在这儿签字吧。老大哥，你忙着哈，我先进去了。今早的太阳不是打西边出来的吧？这老太太闹哪出啊？不知道那个老妖婆这次又要出什么幺蛾子。江依云有这么个难缠的恶婆婆，大家提起来的时候都带着一丝同情。江会计就是太顺着他老婆婆了，要换成是我婆婆敢这么对我，我非把屋顶给掀了不成。江会计也不容易，嫁到人家就是人家媳妇，哪里能跟婆婆对着来呢？那个婆婆还是个寡妇，拉扯大了9个孩子，你和婆婆不对付，那寡妇养的儿子，你男人又要怎么办呢？总不能日子不过了吧？一忍就是10几年，恐怕还要再忍10几年。小姑娘说的也没毛病，但是不忍又能咋办呢？真的和婆婆对着干，男人要是和自己一条心还好，万一不是一条心，那等于是必输啊！而且恶婆婆不管咋样，始终都占据着孝道。娘，这是这个月的工资和票，您点点。祁红豆倒是一切如常，除了不再开口就咋咋呼呼，数出5块钱给了江依云。娘，你渴不渴？要不要喝点水？水我就不喝了，我等会还要去供销社一趟，这个给你。行了，娘走了。什么东西？江会计，你婆婆吃错药了，居然还给你带了吃的。天啊，是白面烧饼，好香。江会计，你婆婆今天咋回事？你婆婆今天也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居然舍得这么下血本。拿了这么多年的工资，这可是头一次给江依云带的东西。这一张白糖烧饼，就是他们有工作的都不见得舍得买来吃呢。江会计那个恶婆婆居然就舍得，还一买就是2张。婆婆良心发现。同事们还不知道婆婆才带人把自己大伯哥家给砸了，这么彪悍的婆婆，怎么可能会有愧疚这样的想法呢？婶子，这都第12集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乡下人忙呢，想要来镇上一趟可不容易。祁红豆笑着和朱大山寒暄，肉案上已经看不见肉了，骨头都没剩下一根。我今天来的太晚了，这啥都买不着啊。嗨，婶子，别人来了是啥都没有，你来了还能啥都没有吗？我今天可是留了2斤猪板油的，专给婶子你留的。今天就是祁红豆不来，这2斤猪板油也绝对不愁买家，这可是顶好的东西呢。多亏你想着婶子，婶子也想着你呢。上次听说你家里孩子多，穿衣服费布，特意找了2块耐脏的布料，你看看。这要是都买回去，自家婆娘肯定不会等到过年的时候念叨自己家里的孩子穿不上新衣服了。2斤猪板油一共2块2毛钱，用猪板油抵了钱，祁红豆还赚了50块3毛。朱大山不愧是祁红豆看准的富户，一出手就买了将近1匹布。买完猪板油，祁红豆去了一趟供销社，把手里几张快要到期的票给花了，买了鸡蛋糕，买了盐，看到了柜台上的白色球鞋，祁红豆全当作没看见。这年头，公交车上售票员的位置都是铁饭碗，令无数人艳羡的存在。现在城乡流动管理严格，出门不光得兜里有钱，还要有介绍信。没有介绍信，你去了县城别说下馆子了，说不定遇到个盘查的，刚到县城就被抓起来遣返了。想要去县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虽然买到了猪油，但是没买到肉，不然能包个肉包子吃了。光芒闪过，一家门脸不过10平方的小店出现在了祁红豆的面前。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NPC 见到祁红豆进店，连一声欢迎光临都没有。菜籽油的香味，这并不是后世习惯用的调和油，植物油。自己挺喜欢菜籽油的，这样的油拿出来混在自家的油瓶里，也不会因为特别而被怀疑。祁红豆一整个大满足，在各个麻袋里扒拉了一番，觉得自己现在是拥有全世界的人。他拥有了吃不完的大米，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多天了，都没能痛痛快快吃过一次大米饭。娘，你今天去镇上有没有带啥好东西回来？对了，我的球鞋，你给我买球鞋了吗？娘，我明天不干活行不行啊？我在家里陪你。小兔崽子人事儿不干，美梦挺会想啊。球鞋票在你那里，娘咋给你买呀？说起来，今天娘还真的去供销社看到了球鞋呢，就是有钱没票，娘心里着急也没办法呀。啊，居然真的有球鞋，傻啊自己！干啥自己把球鞋票揣着给娘保管？
娘还能不给我买吗？娘一向都是最心疼自己的。此时此刻，赵爱民肠子都悔青了。娘这次去镇上，特地买了2斤猪板油，就想着这段时日子给你补补身体。你哥哥们也就是沾沾你的光，你要是不下地，我怎么会让做大米饭呢？娘啊，都已经在给你寻摸媳妇的人选了。你干活要是3天打鱼2天晒网，娘还怎么给你说漂亮媳妇啊？你要是不干活，娘还怎么光明正大给你吃大米饭呢？你哥哥嫂嫂们还不得有意见了？娘说的都是为了他好，连做大米饭都是为了给他补身体。他要是在这个时候说不干活，那还是人吗？乖，明天娘让他们多放点米，给我宝贝儿子多煮1碗饭，就给你1个人的。娘，那我还是干活吧。对了，球鞋票我拿过来，还是娘你装着吧。下次去镇上可千万记得给我买球鞋啊。已经65岁高龄的赵老太，竟连7、8岁的小孩都欺负。本以为一把年纪的赵老太只会训斥儿子儿媳 ，PUA 自己的小儿子。太奶，被抢走了。大宝哥摸的螺丝，大牛二牛打人，好疼。大宝呢？村里小孩打架是家常便饭，大人们通常不是很上心。但是祁红豆实在受不住几个小崽子魔音入耳，干脆牵着小崽子们去找最大的那个了。这桶是我家的，经理，我家的。这2个男孩叫大牛二牛，旁边站着少女，是姐姐刘春燕，而他们奶奶是葛翠芝的表妹，曾经和葛翠芝一起联手打赵老太的王大妹。这烂木桶放河边好久了，你说是你家的就是你家的，本来就是我家的，谁让你用我们家的木桶摸螺丝了？现在这个桶盒里面的螺丝都是我们家的，才不是。呜，好疼！原来是这几个小崽子在河边看到个木桶，就想起来摸螺丝，摸到的螺丝也都装进了木桶里面。家里养着好几只鸡，平时人的饭都不够吃，何况是鸡呢？小孩子们摸到的螺丝回去10有8九都是砸碎了喂鸡吃。当然，人也是能吃的，只是做这个玩意儿费时费力不说，还费油费调料，一般人家哪里舍得浪费油盐做螺丝吃？当然还是喂鸡了。看那木桶里面满满的大半桶，再看看几个小崽子泥猴子一样的情形，就知道这半桶螺丝他们摸了很久。大宝，太奶，赵奶奶，这木桶是我们家的。怎么，这桶写了你们刘家的名字，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小姑娘眼珠子乱转，看起来不像是下水才摸过螺丝，倒像是刚才欺负了家里那几个小崽子的。虽然对面人少，但是在力气上他们还是占据着优势的。就是我们家的。是不是你们家的？让你们家大人来找我。大宝回家了。姐，你为什么不把咱们家的东西抢回来？都是姐没用，要不然你回去告诉咱奶，就说你和大牛被欺负了，让奶帮咱们要回来。祁红豆经过调养后的身体耳聪目明，听得清清楚楚。王大妹跟她表姐葛翠芝学得一手虚情假意，人前装善良柔弱，人后刻薄恶毒。虽然不怕王大妹上门闹事，不过有些事情也是可以不用暴力解决的。祁红豆带着一群小崽子回家，走在路上，有不少人看见孩子们身上怎么那么脏。哎呦，小崽子们知道给家里减轻负担，下河摸螺丝当食物呢。啥？那孩子们怎么看起来像是打过架？哎呦，说起来是我这个老太婆没有用啊！小崽子们想要给家里弄点吃的，结果好不容易摸了大半桶，结果就有人上来抢，这不就打起来了。谁干的？还不是老刘家，大的带小的，以大欺小。知道他们奶奶和我不对付，但是不管咋样，也不能欺负小孩子。瞧给我们家小崽子打的，可怜哟！不管别人相不相信，木桶里的螺丝是真的，小崽子们脸上的伤也是真的。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王大妹只要不是脑子被水糊住了，就知道没脸上门找麻烦。真的不能这一块吗？这猪油渣看起来都在朝着我招手了。猪油渣当然好吃，但是没有奶的允许，要是偷吃被发现就惨了。奶不在呢，我就吃一块，吃一小块好不好？一人2块，吃吧。奶，看我干什么？不是要吃猪油渣吗？吃啊！谢谢奶，奶真好。玉菊炒菜也不差你那一块猪油渣，吃。好吃不？好吃。吃，人生在世，吃喝2字，有的吃就先填饱肚子，想那么多干什么？奶真好。果糖，姐妹2人1人1半，拿去吃吧。俩姐妹这下是真愣住了，望着眼前这个满脸皱纹沟壑、头发花白的干瘦老太太脸上不曾见过的温和笑容，心里有种奇怪的酸酸的感觉。魏国哥，我真的没办法了，求求你帮帮我。赵卫国是赵元武的2儿子，也是赵爱民在家里排行老4的侄子。赵元武的2个儿子，赵宝佳已经结婚生娃了，赵卫国比赵爱民小1岁，还没有个着落。魏国哥，你知道的，我不愿意嫁给别人，我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人了，你知道的，对吗？大侄子憨傻，送上门的便宜都不晓得占。
你好好说，想要我帮你什么？刘春燕低头，谁也看不见她此时眼神里一闪而过的嫌弃。我就知道，魏国哥你一定会帮我的。我嫂子给我议了一门亲事，我之前根本不知道，但是我嫂子却私自收了人家20块钱。后来我小侄子生病，我嫂子就把这20块钱给花了。我不想嫁给那个人，可是我嫂子咬死了不可能拿钱出来，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凑钱还给那个人。可我一时之间上哪儿去凑20块？魏国哥，我知道这笔钱不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了。我娘这阵子也病了，我爹手里也没钱，家里那么多事，谁都顾不上我。神情凄惨，宛如一朵被暴风雨狂吹猛打的绝世小白花，世界第一可怜人。这小姑娘套路真深，那傻侄子不会当真吧？不会吧？这么经不起推敲的，稍微想一想就知道漏洞百出的话也能相信。可是不等赵爱民在心里面发表完感想，那人高马大、意外好骗的赵卫国却点了点头。我想办法给你凑。真的吗？魏国哥，你真是个大好人。20块钱不是个小数目，但是刘春燕说的这么困难又可怜，她当然没办法拒绝。两个年轻人也就短暂的碰了个面，赵卫国连人家的头发丝都没碰一下，就莫名多了20块的债务。老刘家的丫头片子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一起混的二流子石头也有个相好的姑娘，但是人家小姑娘对石头提要求，最多也就是红头绳、不手帕这样的小东西，谁家姑娘能把男人当冤大头这样忽悠啊？虽然自己没个对象，但是身边可是有参照对象的。刘春燕的小心思，赵爱民一眼看穿，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好大侄赵卫国居然心甘情愿的就做了这个冤大头。这小子平时不声不响的，看着人高马大挺吓人，没想到这么好骗。还有，那可是20块，他是打算把自己身上的肉切了，然后称斤论两卖了换钱吗？赵卫国还不知道自己的小秘密再次被自己小叔赵爱民给撞到了，心里面也在发愁要咋弄钱呢。大侄子，你悄悄告诉你小叔，你是不是有什么发财的路子？摇头是什么意思？是没有，还是不想要告诉你小叔？别这么小气啊，大侄子，都是一家人，小叔要是赚了钱，肯定不会忘记你的。都快吓得干了1个月的活了，到现在都没穿上梦想的新球鞋。不过这个也不能怪老娘说话不作数，这1个月家里的大白米饭和口味有保障的各种看得见油光的炒菜，要是能够有门路搞到钱，1双新球鞋算什么？到时候一买就2双，1双穿着，1双看着，哼，有钱就是这么任性。看着嘴巴闭得紧紧的大侄子，赵爱民板起娃娃脸开始磨牙。好啊，你小子和你小叔来这一套是不是？小叔，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嗨，不见棺材不掉泪是不是？真听不懂假听不懂。老刘家那的小丫头片子张口就是20块，你答应的那么干脆，还能没点门路？老刘家那的小丫头片子其实长得也不咋的，反正自己是看不上，而且心眼不好，也就是他这个冤大头大侄子上赶着往坑里跳。本来还打算提点大侄子，刘春燕以前还对赵爱民眨过眼呢，只是他看不上。不过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来，刘春燕心思不纯了，勾搭完小叔又去勾搭侄子，能是什么好人？赵卫国这会儿心里真的有点慌，他没有想到这件事会被赵爱民知道，要是小叔把这件事捅咕给老太太知道了，那他就完蛋了，把赵卫国逼得无路可退，最后只能把赚钱的法子告诉了他。不过这钱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赚的。自己之所以能到被人看中合伙去山里打猎挣钱，是因为自己这个体型，是因为自己有一把子力气和胆子。但是小叔呢，下地干活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力气没有，真要遇到野猪豺狼那些，估计腿都会下软。既然这样，那还咋挣钱呢？赵老太第一次在所有人面前当众表扬了光耀门楣的孙女，只因赵一秀考试考了第1名，把以前对男娃的期盼落到了女娃身上，并且奖励了她10颗果糖。咱们老赵家就没出过读书人，还等着你以后有大出息。老太太这是干啥呢？来真的。老大、老五、老七他们的儿子女儿，可没有一个念书这么聪明，更没有一个这么被老太太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的。这是我赵元双的女儿。几个儿子女儿都不是读书的料子，以前老娘当然也对着儿子们说过，希望以后能够有出息，只是大半辈子过去了，我没能实现这份荣光，我的孩子们也没能。老刘那么不孝顺的人都能有个让娘这么高兴的孩子，我这么孝顺老娘的人怎么就没个读书聪明点的孩子呢？还真不知道赵玉秀读书厉害，这是头一回了解。赵玉叶读书的时候也就是个中等水平，念完初中就没有继续了，自己也不太懂。
而老七赵元全则是在这个时候看了一眼自家因为堂姐考第1个而傻乐的女儿。这样的期盼虽然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也代表着一种特殊的荣光。赵爱民这小兔崽子平时就喜欢起哄架秧子，今天这么太平。那双球鞋赵爱民可是惦记了好久，眼看着就到月初了。赵爱民这几天可是一直在磨着，想要我去一趟镇上把球鞋票花出去。今天不来磨蹭了。臭小子和赵卫国在角落里面叽里咕噜说啥呢？老五家的2个儿子赵宝家和赵卫国都是埋头干活卖力气，平时话少的典型。赵卫国什么时候和赵爱民有这么多共同语言了？赵爱民和他大侄子还能有什么共同语言？自然是赵爱民想要发财的心不死，想着办法要赚钱呢。别人收猎物回去不就是转个手就能赚钱的事情吗？虽然投机倒把有风险，但是这个赚钱听着就容易啊。到时候去打猎必须要带上小叔啊。不说山上危险不危险了，那可是真的有狼的。就说合伙的人，人家轻易也不接受拉1个人入伙啊。尤其是小叔压根也不是想着入伙，而是想着砸了人家的锅，直接另起炉灶。这么得罪人的事情，一般人谁能干啊？这么高风险的赚钱办法，一旦出个什么意外，就是把我给别了，也不一定能保证小叔你平安无事。到时候奶奶还不得活吃了我。不管咋说，外人肯定不如自家人，别人会坑你魏国，小叔难道还会坑你吗？我现在是真心真意的宁愿被外人坑。老赵家的儿子们心思各异，赵大宝想着六姑姑手里的1把糖，一样一堆小心思。按照太奶说的，这些螺丝也算是给家里的贡献，都是可以算公分然后换糖吃的。但是因为不会写字，不会算数，到现在小册子上面都是一片空白，自己错失了好几天给自己记录贡献算公分的机会。我不会写字，不会算数，但是家里有人会啊，要不自己找六姑姑帮忙记。以前和六姑姑不是很亲，六姑姑会答应帮忙吗？赵大宝纠结半天，最后还是没有去找赵玉秀帮忙，不知道是因为害羞，还是因为和赵玉秀不亲近。反正赵大宝捏着小册子，转头又返回去。大宝啊，干啥去啊？九叔爷爷，你手上的是啥？哎呦，大宝，还有铅笔头呢，你要学写字啊？九叔爷爷，不是的，这个是太奶给的。娘给的？娘给你这个干啥？大宝想到小册子上这么多天过去还是空白一片，更觉得脸红。他小声的把祁红豆那天和他说的话告诉了他。大宝啊，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啊。哦，不就是写字吗？你九叔爷爷会啊。赵大宝到底是年纪小，见识少，更不懂人心难测的道理。九叔爷爷，想不想要九叔爷爷帮你？不过九叔爷爷也不能免费给你干活，是不是？这样吧，九叔爷爷吃点亏，我帮你记账，完事咱们2个对半分，咋样？这么厚颜无耻骗小孩糖的事情，估计也只有赵爱民能够说得这么坦荡了。怎么样？你愿不愿意？我愿意。嗯。男娃娃的头怎么可以随便摸呢？等下长不高还掉头发呢。小屁孩一个，赵爱民不以为意，反正以后赵大宝就算是给他白打工了。就这样，这2个差着辈分的合伙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找到祁红豆去登记公分了。一张娃娃脸看着倒是人畜无害的样子，结果连小孩子的糖都惦记啊呸！既然你和你九叔爷爷说好了，那就行。大宝今天摸螺丝半桶，算2个公分。就这个水准，赵爱民也好意思大包大揽？他自己能算得明白吗？这一大一小加一块，称斤论两卖掉，不知道能卖多少钱。赵爱民给大宝挖了个坑，并不知情的大宝每天都活力满满的出去搜罗一切可以换公分的东西，因为照顾弟弟也可以换公分。虽然照顾1天只能换1公分，但是赵大宝没有眼高手低，转头就把2宝3宝带上。毕竟这个免费劳动力帮忙，不仅可以帮他摸罗球臂、摘野果子，还能顺道完成照顾1天这个每日任务。大宝很满意。大哥和我们天下第一好。那是，我可是你们大哥。忙忙碌碌1天下来，大宝等着赵爱民回家，然后给他记账。一时间，这对隔房爷孙的感情增进得飞快。好不容易撬开了赵卫国的嘴巴，就等着过几天休息去发大财了。当然，在发大财之前，先发点小财也是很不错的。转眼到了中秋节，本该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然而老赵家的儿媳们却小心翼翼躲着赵老太。原来出嫁的女儿通常要去娘家送礼，但是如果出嫁的女儿是空着手回去的，那是要被人说闲话的。大嫂，马上中秋了，娘还不发话，咱们今年咋办啊？娘不说，估计是不给回的。毕竟我们要是回去，总不能一个个都空着手。虽然这段时间大家的伙食改善良多，但是婆婆有言在先，说了是因为秋收的缘故，
虽然想要回娘家团圆，但是婆婆要是不痛快，就是回家一趟，回来之后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好受。做了老赵家这么多年的儿媳妇儿，王小草早已经学会了逆来顺受。蔡文丽这才发觉自己过于着急，找错人了，扭头就跑去找江依云商量了。大嫂就是个老黄牛，不管是在婆家还是在娘家，都是干活累死都不吭声的人。我真心实意的想要回家看看爹娘，当然最好能带点像样的东西回去给爹娘。那个六嫂估计巴不得婆婆不许我们回去呢，毕竟娘家是那个德行。不过通常情况下，赵元武都会帮着偷偷去山上打2只野鸡什么的，又或者用自己手里的钱换点红糖带回去，这都是十分拿得出手的礼。娘瞧着好像真没这个意思，要不我们找大嫂他们一起商量商量。找大嫂没啥用，大嫂那个性子肯定是娘说啥是啥。李小娥就更不用提了，她都好几年没回娘家了。那咋办？我看娘最近的心情好像都还挺好的，要不我们去找娘问问。其实蔡文丽不是担心婆婆不给他们回去，而是担心老太太让他们空着手回去。去年她就是提着一小兜红薯回去的，被她弟媳妇儿好一顿冷嘲热讽。大宝听她九叔爷爷说了，他的小册子上面现在已经有30个公分了，开开心心的就来找祁红豆换糖了。这一行几个字写的都不清楚，怎么能看出来记了几个公分？这里写的是1还是2？都糊成小点点了呀，加起来有30吗？我算算，明明只有15个公分呀，太奶算的是的对吧？是不是只有15个？可是九叔爷爷说是30个，这是你自己的记账本，你自己不知道吗？大宝小脸又憋红了，他抓起小册子，扭头就跑去找赵爱民。3分钟后，赵大宝拖着他的好人九叔爷爷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了。娘，我记得是30个公分啊，大宝咋急了说你说的没有30，只有15呢？这点数字，娘闭着眼都能数过来，就算没有这个记账册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好好的30变15了？而且娘和大宝算的这么认真干什么？这记账本不就是用来哄小崽子玩的吗？赵爱民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老娘别不是在和他们2个逗乐子玩吧？呵呵，也不知道这货哪里来的自信，真以为老太太以前心肝宝贝的喊着，自己就真的是心肝宝贝了，离不得了。既然都给了你们记账本，我当然不会不认账，但是你们2个自己好好看看，这账本上面写的都是啥？大宝，你自己看过吗？大宝点头。九叔爷爷每次记账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看你说这一行写的什么？赵爱民，你自己看这写的啥？他写的时候也没用心，哪里还记得自己写的是什么？本以为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双向奔赴的事情。但是赵爱民没有想到老娘还会来个突然发难。你们自己都说不清这上面写的什么，我怎么给你们算？我看15个公分我都算多了。太奶。虽然你们的记账本一塌糊涂，但是谁让老太太我心疼你们呢？这样吧，这次结账我就给你们按照整10公分算，给你1颗糖。要是换成别人，把账记成这样，我肯定什么都不会给的。这回是自己坑了侄孙，老娘说的是实话，事情办砸了，3颗糖变1颗，铁杆爷孙合伙人眼看着就要散伙了。小屁孩，不识字做个文盲，以后这种被坑出内伤也说不出口的事情多了去了，慢慢长教训吧。至于大的那个，呵呵，还有心思忽悠小屁孩的糖吃，看你这次1颗糖好不好意思要。祁红豆对面前这一大一小的神情变化全当作看不见，给了1颗糖之后就挥手把人赶走了。另一边因为回娘家的事情，这几天家里的几个媳妇儿都有个的心思。家里的媳妇，不管是儿媳妇还是孙媳妇儿，平时见到自己都恨不得低着头绕路走，今天怎么还有个主动凑上来的？娘，这是和平和玉山摘的拐枣，特意给您留的，您尝尝。好吃。娘，你喜欢吃啊？回头我让玉山和平多摘一点回来。还真是第一次吃拐枣，这其貌不扬的水果带来的鲜甜，不比后世的车厘子差，而且个头小小的，一口吃下去能觉得甜，但是却不会觉得苦，味道是不错。娘，你看着马上就要中秋了，今年中秋咱们回娘家的，带啥回去啊？私下里嘀嘀咕咕这么多天，还以为不会有人到面前问呢，没想到啊，这其实是个好现象。一家子人难免有时候会有疏忽，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要是一个个都憋在肚子里面不说出来，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有什么话说出来，总比烂在心里，最后腐烂流脓成伤疤好。当然，真成伤疤肯定不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坏事日积月累，到最后谁知道哪天就爆发呢？中秋节的前一天，赵老太招呼着老赵家开了第2次家庭会议。娘上个月就说过了，以后看你们的表现，听话孝顺肯干活的，每个月是表现发东西。本来这个应该是月底发的，但是马上就中秋节了，我就给你们提前发了。老婆婆不会让我们带这个柿子回去吧？娘你真好，中秋节咱们发啥？你先把我的给我呗。
啥就先给你，没看到你哥哥们都在吗？等着。真是惯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独生子呢。我话还没说完呢，这次是提前分了，要是有出幺蛾子的，老娘我不仅要收回东西，还要教训他。祁红豆说完这句话，有好几双眼睛都瞟向了老六两口子，这两个的前科可都是历历在目的，这次分东西可真的又要没他们的份儿了。想着老婆婆手里的好东西，李小娥到底是忍住了。这是老大家的。这种时候就跟年终奖的公司年会上发奖金一样，给出去的东西就是要给人看的，嫌弃现金太小不够看的，还有做放大版支票博眼球的，要的就是这个给人打鸡血的效果。包袱打开，里面是5颗圆滚滚的鸡蛋，2块带着红色小花朵方方正正的小手帕，20颗果糖，1块1尺长的布。明天回娘家的，一人筐里再拿20颗柿子，咱们家日子也没好过多少，东西不多，你们自己看着办。不少了，以前也没这个待遇，怎么能嫌少呢？家里的女人们都注意到了王小草手里那2块黄底儿带小红花的鲜艳手帕，老太太手里还有这好东西呢，居然还舍得拿出来给我们。等等，不会只给大嫂，等会没我们的份儿吧？实在是这年头灰头土脸的颜色看多了，难以看到一点鲜艳的颜色，不用手摸都知道肯定都是贼柔软的那种。发现女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小手帕上，祁红豆老神在在，早就料到了，这手帕是自己在猫猫裁缝铺定做的，1个金币做1沓，1沓12个，花色各不相同，自己还挑了1个留着用，然后转头就又定做了24个。小玩意儿便宜又能糊弄上，这小东西在他这里便宜的像餐巾纸，但是拿出来就不一样了。这不，儿媳妇们看着那2块小手帕，眼睛都拔不出来了。中秋节的东西除了小手帕，其他都是现成的，布料是之前积攒的剩余，糖果是上次供销社买的没吃完的，鸡蛋是家里的，老赵家养了10只鸡，1只公鸡9只母鸡，每天都能收7、8个鸡蛋，有时还能凑个整，收10个。老五家比着老大家少10颗糖，其他一样，包括2条小手帕。谢谢娘，这么精致的手帕，就是买估计也不便宜了。剩下老六、老七2家比着老五家的各少1条手帕。李小娥和蔡文丽也都是拿到东西，喜欢的不行。虽然不太能理解，但是娘说了，能给媳妇儿们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努力干活、辛苦奉献的结果。娘，为啥我没有小手帕？虽然不会用带小花的小手帕，但是看看嫂子们的态度，这小手帕看着就不缺市场，肯定能卖出去。手里1毛钱都没有，捞偏门的启动资金都搞不起来，赚1毛是1毛。你又不用手帕，再说了，你一个人干的能和你哥哥嫂嫂们干的比吗？张爱民拿到手的只有1块1尺长的布，10颗果糖，3个鸡蛋，完了就没了。哦，家里的柿子估计可以随他吃，但是我也不能蹲在筐边天天吃柿子吧，不得吃冒酸水啊。这个月干活虽然没有一天是满工分，但可是天天下地的。本以为这次分东西，自己肯定比哥哥们也不差什么，结果呢？结果小手帕哥哥们都有份，我没媳妇儿，所以就没有。娘，手帕我没份儿，那球鞋总能有吧？你看我的鞋已经坏的不能穿了。球鞋捕捉到关键字，家里人都看了过来。爱民这个月辛苦了，也是能挣工分养活半个自己的人了，娘很欣慰。过几天娘去镇上给你们兄弟几个看看，尽量都给买双合脚的鞋。娘，你给你自己买双好鞋吧，现在买鞋要票，那票可难得，我们下地光脚都可以的。平时看着不声不响的老大，其实最会在老娘跟前表演孝顺。老娘估计是刚才被老幺叫破了要给老幺买鞋的事情，所以才把我们都扯上的吧，不然平时这种好事情，老娘怎么会想到我们？对，娘给自己买鞋吧。你们穿鞋特别费，下地干活能要什么好鞋？下水田栽秧的时候，谁不是光着脚下的？不管咋样，这会儿这群糟心儿子们看着还算是听话的，感觉自己又赚了1天寿命。分完东西就打发他们各回个屋去了。至于儿媳妇孙媳妇们要带什么东西回去，反正摆在明面上的就是这些，意思到了就行了，有总比没有强啊。再说了，老赵家本来也不是大户，大房里王小草拿着2张手帕，她有2个儿媳，还有个过年就要嫁人的闺女，这么精致的小手帕谁都喜欢，可是不够分啊。老五家江依云同样很苦恼，虽然她目前只有1个儿媳妇，但是她还有2个闺女呢。你拿东西和李小娥换，她肯定换。对李小娥来说，手帕虽然好看还能用，但是不当吃不当穿的，对她来说实用性不高。要不是手里没东西换，我都想自己去找李小娥换了。对啦，我怎么没想到？江依云转头就去屋子里面寻摸东西，去找李小娥换手帕了。而蔡文丽这边，那手帕被她收到床底的箱子里面去。手帕不带回去了。都
都是好东西，带回去要是被自己弟媳妇抢走了，我亏不亏心啊？带2个鸡蛋几颗糖回去给爹娘吃的了呗。布料可以留着做衣裳，那带着小花朵的手帕就是我自己不用，难道还不能给女儿留着？男人就是想法简单，不过脑子我不用。但是明天回娘家的时候要带着，怎么也得炫耀炫耀，让自己那的没见识的弟媳妇开眼。这么好看的手帕，娘咋弄来的？居然还舍得分给我们。娘的东西都说得好，家里估计没人知道娘手里究竟握着多少东西，更别说是什么东西了。自己这个婆婆彪悍是真的，有能力也是真的，不然哪里还有这么一大家子的人？算了，我现在这点道行在婆婆跟前是不够看的，还是别想着算计婆婆的东西了。学大嫂，婆婆给啥就老老实实的收着呗。别人家的女儿都回家过中秋了，然而老赵家的4个女儿却一个都没有回来，可怜的赵老太独自一个人发着呆。忙点好啊！哟，老姐姐，今天家里做什么好吃的啊？我闺女从隔壁县赶夜路过来看我，给我带了好些东西。要说这养闺女，感觉就是和儿子不一样。闺女就是贴心啊，又是糖又是油的，真舍得给我这老骨头花钱啊！哎呦，老姐姐，你手上这不会也是你闺女孝敬的吧？祁红豆也是没想到麻子奶奶能把一个铜顶针带出黄金戒指的感觉的，但是很显然，麻子奶奶这是跑来显摆来了。哎呦，这崭新的顶真是好看啊，看起来就跟戴了金戒指似的。你家丫头呢？给你带什么东西回来了？哼！老赵家出嫁的4个女儿，今天到现在没有一个登门的。我这老胳膊老腿的都没啥大毛病，家里也一切都好，不用他们劳心费力大老远跑回来一趟。好歹也是中秋节，咋能不回来呢？哎呦，这时候看着也不早了，我进去看看厨房的饭菜做的咋样了。今天过节，家里煮了一锅大白米饭，别给他们煮糊了糟蹋了。对了，老姐姐，你还没说你家今天吃啥呢？你闺女这么贴心，大老远回来一趟，是不是给你闺女杀鸡吃了？还大白米饭，还杀鸡？这只是个中秋，又不是过年。过个中秋，煮一锅大米饭，可能吗？大妹子真舍得啊！米饭不掺红薯干啊！厨房里坐着呢，我骗你干什么？要不你跟我进去看看。对了，你家今天杀了几只鸡？闺女难得回来一趟，肯定好好的招待吧？见鬼了！你家闺女回来，你能舍得杀鸡？吃点红薯稀饭，就点小咸菜萝卜条得了呗。这天没法聊了，刚才还是问他有没有杀鸡，现在变成杀了几只鸡了。再问下去，红旗大队就要传他闺女今天回来，他们家吃满汉全席了。到中午要开饭的时候，3个孙女儿回来了2个，老大家的女儿赵玉霞，老五家的长女赵玉英。那这一篓黄鳝都是家里男人张罗的，黄鳝补身体，就算不油，水煮也能吃。奶，这是5斤玉米面。从记事起就知道奶奶的彪悍，但是眼前这个腰背已经有些佝偻、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就是老赵家的顶梁柱。奶瞧这气色好了不少，精神头也好了许多。您腿还疼不疼？我打听了一下，老河桥那边有人做家传膏药的，祛风湿很有用，就是不好买。我要是买到了，就给您送过来。赵英不是婆婆妈妈的性子，她说话爽利，为人淳朴。对着赵老太说这些的时候，不见一丝敷衍。讲真的，这是祁红豆在老赵家这么些天听到的第一句贴心的话。谁不喜欢被人关心啊？又不是神经病，整天想着与世界为敌，看谁都不顺眼。虽然现在每天都会去便民医院里面中医西医的两头看一下，隔几天还要做个古法针灸、药浴啥的，但还是要接受了来自孙女的关心。那你帮我留一下。好，奶你身体好好的，那我们回去了。这个带回去吃，小手帕拿上。行了，走吧。都结婚的人了，没有想到亲妈和奶奶还会往自己兜里塞糖。真是的，又不是赵玉叶那个没长大的小孩子。说实话，长这么大，兜里没揣过这么多糖，感觉从没有这么富有过，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子就被一股甜味给包围了一样。2个回娘家的孙女走了之后，老赵家的这个中秋节基本上就到尾声了。4个女儿的确是一个都没有回来的。祁红豆从赵老太的记忆里把有关4个女儿的事情都翻出来想了想，感觉有些不对。老大赵大荣不会来是意料之中，另外3个呢？娘，我的球鞋你啥时候给我买啊？娘，我都憋屈死了，今天吃大米饭都开心不起来了。赵爱民今天光脚下地回来的时候，和自己的2流子同伴的其中一个碰面了。对方不知道哪里弄来的一双皮鞋，穿在脚上虽然有点大，但是绝对气派，瞬间就吸引了赵爱民的目光。连狗剩那样的都混上了一双皮鞋，自己的白球鞋呢？而且自己之前在2流子组合里
地位可是比狗剩高的。现在好了，干1个月农活，人被风吹雨打日晒的都憔悴了，头发也被剪了，什么形象都没了，地位还平白矮了狗剩1截。祁红豆感觉自己脚边好像围着一个原地打转的小狗，眼看着这狗子因为一双鞋就要炸毛。我明天就去镇上。真的？那娘，我休息几天不下地行不行？臭小子学聪明了，不直接说不下地了，而是退一步说休息几天。这是36计里的哪一计啊？休息几天？你想休息几天？先1周休息个6、7天吧，半个月也行。不过6、7天也不少哦，要休息6、7天啊！呵呵，真敢想啊！一休息就是6、7天，怎么不干脆说休息到年底，正好过年？那5天？5天？3天？3天总成了8娘。娘，我是你亲儿子，你看看我这个月干活累成啥样了？3天不行，2天总能的吧？你先要累死你宝贝儿子啊！嘿，还宝贝，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2天，哈哈哈。给你2天休息，正好你去你3姐、4姐、8姐那里跑一趟啊？为啥？3个姐姐假可都不算近，要是把3个姐姐那里都跑一趟，这2天你就别想休息了，赶路都来不及呢。娘怎么好端端的提起自己那几个姐姐了？娘平时不是都当姐姐们不存在的吗？你傻啊！你几个姐姐中秋节一个都不回来，你老娘我脸上好看啊！咱们前面刚和你大伯家闹成那样，叫别人知道你姐姐们过节都不回一趟家，不给人笑话啊！你去他们那里走一趟，就当这意思，我们以后对外也好说话，是不是？娘还不是为了你买猪还看圈呢，咱们家对外名声好听一点，你未来丈母娘不就能少挑剔一点？我是猪还是猪圈？谁知道赵爱民的未来丈母娘人在哪里？谎话说1000遍，自己都相信了。即便赵爱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未来媳妇长啥样，但是有祁红豆的描绘，他感觉自己未来媳妇儿一定是10里8村一枝花的水准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想要娶回来，丈母娘肯定会刁难的，婆家的风气和名声肯定是在考虑范围内的。这么说，娘果然还是为自己着想的。所以我是去呢，还是去呢？娘，那我的球鞋？你是娘的宝贝儿子，那球鞋票娘不给你用，还能谁用？放心，等明天娘去了镇上，就给你把鞋买回来。娘你真好，算了，不就是去几个姐姐那里走一趟吗？走路总比下地干活强吧？去就去。把赵爱民打发去看女儿们，祁红豆也回屋子里收拾东西去。哦。红豆奶茶、珍珠奶茶、芋泥波波、杨枝甘露、西瓜波波、芝士莓莓、暴打柠檬茶、生椰拿铁、奶茶、果茶、咖啡、轻乳茶，小小一间奶茶铺，统统拿捏。给我来了一杯西瓜波波奶茶。好的。还好赵老太没有高血糖，不然云朵奶茶铺开放，估计也开心不起来，只有哭的份儿了。赵老太这个月的身体养得不错，中西合璧的治疗下，老寒腿不寒了，腰肌劳损也缓解了许多，还在老中医 NPC 的推荐下，在药店里面买了一种适合他体质的养生丸。自打在便民医院调理以来，现在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走路也有劲儿，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身体好，心情就好，也不用下地干活，每天有啥事使唤人就可以了，一时间还真的有种提早退休，过上养老生活的感觉。今天也是活得很充实，且没有被不孝子孙气死的一天呢。虽然他现在这个身体是真的在养老，不过换种角度看，这样的体验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兜里揣着钱票呢，祁红豆作为老赵家的第一自由溜溜达达就去镇上了。话分两头，一般来说上门做客就是兜里揣个鸟蛋，也比空着手上门好。但是赵爱民就不在一般人的范畴里，他的脸皮厚得很，空了2个爪子就走了。哎呦，今天不下地了，老子自己挣工分养活自己，辛苦是辛苦了，但是值得啊。真是的，问狗剩皮鞋哪里来的，狗剩也不说，就馋我。不过没关系，今天晚上回去娘就会给自己带新球鞋回来了。今时不同往日，咱们已经不是一个档次的。赵爱民尽量把祁红豆给他画饼的时候说的那些高大上的词语全都拿出来用了。狗剩听完一脸踩到狗屎的表情。大家都是2流子，谁不知道谁啊？勤劳、独立、刻苦这些字和我们沾边吗？你中邪了，别不是下地晒了1个月的太阳，脑袋晒坏了。我知道山后村有个老神婆，要不介绍你去看看。什么玩意儿？老子好的不能再好了，好不好？狗剩这是嫉妒自己呀！我在家吃好喝好，想干活就干活，不想干活老娘就让自己休息，还会给自己买球鞋。狗剩呢？有啥？我现在思想档次上去了，跟你没有共同语言了。赵爱民打算直接走人，懒得和狗剩继续掰扯下去了。哎，等等，
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想要知道我的皮鞋哪里来的吗？狗剩想要装个大的，故意缠赵爱民。这么多天过去了，狗剩也憋不住了，拉着赵爱民嘀嘀咕咕一通，听得赵爱民的眼珠子都瞪出来了。真的，没人看见，没人管。兄弟，我这几天就打算再去一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狗剩脚上的皮鞋是在县里弄回来的，准确的来说是捡回来的。游街示众的那对男女好像是有什么身份的，来围观的人很多，最后弄得有些混乱。狗剩就浑水摸鱼，白捡了一双皮鞋，于是就这么捡回来满村炫耀了。老实说，有段时间没有出去闲逛了，自己的运气向来比狗剩他们好，说不定自己去了县里也能弄点好东西呢，说不定比狗剩的皮鞋还好。怎么样，去不去？其实今天我也有空，要不要就现在咱们一起去？赵爱民当即就想要点头了，狗剩这个题太有诱惑力了。进入10月之后，虽然天气还是很热，但是毕竟是盛夏的尾巴，进入早秋了。祁红豆这边去了镇上，一路上都带着耳朵听，找到了弹棉花那老师傅家。谁啊？郑师傅在家不？大妹子，你找我？大哥，能讨口水喝不？站在门口说话不方便呢。有水有水，大妹子进来喝一口吧。小平房前后2间，前面是厨房兼堂屋，后面是卧室，中间还有个小院子，看着挺宽敞的。我是问前面钱大姐找到老大哥你这里的，实不相瞒，我是想要找你谈2床棉花。郑老头看着对面这个弱不禁风的老太太，有些犹豫。现在满世界抓倒买倒卖，抓投机倒把的。老大哥，帮帮忙！你看我一个本本分分的乡下老太太，今天找到你这里来，就只是想要谈2床棉花而已，没别的。棉花还是要想办法弄，家里没有厚被子，老太太没有保暖的厚棉袄，到了冬天我穿屁啊！还好自己不用下地，不然这1比1返还的寿命估计我都不想要了，太遭罪了。谈棉花可以，不过我这里不收钱，你想用什么换？收钱就说不清了，这年头不讲买卖，只讲交换，反正谈1斤棉花2毛钱，就按照这个标准来换，就是大家心里都有数的。谢谢老大哥了。这样吧，你看我家里也没啥好东西，就是我大姑娘给我送了些布料，就我手上的这种，我拿这个和你换行不？想着能挣一点是一点，就这样和祁红豆说好了交换的条件，等下次祁红豆来镇上把棉花带来就可以了。祁红豆没意见，临走的时候又给了那小孩1颗糖，把小孩乐的缺牙疤都露出来了。搞定弹棉花的事情，祁红豆就去了供销社，手里没啥票了，还是只能掏钱买了。买完球鞋，转头在旁边的柜子上又看到了几双深绿色的胶底鞋，这比球鞋实用的多了，不过现在没票啊。这深绿色的胶底鞋比球鞋还要紧俏，要是错过，下次来就不一定有了。大娘，咋这个时候还没回家呢？能在供销社上班，要么是不差钱，要么是不差事儿。江巧慧虽然看出来祁红豆是故意的，但是想了想，这老太太想要在供销社里面买点什么东西，估计是差票，想要在她这里走了个门路。大娘，你是不是想要交鞋啊？要说闺女，你不愧是在供销社里上班的呢，就是聪明。我这2块手帕都是新的，其实也是我闺女给我的。我一个老太婆哪里能用这么好的东西？不是糟践了吗？你看你这么漂亮，用这块粉色的手帕正合适。人就是这样，好话入耳，就算是知道对方是有所求才这么说，但心里听着就是高兴呐。我瞧着闺女你面善，长得还这么好看，就跟看我自己闺女似的。这手帕就当个见面礼送你了。婶子，这么漂亮的手帕我咋能就这么收了？你还是带回去自己用吧。果然，这年头混上铁饭碗的都不是普通人。闺女别怕，我不是想要干啥坏事，就是想要问你个事儿。这帕子就是个见面礼，没别的。你想问啥事？收礼不仅仅要看自己能办啥事儿，不能办啥事儿，最重要的是别因为一点蝇头小利，把自己的铁饭碗丢了，就得不偿失。哎呦，闺女，大娘就是想问问看，那个胶底鞋没有票的话能买着吗？我家里一大家子人，没有几双能穿出门的鞋，想要买鞋，但是没票买不着，这才想问问你的。江巧慧想要摇头，但是那块粉色的手帕实在是过分合她心意了。你等等，我先去问问。时间嘛，祁红豆有大把，等等当然不是问题了。几分钟后，江巧慧提着一个包裹出来了，包裹里是2双瑕疵品的胶底鞋。同事留了几双瑕疵品在仓库里，还没带回家，不过人家资历比我老。哎呦，我懂，闺女可太谢谢你了，真是好鞋子，鞋底真结实。我就说你这闺女一看就是本事人，这么厉害呢。一双胶底鞋6块8毛钱，真心不算便宜了。祁红豆不光痛快掏了钱，还很有眼色的把她一开始掏出来的蓝色手帕塞到了江巧慧手里。这手帕是我闺女给我带回来的，好几块呢，都很漂亮，给我这个老太婆用都糟蹋了，还是给你们年轻人用合适。也帮我和你那位好心的同事小大姐说声谢谢。老太婆我手里也没啥好东西，这个手帕就当谢礼了。祁红豆言辞恳切，又表现得这么上道，江巧慧对她就添了几分好感。一点小忙不值什么，不过这个手帕我就收了啊。
哎呦，闺女你喜欢就好，就怕你们不喜欢了。上次在猫猫裁缝铺里一共定做了36块，手里现在还有28块，真心想要的话，180块都可以定做。不过物以稀为贵，也不可能在外人跟前说自己有那么多手帕了，那不成投机倒把了吗？为了当娘的好儿子，赵爱民可是拒绝了狗剩的邀请，没有偷溜去县城，而是老老实实去姐姐家走亲戚的。今天赵爱民一共走了2家亲戚，3姐和4姐那里，就剩下8姐那没去了。娘啊，今天可累死你宝贝儿子了！就赵爱民这个夸张的表情，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去做什么苦工。哎呦，可把娘的宝贝儿子累坏了！这袋子里都是啥？哪里来的？4姐给的板栗，3姐忙着给3毛香看，就他们村的一个姑娘，所以没时间回来。3女儿赵春花嫁到同一个公社的牛庄大队，生了4个儿子。3毛就是老3，也是20岁的人了，到了要结婚的年纪了。老4赵怀花因为没有儿子吃了很多苦，但是从不对娘家人说。至于中秋节那天为什么没回娘家，那是因为赵怀花和自己婆婆干起来了。为啥吵？4姐老婆婆偏心呗，其实就是欺负4姐没有儿子，所以总是找事情。被老婆婆一顿阴阳没儿子之后，抄起烧火棍就和老婆婆干起来。现在就剩下小女儿赵雪花了。娘，8姐那里我明天再去，你答应我的球鞋。球鞋？这不是自己在老娘手里白嫖的，是我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感觉格外不一样。真的，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为了得到什么东西付出努力呢，还一付出就是1个月。站起来的时候，感觉自己整个人就跟踩在棉花一样，软绵绵的，感觉自己都要飞起来了。哟呵，这双球鞋可是老娘按照自己的尺码买的，不像是狗剩捡别人的，大一码在脚上穿的难受呢。齐红豆就在旁边围观了全程，赵爱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全是洋相，辣眼睛。六哥，看我的新鞋，娘给我买的。魏国，咋样？你小叔这双新球鞋气派吧？大宝，喜不喜欢九叔爷爷的球鞋？好不好看？嘚嘚瑟瑟，满世界转悠，脚上穿了新鞋子，赵爱民的心情格外膨胀。余光一瞄，就看到大侄子赵卫国出了门，他的坏心眼子顿时就活泛起来了。这次娘也是运气好，托人托关系才买上的这几双鞋。老6老7你们好好干活，下次有机会娘给你们也弄一双这样的。小草，去把我房间床底下的包裹拿过来。几个媳妇儿面面相觑，不知道老婆婆想要干什么。过阵子不忙了，你们几个给家里每人做一双鞋，老大家的，我的鞋还是你来做吧。一头雾水中的王小草打开了他手里的包裹，里面是一叠帆布，另外还有偏柔软一些的深色棉布，以及一块叠起来的毛毡料子。这一大包材料，在猫猫裁缝店里一共才花费了5个游戏金币，这还只拿出来了一部分，还有一大部分留在了别墅空间里面。一般人想要做，还没有这个材料呢。而且婆婆给的材料这么多，估计给家里1人做一双都绰绰有余。反正我只管布置任务，至于儿媳们回头怎么和孙媳妇们分配任务，就不管了。什么事情都要管，是要累死人的。这么多材料，要不是婆婆有本事，我们可弄不到。给婆婆做的那双鞋一定要格外用心，务必让婆婆穿得舒服。因为赵爱民导致的记账翻车，后面大宝再想要记就不愿意去找他了。虽然每天照例带着2宝3宝出去摸螺丝、摘野果、捡柴，但是就是觉得不得劲儿。上次九叔爷爷拿着鬼画符账本到了太奶那里30遍10公分之后，要是自己能认识字的话，是不是就不要靠九叔爷爷，就能自己记账呢？在家里寻摸了半天，大宝最后找上了好说话的四姑姑赵玉菊。赵玉菊比赵爱民靠谱，但是她也只读了小学。四姑脑袋笨，要是和你六姑姑一样聪明，肯定就能认识好多字了。六姑很聪明嘛？是啊，咱们家你六姑姑读书最厉害了。奶奶说你六姑姑以后肯定是有大出息的人呢，说不定以后你六姑姑还能去城里工作，不用种地了。刘春燕18岁了，也算是一个成年劳动力了。一天棉花摘下来，心里十分烦躁。但是就这样回到家，她还不能休息，还要不停地干活带弟弟。要是能逃离农村，成为城里人，不用再干农活就好了。魏国哥，刘春燕的声线这么粗，不是那种娇滴滴的温婉声线，要是不看她的表情，效果是很惊悚的。春燕，你别哭啊！看我就顾着自己了。魏国哥，你也很辛苦的。魏国哥，我是不是很烦人？没有，你一点都不烦人。讨厌。刘春燕这小丫头片子手段很老练啊，看看她对面的大侄子被这小拳拳捶一下，魂儿都飞了。前一阵子晚上跟
跟着大侄子一起去了一次山上，围观了一次猎物交易，自己是狼手空空，但是赵卫国却收获颇丰，大侄子挣到了不少钱啊。想着这钱最后估计都要落在刘春燕手里，与其让大侄子的钱被刘春燕骗走，还不如给自己花泥。这叫什么？这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万一赵卫国想不开，20块还没攒够，就提前把手里的钱给刘春燕了，那可都是我的钱。卫国哥，那钱我会给你打借条的，以后肯定会还给你的。你啥时候能给我？我真的不想再被三赖子骚扰了。我这几天做梦都想要早点把钱还回去，生怕哪一天我就被三赖子抢回去当媳妇儿了。说破天，那20块也是人家的彩礼钱，她是绝对不会嫁给三赖子那样无赖的。但是她也不想嫁给赵卫国，她真是做梦都想甩掉腿上的泥点子，做人上人的。只是在没成为人上人之前，她还要靠赵卫国这样的来支撑她度过眼下的难关。我不要你的借条，放心好了，钱我已经在想办法了，肯定会给你凑出来的。赵卫国，你是真傻蛋啊！山上有狼有野猪还有毒蛇，碰到了缺胳膊少腿都是万幸，那是随时都有可能没命的。赵卫国为了给刘春燕凑钱，更是不顾危险往深山里跑，出了这么大力气，自己却闭口不谈。这种时候不表功，还等什么时候？真是孺子不可教也。回头一定要好好的给大侄子上课，在这头热火朝天的给人家凑钱，指不定在人家心里，他就是一个大傻叉呢。等两人说完话，刘春燕走了，赵爱民溜溜达达的就跟在赵卫国后面，然后一个跳起突袭。就那么喜欢老刘家的那个丫头，长得也不咋地啊，给你灌迷魂汤了，说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你是不是傻？还是钱多了摇手？你要是真嫌弃钱摇手，与其便宜了老刘家的那丫头，还不如给小叔我花花，咋样？现在一共攒多少钱了？跟小叔我说说。没见过偷听偷看还这么大咧咧说出来的。讲真的，要不是有赵老太这个大神护着，至少1天3顿打。刘春燕或许只是把赵卫国当备胎当冤大头，但是赵爱民这样简直是把赵卫国当村头二傻子，就差没直接把手伸进赵卫国兜里直接抢钱了。哎，你跑啥？你小叔话还没说完呢。真是的，年轻人就是过于急躁，一点都没有内涵。我这是在提醒自己这个傻侄子好不好？而且我说的话有哪里不对吗？等明天从八姐那里回来，再好好的和大侄子说道说道。已经一把年纪的赵老太又在欺负别家老太太了，起因只是几个孩子争夺木桶里的大鱼，王老太不服，带着孩子上门讨要说法。你们家大宝二宝把我们家大牛二牛打了，你瞎了啊？看不到啊？今天这个事情你要是不给个说法，咱们两家没完。哦，怎么个没完法？死老太太实在是过分嚣张，完全不把人放在眼里。别装模作样的，你家孩子打了我们家孩子，赔礼道歉是少不了的。长得丑，想得美，说的就是这样的了。你什么意思？别以为我们老刘家没人，怕了你就知道你这个老寡妇阴毒不要脸，没想到你连孩子的东西都抢，我今天一定要教训教训你。王大妹直接不讲武德，抓起了门口支撑晾衣绳的杆子，就要往齐红豆身上招呼。年纪一大把了，还喜欢动手动脚的，真粗鲁！啧，这老胳膊老腿的，还学人家打架呢。齐红豆在心里面摇摇头，然后抬脚朝着王大妹的小腿杆那里踢了过去。论身体的灵活程度，天天吃养生丸，隔3差5还要针灸药浴的齐红豆，不知道比王大妹强多少。老寡妇，你敢踢我？再叫一个试试，一大把年纪了，一点都不庄重。你看看，你们家孩子就是给你带坏的。你敢打我奶奶，我打死你！等一下，我只是身体素质变好了，又没有练绝世神功，乱拳打死老师傅，自己可不想要试试被这2个小孩撞一下的感觉。你们敢动一下，我就戳瞎你们奶奶的眼睛。老寡妇太狠毒了，万一这老寡妇真的敢下手呢？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齐红豆在心里暗戳戳觉得自己上辈子太消耗她的生命长度了。那个胃癌，她觉得有一半就是这个原因。现在到了这个世界，变成了赵老太要搞养生了，有看不顺眼的地方就说出来，有看不爽的人就干，但是自己依旧能保持心平气和。该吃吃吃，该喝喝喝，为了一些不着4、6的事情，把自己气出来个好歹，真心不值当。看现在人也打了，话也说了，还能保持心境平和，多优雅，多美好。你说说，世界这么美好，你却这么暴躁，合适吗？张代和，你这个克夫老寡妇，一家子晦气玩意儿！回答我，你他妈的听不懂人话，能不能好好说话？
两家小孩子之间又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满打满算是3对3 PK， 都已经打出结果了，你王大妹跑过来嚷嚷个什么呢？不知道德，还以为你多占理呢。娘，你没事吧？老娘好得很，没事，都赶紧给老娘滚蛋！呼啦啦，一下子把身边的孝子贤孙都赶走。娘，你这没事吧？没伤到哪里吗？你那2个孙子还要不要上学？娘，大宝二宝是自己不想要读书的，这不是家里都知道的事情了吗？小孩子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看到赵元文依旧一点都没放在心里，戚红豆忍不住摇摇头。老大，娘有没有说过，其实你们兄弟几个，你是我手把手教的最多的，你几个弟弟其实都不如你，娘对你的期望是最多的。一直以为自己让老娘很失望，身为长子，既没有起到顶门立户的作用，也没能光耀门楣，一事无成。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老娘和自己这样推心置腹的谈话。娘，赵元文真的是被赵老太亲手养成现在这个愚孝的性格的。祁红豆不对过去多加评价，但是没道理让恶性循环继续下去。娘是想着大宝二宝整天在村里疯跑，还那么喜欢玩水，容易出危险，不如送去学校。你觉得呢？咱们家一家子种地的，其实也没什么，都是靠天吃饭，踏踏实实种地也没什么不好。不过娘想着让几个小的上学多认认字，以后要是能有大出息，你也能跟着享福啊。娘都一把年纪了，活一天少一天的人了，娘有你们兄弟几个，有你这么孝顺的儿子，其实真的哪天走了也没什么遗憾。娘，你先听娘说完。娘也是人老了就啰嗦，但是咱们娘2个不说假话，娘就是真的走了。你几个弟弟我都不担心，就是老幺，他有你们几个哥哥搭把手，也不用我操心什么。娘就是想着娘的老大辛苦了一辈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享享福呢。娘，我祁红豆能看出赵元文隐隐放光的激动神情，不过是几句话而已，但是对赵元文来说，这效果跟仙丹差不多，眼角已经有泪花溢出了。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咱们的目光也要放长远些，培养家里的几个孩子多认点字，没有坏处。就算不能出去当大官，不能成为城里人，但是起码不做睁眼瞎，以后也不容易被人骗，少吃点亏啊。孩子们能立住，不要你操心，享福的日子就来。万一有个特别出息的，就是娘看不到那天，等娘死了，你给你娘上坟的时候告诉娘，娘在下面也为我们老大高兴呢。祁红豆扮演着一个合格的操心老太太，拉着赵元文絮絮叨叨说了许多话。赵元文自认自己是兄弟几个当中最有孝心的那个弟弟们，没有他稳重，也没有他那么懂老娘的辛苦。眼前这个干瘪的脸上沟壑纵横的老太太，他记得他年轻的时候的样子，他记得自己的娘是整个村里最好看的娘，别的小孩的娘都没有他的娘好看。娘不是南省本地人，是北面逃荒过来的。漂亮的娘总是爱生气，因为爹不靠谱，所以经常发火，还会打他。但是等娘心情好了，又会抱着他哄，用手心抚摸他的脸颊。但是随着弟弟妹妹们越来越多，娘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肩头的担子，忙不完的农活，赵元文就再也享受不到从前娘对自己温柔宠爱了。娘刚才说了，兄弟姐妹中，娘对自己的期望是最多的那个。是啊，弟弟妹妹们是很多，但是在自己之后，娘越来也越忙，真的很少带弟弟妹妹，更别说哄了。就是老幺，生他的时候，娘的年纪已经很大了。生老幺真的是个意外，娘的精神头不好，对老们与其说是宠爱，不如说是纵容更多些。起码自己小的时候，娘还会有耐心拿着树枝教自己认字，但是老们可没有这样的待遇，只是自己的脑子笨，学习又没什么耐心，到现在一把年纪了，也只是勉强认识几个字。想到这里，赵元文就有些后悔，早知道娘喜欢有文化的孩子，就算自己学不出什么玩意儿，也应该让自己的儿子多努力。现在好了，差点连孙子都耽误了。娘，是儿子不懂事，让你操心了。娘的老大怎么会不懂事呢？只是你一直想着不要给家里添负担，所以才能省习惯了。娘当然不会怪你。行了，时候不早，你忙去吧。娘和你说的这些，你再好好想想。娘没有怪你的意思的。大宝二宝毕竟是你的孙子，你为他们多想想，他们长大懂事了肯定不会忘本的。赶紧把赵元文打发走，这饼画的自己都累死了，得回自己的系统里点一杯柠檬水喝下。穿上了新球鞋的赵爱民，感觉浑身的劲儿都能抖下来。去春山大队看他八姐也不嫌远了，腿着走了差不多3个小时，到了春山大队。小伙子，干啥来的呀？走亲戚，我来看我姐。哦，谁是你姐啊？这老头怎么没有眼力见？看不到我脚上这么气派的新球鞋吗？不是正经人能穿这个。要不是今天心情好，真要把老头对一顿呢。赵雪花，陈老二我姐夫。听到赵爱民报出赵雪花的名字，老头还想了一下是谁。等听到陈老二的时候，老头这才又重新打量了赵爱民一眼。往前面那个岔路左拐，弟家就是了。老头一边给赵爱民指路，一边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就这还亲弟弟，连自己姐夫家都不认得。赵爱民才不管老头用什么眼神看他，昂着脖子扛着头，晃里晃荡就去了，一声多谢都是没有的。快点，大麻将
快点快点，你不听话我就告诉爷爷打你。快点快点，马上到我玩了。滚蛋，不许欺负我妹。要死的害人精，你胆子大了是吧？还敢动手打你弟弟了。赵爱民这才看出来，那大一点的那个女娃是自己的外甥女，被他拽起来的应该是他八姐家的老二。今天猪草没割完就往家跑是吧？还敢打你弟弟，老娘今天非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哎呦，我的鞋子，感觉鞋子都弄脏了。见鬼了，青天白日的，家里来土匪了，这男人哪里冒出来的？你谁啊？跑到我们家来管闲事？来人啊！不出3分钟，屋后头有个扛着锄头的老头跑了出来。爷爷，有人打我和我娘。小舅舅，你是小舅舅。原来是亲戚啊，你是来替他舅舅。对，原来是赵雪花家里的兄弟杀人了，赵雪花的兄弟杀人了，你外甥女打我儿子，你进门就踹人，你们一家子杀人犯，害人精。魏先知平时顶看不起自己二嫂赵雪花，知道她在娘家那头关系一般，欺负她没有倚仗，就越发喜欢作践赵雪花和她的孩子。哪里有上门走亲戚，进来就打人的？亲家，我来看看我姐姐，中秋节都不让我姐回家一趟，你们家这是有什么大事啊？这么忙？陈老拐3儿1女，老伴几年前就不在了，他和3个儿子住在一起。赵雪花嫁的就是陈老二陈树林，偏偏陈树林还是个老好人，赵雪花嫁到老陈家，可想而知没少吃苦。地里农活忙，前阵子挖水渠，咱们大队的劳动力都去了，给加工分，你姐哪里有时间回去？我说亲家小舅子，不能因为这个事情你就上门把祭祖他娘给打了吧？话不是这么说的，亲家，我哪里知道这是亲戚呢？这不是打过来一看，正好看到他打我外甥女脑袋吗？你自己看看他这么大个人，这一巴掌下去，我外甥女的脑袋给打坏了，可怎么办？这叫什么话？感情你还真的是见义勇为来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来了一个兄弟吗？一家子都在这里，难道还能怕了你？什么玩意儿？跑到我们青山大队逞能？陈来弟，你这个小贱蹄子，你以为你今天这顿打能跑得了吗？要祖，去叫人！你跟一个良民说我要喊人来揍你，良民要么跪地求饶，要么立马跑路走人。但是你要是跟个混不吝的二流子叫人，好歹也是亲戚上门，你们老陈家就这么横是不是？怎么今天要打死我？当我老赵家人死光了？老赵家还真不是省油的灯，起码他媳妇儿的那老娘就不是个好惹的。耀祖，误会都是误会，不是亲家小舅子进门喝口水，咱们坐下说吧。爹，真要是踹了半死不活的，你还能有力气在这里嚎丧？先把人弄进家里，看看到底是为什么来的再说。最后到底是把赵爱民请进门了，因为顾忌着公公的交代，且忍了下来。魏先知当然不是自认倒霉才认了这一跤。要说老赵家是老太太把着的，老陈家就是陈老拐把着的，指不定赵雪花这个兄弟要在老头那里吃个大亏呢。这时候也不管肚子上的疼了，先去厨房把看得见能吃的东西都给藏了起来。今天中午也不用做饭了，就水煮野菜吃点得了。春燕，你这手帕好漂亮啊！还好吧，这条也就一般，不过拿出来用倒是不可惜。话里听着好像这么漂亮的小东西在他那里不知当什么，还有很多一样。真好看还一般啊，这么漂亮的手帕你哪里来的啊？别人给的。刘春燕那个手帕怎么和赵玉叶跟自己描述的那个那么像？只是小平不知道赵玉叶丢了手帕，也没见过那手帕，所以就算心里有些困惑，但是也没去细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女孩嫁到夫家本以为苦尽甘来，没想到却饱受摧残，不仅不给饭吃，还要帮忙挣工分，连自己的儿女都被欺负。身为女孩母亲的赵老太得知后，决定上门收拾收拾婆家人。老陈家那个老头，嘿，真不是个东西。娘，你是不知道啊，我今天去的时候还没进门就看见。能把赵爱民气成这样，可见老八赵雪花的婆家比他预计的还要糟糕了。老不死的真不是个东西，这就是故意虐待，不然为什么同样是儿媳妇儿，另外2个就不用去，可敬八姐一个人霍霍。赵爱民就算再混不吝，但是看到自家八姐这惨兮兮的样子，心里也是不好受的。看到姐姐的妯娌欺负自己外甥女的时候，他就觉得八姐在老陈家的处境不好，但是没想到居然这么差劲。更可恨的是，老陈家3儿媳妇魏先知只端上来了一盆水煮野菜，不说赵爱民最近1个月家里的伙食了，就是以前老赵家也没有在午饭的时候这么糊弄事儿的。这要不是欺负人，什么是欺负人？什么玩意儿，这么糟践我妹妹？明天家里派个人跟我一起去看看雪花。娘，我跟你一起去。娘，我去。娘，
就带着老五去更有保障些，起码打架不带怂的。其他人也都看着祁红豆，就等着他点兵点将。明天数10个鸡蛋，捉1只鸡带着，老七家的和我一起去吧。青山大队可不近，祁红豆和蔡文丽天没亮就出发，他手里提着个篮子，蔡文丽背着装了老母鸡和干粮的箩筐，算是他们自带口粮上门走亲戚。祁红豆还在猫猫裁缝铺赵雪花做了2身粗布衣裳，另外揣了1包果糖、2斤小米。老婆婆真舍得啊，那1只老母鸡可肥了，婆婆说带走就带走了。还有老婆婆手里提着的篮子，不知道还装了啥呢？到底是自己肚子里面掉下的一块肉啊！昨天小叔子描述的情形，自己听的都不落忍。何况老婆婆了，赵雪花这个小姑子的最大印象就是人有点憨，不能说完全没心眼，只能说碰上那些心眼坏的就容易吃亏。只是再漂亮的姑娘嫁了人，日夜操劳几年下来，也难免憔悴。只是蔡文丽实在想不出赵雪花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大。等见到了小姑子本人之后，蔡文丽受到的惊吓不比赵爱民的轻。雪花，这可不仅仅像是克扣了伙食导致的，人立在自己跟前，感觉好像没了灵魂。这狗屁的八女婿，怎么一句话也不说？亲家母怎么来了？真是稀客。赵雪花做梦都没想到亲娘会来看自己。雪花，到娘跟前来，让娘好好看看。两人之间不过就几步路，等走到祁红豆跟前的时候，眼前已经模糊一片了。搞这一出是给谁看呢？咋了？就来这2趟，以后日子不过了。昨天才来跟娘家兄弟，今天亲家母都找上门了。我说你们老赵家这是干什么啊？要是真想女儿，干脆你们把我二嫂接回去好了。吊梢眉，高颧骨，薄嘴唇，眼神飘忽不定，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听听这话，简直和狗叫没区别。我们要是不来，你们把人搓磨死了，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来？你又是哪根葱？老陈家的人都没开口，你跳出来算个什么玩意儿？听说昨天要不是我小叔子来得及时，你就要照着我们家来地的脑袋打，是不是？你说说，你这人心咋这么黑啊？欺负一个孩子，还照着脑袋招呼，你是人吗？蔡文丽的喷人的水平比赵爱民还要高，起码赵爱民没有蔡文丽吵架这么会抓人痛点。我小姑子以前多水灵的一个人，你瞧瞧在你们老陈家过成什么样了？呸，不要脸，上门打秋风就打秋风，还好意思给自己戴高帽子？不就是昨天你们家赵爱民上门打秋风没打着吗？今天还敢换人再来一趟，真是厚脸皮。呸！瞎了你的狗眼，还上你们家打秋风？有谁家是带着老母鸡上门打秋风的？你们老陈家这3瓜2枣饿死人的阵势，还值得人上门打秋风？真是让人笑掉大牙。蔡文丽嘲讽技能全开，坐在主位上的陈老拐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亲家母都是误会，说起来2家也不是外人，这么闹事干啥呢？老二，扶着你丈母娘坐下。呵呵，亲家说是误会，肯定就是误会。这才对嘛，这才是正儿八经沟通的态度。那个亲家小舅子和这个亲家儿媳妇一开口，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嗓门大算是怎么一回事啊？自己现在是不是可以拿捏一下眼前这个老太太呢？咱们庄稼人现在吃不饱饭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情，我们老陈家是什么情况？大妹子，我不怕你笑话，咱们家确实不是那富裕人家，不过吃不饱饭的也不是个别人。昨天亲家小舅子来，我就说了，真不是偏心谁，故意让谁饿肚子。陈老拐开口之后，发现祁红豆没有打断他施法的意思，于是也就越发滔滔不绝，话里话外都是赵爱民小题大做，故意惹事。这年头用嘴放屁的人不多见，陈老拐算是头一个。亲家说的都是实在话，的确没有把我们当外人。不过既然都是亲戚，早知道家里这么困难，你看你也该让人知会一声。依咱们2家的关系，还能不帮衬一把吗？别的不说，就是这次中秋让雪花回去一趟，带个信儿，也能省了这些误会，不是？陈老拐压根不相信祁红豆嘴里帮衬一把的话，大家都是泥腿子，老赵家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谁家口粮都紧吧，怎么能要亲家你帮忙呢？再说了，我们老陈家还没到饿死人揭不开锅的时候。哦，这么说，我姑娘这不是饿的？亲家母来都来了，吃顿饭再走吧。自己刚才骂的还是太含蓄了，这什么不要脸的亲家啊，还赶着人走的，就是村里邻居串门还有3分面子情呢。这个老头子倒好，嘴上说一套，实际上却是另一套。饭我就不吃你们老陈家的了，都说了2家是亲戚，怎么能让你们家吃亏呢？我来看我姑娘，当然是带着粮食来的。亲家，饭我就不吃了，用下你们家厨房不要紧吧？陈老拐看着蔡文丽手里的大肥母鸡，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刚才蔡文丽说的时候，他当然也听见了，可是心里面不相信啊。就这个亲家老太太，
还能舍得看女儿提一只鸡回来？难道今天这个老太太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不是因为二儿媳妇儿中秋没有提东西回娘家，所以故意找事情吗？亲家，这厨房的柴火就不用给你补了吧，毕竟咱们两家也是亲戚。放心，我这个媳妇手脚麻利，做顿饭也不耽误你们多少功夫。瞧亲家母说的，不就是用个厨房吗？咱们两家谁跟谁啊？随便用，不就是一只老母鸡吗？这老母鸡是在老陈家杀的，也是在老陈家厨房做的，没道理我们老陈家的人吃不上，对吧？在这个柴米油盐都金贵的年代，女人却在厨房做土豆炖鸡，并且往锅里使劲倒油盐。原来女人用的是别人的厨房，可一旁孩子都馋哭了。然而女人觉得给他们闻一闻都亏得慌。干别的事情我喜欢摸鱼，但是难得有个做大菜的机会，我得打12万分的小心，不敢糟蹋了老母鸡。反正小姑子和几个孩子都是老陈家的人，看小姑子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以前吃肯定是吃不好的，又不是天天躲着不下的人，凭什么不吃白白便宜了老陈家其他人？要不是老陈家搓磨小姑子，婆婆也不会想到提着一只老母鸡过来，还这么肥，自己都舍不得吃呢。在这锅菜由她亲手盛出来，端到自己婆婆跟前。她要是离开灶台一步，她就不是蔡文丽。厨房这里是老母鸡保卫战，而那头的屋子里，赵雪花早已经把2只眼睛哭红成兔子眼睛。每次我和嫂子弟妹拌嘴，甚至连大丫他们几个和耀祖他们吵架打架，树林从来都只会怪我们一次，哪怕是一次站在自己和孩子这边的都没有。自己跟着陈树林吃糠咽菜挖屎去挑担子都不抱怨，吃苦受累是自己的命，可凭什么一样都是老陈家的孩子，我的孩子却要低人一等呢？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够对别人的事情万分上心，把别人的孩子看得比自己的孩子还要重要。赵雪花就这样伏在祁红豆的膝头，说完这一切之后，她没有吐出心底黑泥的痛快，只有无限的迷茫。她那么努力的干活，那么拼命的做事，为什么还会把日子过成这样呢？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小女儿赵雪花今年才30岁，发间却多了几根银白的发丝。这不是你的错，娘说现在这一摊子狗屁倒灶的事情不是你的错，都是老陈家一帮混账玩意儿。娘今天来就是告诉你，个人有个人的活法，咱们老赵家不差你这一口饭，你想什么时候回家都可以回。你娘再怎么没用，也没道理把养这么大的女儿给这些王八蛋欺负。赵雪花感受着柔软的手帕擦拭着自己的脸庞，不明白娘怎么会和她说这些。我怎么可能没有错呢？明明嫂子弟妹公公甚至自己的男人，天天都在自己耳边念叨着是自己的错啊。别说赵雪花只是个没什么阅历心计的农家姑娘了，就是放在后世社会里985、211的高知分子，一样免不了被各种 PUA， 恨不得让他们当牛马，而绝大部分人都难以察觉，就算觉醒了，也难以逃离当下的困境。赵雪花现在这个反应，她并不意外。赵老太已经想好了怎么收拾老陈家了。我说雪花她嫂子，你这锅要用到什么时候？这不是耽误我们家吃饭吗？你看你菜都做好了，咋还不端出来呢？是不是找不到碗啊？我来帮你盛。干啥呢？干啥呢？你们老陈家是不是都跟你一样没脸没皮啊？不就是借你们家厨房用一下，你们还把锅里的肉算成自己的了，真有意思。这年头谁家的肉不金贵？你想吃就有的吃啊！真想吃肉，你们家这不是也养只鸡，自己逮一只去啊！你还想打人？爹、老三、二哥，饭菜都做好了，也就别占着人家的锅了，盛出来吧。魏先知眼睁睁看着祁红豆和蔡文丽这对婆媳把锅里的土豆炖鸡盛了个干干净净。更绝的是，蔡文丽就着土豆炖鸡的锅又添了一瓢水，把锅里面最后的一点油腥当成汤给端走了。这个举动，别说老陈家的人了，就是祁红豆都想要给蔡文丽竖个大拇指。蔡文丽脑子比较灵活，但是没想到这个儿媳妇居然还真他娘的是个人才。蔡文丽干得漂亮！哎呦，耽误你们做饭了。亲家，你看这事儿闹的，这不误会了吗？我说亲家，你们这么实在的人家，怎么说也不能尝我这老太婆给女儿补身体的肉吧？这个是孩子他婶子吧？别说大娘小气，实在是我们家没你们老陈家富裕，就这一只鸡，肉也不多，得紧着我女儿和外孙呢。亲家，实在不行，我给你捡2块鸡肉，再把我的口粮给你，行不行？真是好讲道理、好脾气的一个老太太呢。祁红豆看着陈老拐，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脸吃。不了，亲家母客气了。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太这么抠门，居然真的一口肉不给吃，那么一大盆的肉也不怕撑死。二弟，你几个侄子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咱们家许久没吃上过肉了，你看你能不能在你丈母娘那里端一碗肉来给孩子吃？我不吃不要紧，你大哥的孩子，你是他们的叔叔，好歹帮衬着一点光宗。二叔，我想吃肉。二叔，我也想要吃肉。肉，我要吃肉。家里做了肉，爹和侄子们没吃到，但是这肉跟自己又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丈母娘从家里大老远带过来的。这个时候开口，
好像也不太合适。陈老拐看着这一幕，也不觉得有哪里不对。不管怎么说，孩子们总得吃上一口肉吧。要死我！用了我们家这么多油，要祖去吃肉。统一战线后，明确目的，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去找祁红豆要肉吃去了。亲家，这是干啥？爷爷，这个臭老太婆不给我肉吃，就是凭什么那几个贱丫头可以吃肉，我们不可以？肉，我要吃肉。亲家，你要是早说家里揭不开锅，孩子馋肉，咋说？我就是从我这个老太婆的牙缝里面省，也能给你们老陈家多带一只鸡过来。昨天我家幺儿来了回去之后，说他第一眼差点没认出来他八姐。你们老陈家这么一大家子，属我姑娘最瘦。我老赵家是人多，负担重，忙起来顾不上外嫁的姑娘。但雪花是我肚子里面掉下来的一块肉啊！我听到这些，心如刀绞，夜里怎么睡觉都闭不上眼睛。所以我这才寻思着点干粮和肉，天不亮就赶着过来了。我这小闺女多老实我最清楚，每次回娘家没有说过你们老陈家一句不是。结果我来这一看，你们老陈家这一大家子有吃有笑，我几个外孙就跟猫崽子似的，我这闺女看着跟去了半条命一样。谁家当娘的看到孩子这样不心疼啊？我就想着我来趟给我闺女和外孙吃点好的，结果你们这家子跟饿狼一样，上来就要抢啊，把我外孙都吓哭了。早先问亲家要不要给你们留，你说不要，现在这样又是干什么呢？我闺女嫁的是不近，但是我们老赵家给闺女撑腰不怕远，你们不是要吃吗？这碗肉够不够？祁红豆碗里全是土豆，只有上面放着2块肉，看着很满的样子，外人看不出来。这么一碗肉一亮相，绝对是构成一。哎呦，这陈老二的丈母娘说的才是真的，感情是人家老太太给闺女和外孙带来的肉啊。赵雪花在老陈家什么处境？周围邻居有目共睹，侄子再好，到底不是亲生的，村民们是绝对相信的。光宗耀祖这对堂兄弟性子就很野，平时就没少干这种厚着脸皮去人家蹭吃蹭喝，不给就哭就闹就打滚的事情。只是这老太太看着也可怜啊，好不容易给自己女儿外孙带点肉吃，还要被老陈家盯着。赵老太提着一只老母鸡去看望女儿，结果自己却吃了大半只鸡，临走时还从婆家提走了2只鸡，让本不富裕的老陈家雪上加霜。我老太婆虽然也没几年活头了，但是我也不怕你们老陈家，我只要还能喘气，就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把我闺女遭贱死。你胡说八道什么？嚯，没看出来啊，老陈家心这么狠呢，看把老太太给吓的，刚才不是被陈老拐他们给威胁了吧？对，老太太也是心疼女儿豁出去了啊。今天陈老拐要是敢动婆婆一根手指头，明年今天就是陈老拐的忌日了。我这小姑子嫁到你们老陈家前，那么水灵的一个人，你们看看现在人是啥样子。我们家雪花嫁到你们老陈家10多年，生儿育女，操持家里，她是肯干，你们不念着她一句好就算了，还可着我小姑子一个人欺负。今天这还是我们娘家人来了，你们都这样，平时还不知道这么糟践人呢，可怜了我们雪花这么老实漂亮的姑娘哦。祁红豆和蔡文丽相扶流泪，赵雪花也上前扶着自己亲娘，3个女人凄凄惨惨哭诉的画面，一下子把人拉进了旧社会恶霸欺负良民的场景。老太婆，你玩阴的！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让老陈家有话说不出，更是为了让赵雪花着想，不把老陈家扒下来一层皮，她就不是祁红豆。只要今天这一闹，和在老陈家的头上蹦迪没区别。人家老太太可没有瞎说八道，不就是你们老陈家苛待儿媳妇儿，糟践孙女吗？以前赵雪花没人撑腰，大家不好出这个头，今天人家亲娘都来了，这还有啥不能说的？祁红豆现在的体力和精神头可不是一般老头老太太能比的，她这属于是充电5分钟，带电5小时，一整个超长待机。娘的雪花咋就摊上这么吃人不吐骨头的一家子啊？可怜我婆婆这疼女儿的心哦，你们老陈家还有没有人性啊？你们是害了我小姑子不够，还要害我婆婆啊！这对婆媳在今天贡献了青山大队年度的最佳表演奖，生生让老陈家扬丽回民。本来只是传老陈家磕的儿媳妇儿，几日后传着传着就变成了老陈家逼死了儿媳妇儿和亲家母，把人娘家嫂子逼的嗓子都哭哑了。最后祁红豆带着1只鸡来吃了，末了还提走了老陈家2只鸡走。人年纪大了，一下子受这么大的刺激，身体哪里受得住？可不得好好补补。完了，全完了，老陈家的名声全完了。爷爷，我要吃肉，吃肉。吃什么吃？今天这个夜晚，老陈家注定不太平。赵雪花拆开祁红豆留给她的包袱，2件崭新的没有补丁的粗布衣裳，2斤小米，还有1包糖和1块手帕。那手帕是祁红豆今天给她擦眼泪的手帕。妙龄少女意外穿越成极品赵老太，还明抢了别人家的2只鸡，隔天中午就炖了，喜得家里一群大人孩子脸上止不住的笑。还是别人家的鸡吃起来香呀，我算是服了娘。娘昨天的光辉战绩，
不得不佩服老娘了，一哭二闹三上吊，娘是一样没落下。陈老拐也是和老娘的打交道少了，不然从娘进门开始就应该老老实实装孙子了。就是巴结儿女心重，真要娘领着他回来，估计他也是没办法割舍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自己能立住才算是真的站起头。雪花要是能经过这一茬，自己明白过来也不算迟。奶，我爹要打死我三哥。谁？赵元武和赵卫国？是的，没错，红旗大队的牛丢了，而被赵元武打的赵卫国就是弄丢了牛的人。问题是赵卫国不是管放牛的人啊，耕牛金贵都是有人专门负责照顾的，也是个轻松的活计。这么好的活儿可轮不到赵卫国头上，这小子怎么牵扯进去了？首先，牛的确不是赵卫国负责的；其次，牛是真丢了。最后，丢了牛的这个罪名也是赵卫国亲口认下的。原本负责放牛的是老刘家的刘老大刘国产，也就是刘春燕的大哥。怎么就给孩子打成这样？不对，现在重点不是这个牛啊，大队的宝贝牛去哪里了啊？爹，别打三哥了，这牛丢了怎么也算不到三哥头上啊。老五大队长顾不上处理老赵家和老刘家的人，赶紧招呼着其他村民去找牛。赵玉叶都抹着眼泪跟着去找牛了。要是牛真的找不回来了，赵卫国还是死扛着把这丢牛的罪名认下。不敢想家里是怎么一副天翻地覆的场景。这个年代一头牛算是比较贵重的，先去找牛吧，这可是集体财产，弄丢了牛可不是一个人扛着就能完事儿的。把这父子两个赶走去找牛，祁红豆转头看向旁边的刘春燕，一眼就瞄到了他抓在手里擦眼泪的手帕。这东西很眼熟啊。早知道你是个死心眼，我就不应该帮你保守秘密。你说你是不是傻？真喝了老刘家那个丫头片子的迷魂汤了？今天要是找不到牛，我看你回去怎么交代。赵爱民一边走一边发泄怒气，结果前面的赵卫国却连头都没回一下。五哥这是要把自己亲儿子抽死啊！大侄子更是个狠人，都这样了还不服软呢？要是换成自己……幸好自己从没见过亲爹，也好在娘疼自己，从没打过自己。就五哥那个手劲儿，一巴掌下去，我感觉自己能在床上躺1个月。不过大侄子这事儿干的确实属于脑子进水。这会儿没别人，你告诉小叔，老刘家那个丫头究竟咋个回事？还有刘国产人呢？他放牛把牛丢了，关你什么事情？赵爱民致力于在赵卫国的嘴里挖出真相。赵卫国的嘴巴比蚌壳闭的都紧，赵爱民毫无收获。牛找到了，牛找到了。牛是找到了，但是今天这闹了一出，动员了全大队，浪费了这么多人力，责任还是要划分明确的。刘国产，你解释一下，该你放牛的时候，你哪里去了？我拉肚子没办法，临时让我妹看一下，哪里知道她这么没用，放牛把牛都放跑了。不管是他们兄妹两个的谁弄丢了牛，责任不都在老刘家吗？这刘家兄妹真是不和谐到一定境界了。不过刘国产这话一说出来，赵卫国的责任判定可能就减少了起码50%。天降助攻，来自对面。刘春燕既然临时负责放牛了，怎么把牛弄丢了？大队长和书记都在呢，没到你讲话。你也消停点，事情都还没断完呢，打自家孩子这么积极干什么？儿子不省心，不打难道留着过年？其实现在牛已经找回来了，没什么大事，我们这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你放心说吧。要是说不清楚，放牛的活你们老刘家也别干了，都给我去调粪。大队长，我不是故意弄丢了牛的，是因为当时赵玉叶在刘春燕的解释中，弄丢了牛的这件事，既不怪刘国产，也怪不到他头上，全都是因为赵玉叶。小平遇到赵玉叶的时候，想起了这件事，就和赵玉叶提了一嘴。别人不清楚，难道赵玉叶还不清楚吗？刘春燕手里能有什么拿得出的好东西，就直奔刘春燕而去。捉贼拿赃，赵玉叶当场爆炸，两人大战一场，赵玉叶惜败，最后他准备回家告状，把东西拿回来。然后就这个时间差，赵玉叶前脚走，后脚赵卫国就路过了。此时惊觉牛不见了的刘春燕，在脊背发凉的同时，一眼锁定了朝着他走来的背锅侠。然后在刘春燕的嘴里，牛之所以丢，就变成了是赵玉叶故意使坏，因为想要他的手帕没成，又吵又闹，趁着他不注意，还把牛吓跑了。很好，现在大概能明白为什么赵卫国会主动出来背锅了。导火索是刘春燕毫不掩饰，并且大张旗鼓使用的那块手帕。要不叫你家玉叶过来一趟？玉叶那傻丫头着急找牛，跌了好大一跤，这会下地多不方便，不用叫她来了，我有话问问春燕，行不？老伙计就这么痛快让老太太发挥？你不懂，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老太太，这里头谁很深啊？你刚才说我们家玉叶是冲着你的手帕来的，也就是说这手帕就是你自己的？这手帕是我的。能说说这手帕哪里来的吗？别人送的。确定？确定，这就是我的东西。
总不能在我手里拿着的东西就变成你的吧？这老太太别不是年纪大了，脑子坏了吧？春燕丫头要是不说，其实本来我想着一张手帕，我们家玉叶丢了也就丢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没有必要闹得这么难看。但是没想到啊，这小丫头平时看着挺不错的，嘴里没一句实话。极品赵老太要升级成村霸了，前2天刚刚欺负了别家老太太，今日又当着大队长的面欺负人家孙女。春燕丫头要是不说，其实本来我想着一张手帕，我们家玉叶丢了也就丢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没有必要闹得这么难看。但是没想到啊，这小丫头平时看着挺不错的，嘴里没一句实话。不是，这话题好像歪了吧？说到哪儿了就？艾明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春燕丫头说东西是她的，按理来说我老太婆也没摸过，是不是？大队长，你拿着手帕看一下边角，有一个角上面隐隐绣了个赵字，这手帕是我们家的。疯了吧？谁家好人会在这么点大的小手帕上绣字啊？这小手帕是早些时候我大姑娘在县城里带回来的，我一直没舍得用，后来拿出来分给了几个儿媳妇。玉叶拿着的帕子是她娘那个。很显然，关于手帕来源，祁红豆有理有据的描述更合理一些。大队书记也在这个时候捏着手帕的一角，找到了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赵字。还真有，你看，在这里。不得不服，这老太太真是个人才，怎么想得出的，居然还在这上头这么下功夫。想想这个老太太从前的丰功伟绩，倒是不太奇怪，会给手帕做记号。赵玉叶坑我，为什么有记号？来找自己要的时候不说。祁红豆上辈子的习惯是，开学领了新课本，第一件事就是包书皮写名字做记号，自己的衣服鞋子包括水杯，处处都有他精心准备的标记。别问为什么，问就是中二，问就是爱好。谁让这些手帕是猫猫裁缝铺出品呢？谁让这些手帕是自己的定制款呢？发给赵家人的都是有记号的，在镇上交换的手帕很显然不可能流回红旗大队，所以这东西100%就是自己做了记号的其中之一。证据的铁锤威力巨大，事实胜于雄辩。刘春燕因为这块手帕，直接导致他说的话都没有了参考价值。既然是你的东西，为什么会有我家的记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啊，是不是你偷了人家东西，被找上门，光顾着吵架忘了放牛？现在你想说什么？说吧。真要是到了这个份上，赵卫国这傻子还要冲上去抢着背锅，就只能让赵元武把他腿打断。卫国哥。刘春燕眼含期盼地看着赵卫国，算看出来赵卫国和刘春燕之间不一般了。男大不中，留就算了，这大孙子看人的眼光实在是不怎么样。别的不说，就老赵家和老刘家这两家的势同水火的关系，这两人成的可能性也不大。不过谁还没有个青春懵懂、小鹿乱撞的时候呢？娘，回头我一定好好教训卫国，他下次肯定不敢了。都这么大的人了，气性怎么还这么大？真正犯了错的又不是咱们家孩子，你那么打卫国，打死打残了，难道你就能开心了？娘，今天这事要不是卫国糊涂，卫国没啥心眼子，娘知道这点，卫国像你。没有想到娘此时的态度居然如此平和，本以为娘会把我们骂得狗血淋头的，教训卫国一顿也是在所难免的。赵元武很痛恨孩子干出这样害人害己的事情，下手的时候毫不留情。要不是祁红豆让人把赵元武拉开，赵卫国真的要起码1个月不能下床。孩子不听话，打2下出气，除非你想扔了不要就往死里打。再说你们气，对自己身子也不好，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难道还以为能和小伙子那样，等秋收忙完了，他要是想成家，就找人给他相看。刘春燕是进不了老赵家的门的，娶个脚家精回来，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赵卫国本人的话，回头再找他算账。祁红豆的主要目的是和赵元武传达，他们因为这件事给武房记黑账，何况打伤了自己儿子，不仅得不偿失，还叫人看笑话。娘，这件事真的就能这么算了？与其让老娘生气，还不如把那个不孝子打断腿。我要赵卫国一条腿干什么？你媳妇和玉叶都担惊受怕1天了，你在掺和，想把他们吓死。卫国的事情，回头我会亲自问他的，你就别跟着着急上火了，也不知道保养自己的身体，气坏了还不是自己受罪。行了，你也回去洗洗，早点睡。祁红豆没有和赵元武长篇大论，他只是确定了赵元武不会回屋之后再大发雷霆，就把这一茬接过了。娘，开门啊！我是爱民。这小兔崽子，你最好有要紧事。娘，我有个好东西给你看。赵爱民能有什么好东西？你最好能给我说出个1、2、3了，不然狗头敲爆。娘，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古董啊？能不能换钱啊？起码能换个7、8块吧。虽然没见过世面，但是自己捡了个这么好的玉，这玩意儿怎么的也得值个7、8块吧。祁红豆懂个锤子玉，她上辈子又不是住在城堡里面的小公主。娘，你说这玉长得真奇怪，
是不是龙啊？祁红豆拿着手里奇形怪状的玉环，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之后，表情逐渐古怪起来，看起来又像蛇又像泥鳅的，但是这玩意儿统一盖章就是龙。东西哪里来的？山上捡的。东西真假先不论，赵爱民怎么会想到把东西拿给自己的？这都不没收，简直是对不起自己。这东西娘给你先藏好，改明去镇上看能不能找个靠谱的人给看看。要是真的，说不定真能卖个7、8块、10块也不是没有可能。真的，我还煮的呢。行了，这么晚了，你先回吧。放心，东西娘肯定给你保管好。就算是这东西真的值钱，那也是很久以后了。现在敢倒腾这些的，不是背景硬的，就是不怕死。祁红豆失心疯了，才会去想着交易这个。00后少女意外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本以为可以享清福，不成想却要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不仅要让一家人和睦，还要担心孙子孙女上学问题，如今还要开导恋爱脑孙子，纯情过头了大孙子。唉，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块的？我们没有在一起。没在一起还这么心甘情愿的，又是背锅又是给钱的，真爱啊！这爱的也太上头了吧？那你给钱给人家，纯乐于助人啊。春燕她有困难，我想帮帮她。对赵卫国来说，喜欢刘春燕是真的，但是相对刘春燕的复杂算计，赵卫国的目的更为单一一些。喜欢一个人最直白的表现，不就是就见不得对方委屈吗？行了，这是真的爱上头了。钱哪里来的？跟人和火山上打猎赚的。你这么8心8肝的凑上去，怎么着？是打算娶回来过日子？人家能愿意吗？你不是说你们还没在一块吗？我没有想到那么远，只是想着能帮春燕一点，让她开心就好了。祁红豆忍不住想要掐人中，和赵卫国的纯爱比起来，自己这话是多势利啊！这么大个人了，既然都晓得春心萌动了，怎么就不知道往后多想一想呢？打吗？你爹也打过了，你这还病了一场。你娘在厨房给你煎药，一边守着炉子一边掉眼泪。你觉得你自己抢着认罪的这事儿办得错没错？奶，我错了。知道错了，你后悔吗？奶。你也到了要说亲的年纪了，奶说实话，你要是真铁了心要娶刘春燕，其实谁都拦不了你，能成那也是你的本事。但你跟人家没名没分的凑合在一起，就算照刘春燕说的，那20块彩礼钱是她嫂子收的，嫂子花的，你愿意帮她出这个钱？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转头她要嫁给另一个，你咋办？奶，你说了，能成是我的本事，不能成，她嫁给谁都是她的自由。祁红豆抬眸看了一眼赵卫国，说了这么半天，就这句话还算是有点担当，像个男人。不过你以为到时候就是成和不成的事情，好了就在一块，圆圆满满，不好就分开，各自欢喜，太天真了。你就没想过，因为你名不正言不顺，到时候你对人家的好，最后都变成把柄。万一刘春燕以后日子里有什么不顺的，就算她不说，难道她家里人不会找你麻烦，说你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会不会找你算账？赵卫国又傻眼了，他仅知道丢牛那件事他错了，也反省了，但是怎么到他奶这里说的话，全都不在他预料之中啊！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笨死的。那老刘家一家子是什么人？王大妹那是手里过个鸡蛋都要轻3分的人，让他知道赵卫国对自己孙女这么死心塌地，上赶着送钱，人家能不敲竹杠？赵卫国也不是真蠢，他只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没经历过，所以下意识的把一切都想得很简单。祁红豆弄了一大包棉花，准备去镇子上找郑老头，按照约定弹棉花，30斤可不轻。而且弹棉花被子，祁红豆也不打算瞒着老赵家的其他人，就点了赵元武背着放在箩筐里的棉花包，一起去找了老郑头。我看你媳妇儿给你做的布鞋也好了，回头你试了，穿的合适，娘想办法再去弄点料子，给你们一人再做双鞋子。娘，我的鞋够穿了。跟娘你还来这些？你有几双鞋？我不知道，好鞋养脚呢，别舍不得穿。娘知道你踏实肯干，有好东西给家里人，你是100个舍的，但是到你自己，你就能省就省了。娘，我都这么大了，穿好鞋也是浪费。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只有一个屋檐下和他已经相处了这么天的祁红豆听出了他语气里微不可察的羞涩，落在他身旁这个铁塔一样的糙汉身上还挺有反差萌的。再大了，在娘眼里也是孩子。果然赵元武不说话了，话题一转，祁红豆再次说到了赵卫国，只是对赵元武来说不知道怎么样保护，不知道要怎样教育，于是只能打。可是打了，事情还是摆在那里没有解决。祁红豆就借着这个机会把他和赵卫国了解的情况和赵元武说了。这个混账，要是赵卫国这会儿在他跟前，起码又得挨一脚。你想把他打一顿，打完之后呢，闹开了，要不要去老刘家把钱要回来？怎么个要法？要是老刘家反咬一口，到时候给魏国安个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咋办？毕竟是当爹的，心疼还是心疼儿子的。不过说1000到1万，人叫人，千难万难，不如是教人，一次就会。不好了，老刘家的丫头跳河了。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是说老刘家逼得春燕嫁人，要了人家好大一笔彩礼钱，春燕不愿意嫁，憋急了就跳河了。
说的是谁家？好，赖子，老刘家的心够狠的啊，好歹也是亲孙女。刘春燕也是被老刘家逼急了，干脆破釜沉舟。然后现在很显然，效果斐然，整个红旗大队都在这个时候盯着老刘家。还跳河？家里把你养这么大，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穿，好好的给你说个人家，你不愿意就跳河，威胁谁呢？不知好歹的东西！什么时候婚姻大事轮到她这个小丫头片子自己说了算了？王大妹听着孙媳妇儿的话，心里万分同意。本来婚姻大事，父母之言，媒妁之命，从古至今也没见谁家姑娘能自己说了算的。更重要的是，刘春燕这么一闹，赖子家已经知道。你放心，春燕这死丫头不懂事，我们答应你的亲事肯定不会变，日子你挑，我保证让她听话过门。想得美，你小姑子都被人看了身子，白送俺都不要。你们家收了我10块，现在刘春燕给人白看了身子，俺不要了，还钱退气。本来好端端的喜事，给你们家弄成这样，你们老刘家必须赔偿我10块钱，一共20，拿钱。赖子一口一个刘春燕已经没了清白，给本来就已经议论纷纷的村民们更加火上添油。可王大妹怎么可能会还钱？钱都给乖孙看病用了，狮子大开口还要赔偿，张口就要20块。说好的亲事，你咋能说退就退？还钱不可能！你们老刘家想要耍赖是不是？就这么一个破烂货，谁稀得要？人群里正被赖子追着要钱的刘大嫂急了，一个眼神扫过去，瞥见祁红豆，一个猛冲来到了祁红豆跟前。喂，你们家魏国还要不要刘春燕？要的话拿20块来，不30块，立马就送到你们家去，以后她就是你们家的人了。家人为了10块钱巨资，竟要把女儿许配给村里的无赖，谁知女孩不愿意，选择轻生来换取同情。村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不知道的已经没几个了。感觉像是被一条恶急眼的老鼠给盯上了，不见得能一下子踩死，主打一个恶心人。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家小姑子跳了河，也不能随便抓个人做冤大头吧？我说老太太，你要是不明白，可以问问你孙子啊，毕竟他和我们家春燕的关系可不一般。你放屁！我和谁都没关系，彩礼钱你们收的，你们花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村里谁家好人会把姑娘嫁给赖子这样的人？我不愿意，有什么错？刘春燕的嗓子都是哑的，但是喊出的声音比刘大嫂还要大。这个时候，赵卫国要是上赶着帮刘春燕出头，只会起反作用。赖子要钱不要人，赵卫国好歹有个当工人的娘，要是春燕和卫国真有什么，给他们2个凑快，彩礼钱还不是你要多少就有多少。隔得有点远，祁红豆没听见葛翠芝对王大妹说了什么，但是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不是什么好话。我听明白了，你们老刘家这不是嫁闺女，是买闺女吧？怎么一个不成就又盯上一个，看上我们家卫国了？咱们红旗大队什么时候出了你们老刘家这么没脸没皮的人家？我要是你们，这个时候就赶紧回家，把大门一关，千万别往外探头。为什么？我怕外面的唾沫把你们淹死。像我们这种老实本分人家，可从没听过把自家姑娘拉出来，当着满村人卖猪一样叫价的。你们还是哥哥嫂嫂奶奶，嘿，我看一个个都是站着的畜生。你，刘大嫂被祁红豆气得想要当场反击，刘国产想要上来和自己媳妇儿一起扒拉祁红豆。要是刘春燕真的成了老赵家的孙媳妇儿，一定想办法让这个婊侄孙女把老赵家弄得鸡犬不宁。听说这工作是可以传给儿子儿媳妇儿的，要是刘春燕真的嫁过去了，说不定还能捞一份工作呢。怎算都比嫁给赖子便宜啊！死丫头嘴巴硬得很，死活不说和赵卫国有什么关系。这个白眼狼，胳膊肘往外拐。被当成一块红烧肉盯着的赵卫国也觉得不对劲，怎么老刘家的人看着自己的眼神越来越瘆人？傻大个，要不是自己在这里，这小子现在就能被老刘家的人生吞活剥了。不过还得感谢刘春燕没有对他利用到底，看来这傻子付出的10分真心，起码有1分没有白给。你们家卫国早就偷着和我小姑子在一块了，背地里还不知道干了什么。不然我小姑子为什么不愿意嫁人还跳河？少放屁了！你不是先收了人家的彩礼钱吗？咋了？这钱不是你花的，把谁当冤大头呢？找错人了吧？本来这钱拿了就是给家里的，春燕一个做姑姑的，把彩礼钱给她侄子看病又怎么了？再说了，我们可没有全花完，才花了8块而已。刘大嫂可能不知道，自从听完了赵卫国交代的全部经过之后，她今天可是特意的去了镇上的医院跑了一趟的。这一打听，你猜她发现了什么？说的比唱的好听，你们老刘家这不是诚心诚意想要嫁女儿，这是拿女儿钓鱼打窝，准备骗婚了吧？一个不成就换一个，想要碰瓷我们老赵家，下辈子吧。奶，我求你了，我肯定会老老实实在家干活的，你别把我胡乱嫁人了。大哥大嫂，你们别这样，我知道你们是看魏国娘是个工人，就想要把我塞过去，可你们也不能这么说瞎话。我和魏国
根本不熟。本来刘春燕跳河也是做戏，想要把婚事搅黄。虽然不愿意嫁给赖子，也的确不想嫁给赵卫国。另一个就是她有点害怕齐红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有时候说不定真的比猪都要大。看看刘春燕这脑袋转的，我说王大妹，你们老刘家怎么个事儿啊？不能是看着我这老太太好欺负，就可劲儿抓着我们老赵家不放。放屁！都给我妹妹塞钱了，还不是在一块了？你们家都要逼着姑娘跳河了，我大孙子好心借了2块钱又怎么了？这么乐于助人的事情，怎么到了你们这些人的嘴里就那么肮脏不堪呢？你们这脑子里面装的是大粪吧？不能说出来的话都这么臭吧？死老太婆，一把年纪里，嘴皮子这么利索干什么？反正春燕已经被你们家魏国坏了名声，又是跳河又是退亲的，你们家魏国必须要娶。感情这真的是被狗皮膏药粘上，想当我们老赵家的亲家也行，抗揍吗？王大妹葛翠芝对视一眼，齐红豆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你们想的那个意思。魏国，给我打！赵卫国憨是憨了一点，但是怎么说呢？有的是力，一拳下去，刘国产的眼泪鼻涕就全都下来了。刘老大，这命婿你喜欢吗？没天理了，占了我孙女的便宜还要打我孙子，张代和你这个老贱人，我跟你拼了！你拿着你小姑子的彩礼给你儿子看病，真是救命的事情，谁也说不出个不是。但你确定你是拿钱给你儿子看病去了吗？当然是给我儿子看病，难道我还会拿我儿子开玩笑吗？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然是为了从根本上揭露你贪婪丑陋的面目，以后你说话，别人连个标点符号都不会信了。知道这上面写的啥吗？齐红豆当着所有村民的面，把刘大嫂儿子的医嘱药方念了一遍。那药方都不用西药，只要抓2副草药喝喝就好，都不用1毛钱。结果到了刘大嫂这里，就是花了8块钱，还差点不够。这钱哪里去了？当然是揣进自己兜里了呗。你不是说钱都给娃儿看病花完了吗？这病呀是个富贵病，当然是必须要好吃好喝的供着。你看看你们老刘家，坑自家姑娘都这么狠，何况是碰死我们老赵家了？全大队都知道我们老武家的是个工人，但是这和你们老刘家又有个屁的关系？再敢打我们家孩子的主意，眼珠子给你抠下来！20块，敢不给钱，立马就把老刘家的屋子给点。就是大队长来了，这钱也非给不可。这心安也太黑了，嘴巴一张8分钱就变8块，比抢钱来的都快啊！村民们听着纷纷点头。是啊，这真不是一般黑心。事情发展的一波三折，刘春燕渐渐收获了大半同情，当然赵卫国也顺带收获了不少同情。我们魏国借钱是好心，我们老赵家的人都是热心肠，这钱我们现在是不催着要，但是为了以后不再被你们老刘家碰瓷污蔑，你就给我写个借条吧。死老太婆，你疯了！1个2个都找我要钱，真当我王大妹是你捏的？哦，你不愿意，那你老头来写借条也行。钱又不是我拿的，难道刘春燕不是你孙女？当长辈的不能只进不出，这点责任心都没有吧？再说了，小孩子的事情是小孩子的，难道我要找春燕一个小孩子不成？那不是欺负人吗？难道你现在就不是在欺负人吗？00后少女意外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作为一个母亲的赵老太，为了保护女儿，又带着小儿子来婆家探望。娘，你咋来了？这几日天气好，老赵家在翻修屋子，刚好到了月底，我就跟着艾民一道来看看了。要不是老陈家做的太过分，恐怕就算娘再来闹一场，八姐都不会和老陈家翻脸。老陈家的人一个个都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哟，亲家来了。亲家不是怪我来的太少了吧？我也不想啊，只是上次在你们家受刺激大了，我回去休养了好几天，吃了许多药，到现在才能出门呢。哎呦，看来老太太上次是真的被刺激大发了。亲家，我这可没鸡给你带走了，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老太太，隔着一个公社，这个隔3差5派儿子来就算了，这会儿又自己跑来，真把走亲戚当串门子呢。哎呀，亲家，放心，我带了干粮，不会多吃你家1粒米的，你就别不高兴了。看看又挂脸了是不是？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多不待见我这个亲家呢。陈老拐这是真不行啊！亲家上门，好歹装样子也要装一装吧，咋这么小气呢？我根本就没这么说，的确心里面是想着不给这倒霉亲家母子一口水喝的，但是我没说出来啊。陈老拐扭头回了屋子里面，生怕自己在外面多站1秒钟，就多一枚箭头插在他脑袋上。齐红豆对着赵雪花看了看瘦，还是那么瘦，就是精气神好了点。陈树林最近对你怎么样？娘，我现在挺好的，现在这样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没想着指望陈树林，难得赵雪花自己能找到目标，自己也挺为她高兴的。能够想着自己立起来，才能真的站起来。但是作为娘家人，该帮衬的还是要帮衬的。娘，
没事。野草一样坚韧的赵雪花，为了几个孩子，只要有一点机会，都会努力的继续生存下去。祁红豆现在的这个形象和身份，混入青山大队的村头情报大队都不用3分钟，往那里一坐，自然而然的就融入进去了。于是村头茶话会的氛围更加热闹了。永远不要小看村头情报站的威力，方圆10里的八卦，少有他们不知道的。而且有些人手里还掌握着不少第一手资料。祁红豆从村头情报站回来的时候，脸上就跟糊了江湖一样。娘，艾民去打听一下陈树林大姐家的事情，先看看这个黑心肝的女人到底为什么背后给陈树林洗脑。娘，为啥要我去打听陈树林大姐？这女的不会是给我八姐添堵了吧？明白了，也就是八姐还留在老陈家，不然早就拉着自己2流子同伴半夜过来给老陈家窗户掀了，草垛子点了，一家子什么东西也敢糟践我姐。爹爹，陈树林就好像没有看见一样，把枣子全分给了自己的几个侄子，看着哥哥们都有，自己手里却还是空的。哭啥？你小，枣子不能吃。爹爹，他能吃？甜不甜？下次叔还给你们摘。陈树林自己孩子手里连个枣核都没有。毕竟往老陈家跑了好几趟了，陈树林是什么德行，也算是看清楚了。畜生都知道护崽呢。吃完枣子，咱们还有好吃的。大妞，你咋来了？不是你们喊我回来一趟的吗？赵爱民给了祁红豆一个眼神示意，是他打发小孩子去叫陈大妮过来的，用的还是陈树林的名义。大姐，吃个饭再走。感情这人不是块石头，也知道主动啊。那我这个丈母娘来了之后，她全程装死。陈大妮瞥见了祁红豆讥讽的眼神，心里十分不舒服，正要上前说2句，就被陈树林给拉走了。怕什么？赵雪花敢做出这种事情，难道还怕人说？你白白给人戴了绿帽子，你担心啊？要不是你大嫂亲眼看见了告诉我，我还不知道赵雪花居然是这种人。陈树林、陈大妮，你们给我说清楚，谁给谁戴绿帽子了？不就是个儿子？什么你命中注定没儿子？你把赵雪花踹了，我就不相信还找不到个生儿子的老婆。干出这么丢人的事情，自己不知道藏着掖着就算了，还敢上我们老陈家闹事，真把我们老陈家人当泥捏的。不行，今天必须要说清楚，让赵雪花交代了奸夫是谁，让你那丈母娘睁大眼睛看看自己究竟养了个什么女儿。陈大妮义愤填膺，喋喋不休。陈树林支支吾吾，始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如坠冰窟，大概就是赵雪花现在的心情。陈树林，小兵是你的儿子，你这个畜生！00后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没想到刚来婆家看望女儿，女儿却被诬陷偷人，说给丈夫戴了绿帽。陈树林，小兵是你的儿子，你这个畜生！雪花，你别闹了，小兵长得像你又不像我，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都没和你计较，你现在喊出来，那么多人听见了，难道不难听吗？那么多人听见了，难道不难听吗？要死了，要死了，真是丢人！你还敢喊？我们家树林这么老好的人，你背着他偷他都没把你怎么样，你倒是叫起委屈了。要不是没找到奸夫，没抓到把柄，早就让我弟把你给踹了。消气，消气，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都是一家人啊，弟妹，这种事情就别嚷嚷了，太难听了，还是回屋商量吧。陈老拐一听到小孙子不是自家的孩子，是儿媳妇偷人生的，顿时也炸了锅。你这个贱人，居然不守妇道！你给我滚出老陈家！老贱人，你给老娘滚远点！一帮混账玩意儿！陈树林，你特么愿意当绿毛龟自己当去，没见过自己儿子不愿意认的，难怪上赶着去当别人的爹。对了，你们老陈家这是什么传统？以后你大哥3弟的孩子是叫你叔，还是叫你二爹啊？你大嫂和弟妹怎么说？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啊？嘿！赵爱民武力值稍显拉胯，但是嘴皮子绝对的溜。赵雪花气得浑身发抖。雪花，娘带你回家去，看看老陈家这一家子思考能力和智障有什么区别。陈树林不只是眼睛瞎，心也瞎。他那个好人大嫂眼珠一转就是一个主意，自己死了男人就见不得妯娌有热炕头，更是为了给自己儿子绑定一个长期饭票，就直接把主意打到了耳根子最软的陈树林身上。本来老陈家3个媳妇儿，赵雪花是其中地位最低的那个。陈大嫂虽然明面上强不过3弟妹，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还不是最差的那个。可是自己男人一死，赵雪花有了儿子，他们之间的地位瞬间就不一样了。而且老公公年纪也大了，万一哪天公公死了，老陈家就是不分家也得分了，到时候不就只剩下他们
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了。陈大嫂越想越觉得自己可怜，怎么就命那么苦？心思一歪，对着前来看望赵雪花生的小儿子的陈大妮就嘀咕了几句。大姐，有个事情说起来难为情，但是我又实在不忍心看孩子他二叔被骗了。什么事情唧唧歪歪的？说啊。就是吧。有一天晚上我起夜，看到雪花那屋子里窜过一个人影。雪花这一胎有了的时候，树林不是去清河沟了吗？算算日子，而且雪花以前一直生的都是女儿，这不是命中无子是什么？怎么偏偏陈树林去清理河沟半个月，回来赵雪花肚里就揣了个儿子？当然，要说命中无子，其实说的也应该是陈树林。不过当着陈大妮的面，陈大嫂当然不会这么说，反正有赵雪花背锅。陈树林，我嫁到你们陈家10多年，给你生儿育女，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别人随便嚼舌根就算了，你听见了？不觉得生气，反而觉得丢人，还相信自己的种是别人给你戴的绿帽子，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这2年一直忍着我？赵雪花说着说着就笑出来，没想到陈树林对他们母子冷淡，是因为这种扯淡的原因，真是荒唐的令人发笑。难道我姐说的不是真的？你的心肝是黑的吧？你还是不是人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偷人了？说啊，今天不说出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赵雪花怎么也想不到自家亲人能够狠毒到这种地步。赵雪花，你干出这么丢人的事情，还敢打人，谁冤枉你了？小兵本来看着就不像是我们老陈家的种。陈树林的确是个孬种，亲姐当着所有人的面帮他锤死儿子不是自己的，他一样不觉得生气，相反还有些委屈。儿子像娘，你瞎啊？小逼耳朵后面那个胎记和你的一模一样，你看不见啊？真是小到拉屁股，开眼了！这特么都是一家子什么猪狗不如的玩意儿啊！上下嘴皮子一碰，亲生的就变成奸生子了。就不说赵雪花的人品了，陈小兵虽然长相随了赵雪花，还有一看就和陈树林一样的脸，还不够像爸吗？感情这一大家子，从陈树林到陈老拐，都真情实感的认为八姐偷人了，孩子也不是他们老陈家的，没有这么侮辱人的。你干什么？那是我家的锅。娘和爱民咋还不回来？不是说就是过去看看，最多吃过午饭就回来吗？老太太不在家，老赵家没几个觉得松了一口气的，相反，祁红豆不在家，他们还都有点不太习惯。一老一小，老的毕竟一把年纪了，小的那个虽然成年了，但是真遇到什么事情，论机灵逃跑可能还行，真碰上狠角色，估计是只有被按在地上揍的份。几个儿子互相看了看，都对自家小弟的战斗力很清楚，指望他是指望不上的。他挨揍了不要紧，老娘还跟小弟在一块呢。我去接娘。我也去吧，翻修房子是大事，但是房子就摆在这里又不会跑，要是娘有个万一可了不得。大哥，我和你们一起去迎娘吧。最近冷板凳坐多了，该有机会表现自己就努力表现下。老七赵元全跟在最后面，本来就没有什么存在感了，要是集体活动再掉队，那就不太妙了。你们2个也跟着你爹一起去？其实这个时候他们谁也没想到，本来只是出村迎一迎的路程，结果直接走到了青山大队老陈家的家门口。给我狠狠的打，打死了！娘给这王八蛋偿命，看看是娘命硬还是他们。真是笑死人了！我好好的姑娘嫁到你们老陈家当牛做马，生儿育女，你们不好好对她，我心疼姑娘要领回去，我姑娘心软留下来了，你们老陈家不晓得珍惜就算了，背地里还敢这么给我姑娘泼脏水。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老太，手持菜刀，只为保护见过2次面的女儿，只因女儿被婆家诬陷偷人。陈树林，你就是个畜生啊，算什么男人，孬种都不如的东西。你大嫂和大姐张嘴就是给我八姐泼脏水，让你们拿出个证据来的，屁都没有，你们就敢这么说？叔叔抓坏人还要讲证据，你们空口白牙，上下嘴皮子一碰，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让我姑娘一辈子被你们老陈家压得抬不起头来。祁红豆拿着菜刀对着陈老拐大骂特骂，老陈家的声响也引来了前来围观的村民们，大家也听得清清楚楚。雪花这么勤恳的人，一天到晚不是在地里干活，就是在忙家里的活儿，你们老陈家也太欺负人了，怎么能这么造谣呢？陈树林真是没种，真要不是自己的儿子还能养着，随便换做谁早就当面锣对面鼓说清楚了吧。嘿，一家子没卵的玩意儿。或许是祁红豆过分的理直气壮，或许是赵雪花善良本分的形象众所皆知深入人心，所以这事儿闹开了之后，同情老陈家的没多少，看笑话的鄙夷的倒是多得很。陈树林，今天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说清楚咱们2个离婚，说不清楚我今天就是死也要拉着你一起。从古至今，对女人的名声要求一直都是苛刻的。赵雪花今天不能要一个公道回来，这口气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事情闹得这么大，陈大妮的男人也赶了过来，青山大队的大队长也来了。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这个老太婆，一把年纪了，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到我们青山大队闹什么事情呢？你女儿不检点，你们家还嚣张起来了是吧？死老太婆还敢拿刀吓唬人！
敢打俺娘，王八崽子活腻味了是吧？其他人看老赵家这群人进来之后，抄板凳的抄板凳，抓棍子的抓棍子，动作无比熟练，表情狰狞又凶恶，顿时就傻眼了，连个吱声的都没了。让陈树林说话，再不说话，你们给老娘把他腿敲断！陈大嫂看见齐红豆的架势，吓得都尿裤子了。她觉得齐红豆这个老太太半截身子都埋进土里了，这要是一个心狠杀了她，稳赚不赔。于是哆嗦着就把自己编瞎话的过程和原因说了，就因为陈老大死了，所以嫉妒赵雪花编出这样有鼻子有眼睛的话。这2年明明知道赵雪花究竟是为什么被陈树林冷待，还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陈大妮听了当场骂娘，把陈大嫂骂得狗血淋头。小兵真的是自己的儿子。雪花，我错了。雪花，我以后一定好好的待咱儿子。雪花，我们不离婚，我以后会对你和孩子好的。发现自己真的被陈大嫂骗了的陈树林，此刻什么滋味都有。几个侄子对他的惨状无动于衷，只有自己的女儿们脸上泪水连连。老天爷，这么些年来我都做了什么？雪花，你给我个机会。雪花，这日子你想找谁过你就找谁过去吧，离婚，孩子全归我。孙女被带走几个无所谓，但是孙子少一个都不行，这可是我们老陈家的根。先把小兵扣下，其他的再想办法掰扯。小兵，愿到爷爷这里来。不许欺负俺娘！雪花，孩子给我吧，我以后肯定会对他们好的。赵雪花不愿意，不过陈树林提的这个要求并没有违背常理。青山大队长和老陈家就连有辈分的人也在劝，孩子都带走了，就太不像话了。男人的繁衍是一种天性，可是少数男人才会有认真抚育后代的责任感。赵雪花就是被这样的责任感捆绑，所以才在陷入泥沼之后连自救都没能有。可凭什么这样的泥沼里只能是他被困进去呢？陈树林身为孩子的父亲，他的责任体现在什么地方？一番费口水的协商之后，赵雪花带走了小兵和二丫，陈招娣却留在了老陈家。家婆，二丫比较笨，她在家里会吃亏，我留下。我还记得去家婆家的路，要是他们敢欺负我，我就往家婆家里跑，我跑得可快了。陈招娣这清晰的思路，直白的不像是个小孩子，难道也是穿越过来的？离婚听起来很吓人，但是真办下来，其实再简单不过，一张双方加上证人签字的纸，就解决了长达10多年的婚姻。离婚是为了吐出心头那一口淤血，但是离婚之后呢？娘，要不我想办法带着小兵和二丫弄个棚子先住着，我就这么回家，不太好。赵雪花担心，因为自己给家里招惹来别人的流言蜚语。想多了，闺女，没有你，老赵家的传说也在红旗大队经久不息了。别想了，家里在翻修屋子，这个时候想住屋里都难，都得给我老老实实的住棚子里，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就别想了。你又不是断手断脚瘫着，我要养你怕什么？再说了，你这么些个哥哥，难不成还能少你一口饭吃？老大，你们说呢？娘说的对，雪花你就放心，这本来就是你家，放心住。对，谁要是乱嚼舌根，就让五哥去把他腿打断。哎呦，谁踹我屁股？娘，你坐稳了，小心摔下去。想孩子了就去看，你是他们的娘，去了也是名正言顺，怕啥？陈树林要是还敢对孩子不好，你就带着你哥上门，把他另一条腿也给打断，再把孩子接回来。儿子在陈树林心里有疙瘩，但是女儿陈树林可没怀疑过。只要陈树林不想着以后真落得个孤家寡人，一个亲生的都没有的下场，今天之后就应该想想要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了。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从自己系统里的小别墅醒来，渐渐发现自己当老太太好像越来越投入，如今家里又添一房人。现在起床都不发呆了，脑子里冒出来的一个个现成的问题等着自己去解决。我真傻，房子不够住，那不是还有宅基地吗？赵老七的木工活就很不错，这不拿出来利用发挥一下，不是白白浪费吗？做了这么多年娘跟前的小透明，是时候该给家里做点贡献了。孩子多了，屋子扩得越来越大多，除了祁红豆住的正屋，几个儿子的房子都是挨着正屋搭建的小房间。红旗大队住的是真松散，面积也足够宽敞，房子只愁没人盖，不愁没地方盖。不过盖房子和翻修不一样，花的钱可就要多了。这么大的动静，显而易见的一大笔支出，不说外面人了，就是老赵家的人，估计都要犯嘀咕了。哦，娘，你说真的吗？娘，你对我真的太好了，娘，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你。艾明这是咋了？小叔子能哭得这么惨，也不是出啥事了吧？没听过哪个大男人哭起来是这个死动静的，简直对耳朵是一场酷刑折磨。妖弟，这是脚踩到铁钉吗？你再嚎，别说房子了，一片娃我都不会给你留的。记得娘跟你说的这事儿可不能往外说，万一被你哥哥们知道了，
娘，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乱说的。傻了才会把娘要拿自己的私房钱给自己盖房子的事情说出去。哥哥们要是知道了不得嫉妒死啊，嫂子们知道还不得气死啊。嘿嘿，我才不说呢。记住，等会开会，家里盖房子的钱是咋来的？是我捡来的玉龙换的钱。搞定这个，再去大队长那里把隔壁空地的宅基地批了。盖房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最重要的开头。老赵家右边还有一大块空地，用来盖房子正好。关于盖房子的钱怎么来的，队内祁红豆统一口径，是用赵爱民捡来的玉龙换的钱。对赵爱民，这是老娘对你的贴补，哥哥们都没有。老赵家开始热火朝天的准备下一步，盖房子，盖房子，还是盖房子。红旗大队最近掀起一阵修房子热潮，起因是大队长把红旗大队边缘地带靠小土坡的范围划分成了知青点，招呼村民们盖男女2个知青宿舍。当然，村民们干这个是加工分的，正好地里的农活忙得差不多了，人多力量大，还有工分拿。大队长，你说的对，所以这房子我得多加几间。没办法，家里人实在太多，住不开了。我豁出去老本也只能帮忙盖一次房子，剩下的就要靠他们自己了。要是他们兄弟之间有意见，自己去商量嘛，总不能我老太太一把年纪了，还要去哄他们，一人给弄一间大屋吧。他们兄弟要是真的不服气，反正爱民还没成家，到时候想住进去可以抽签嘛。这也行，抽签，谁家好人会用这么潦草的方式啊？谁能同意？大队长，你给我开个介绍信呗，我想我家闺女了。想女儿去打秋风还差不多，谁让老赵家就一个赵大荣混成了城里人，嫁的男人还本事，在革委会单位工作呢，说出去人家都要高看一眼。赵老太满嘴向来跑火车，大队长都不觉得意外，家里也没人觉得奇怪。一家子人看着祁红豆在地上画的潦草新房子示意图，再看看祁红豆手里长短不一的4根竹签，个个都聚精会神。小孩子们都被赶到远处不给听，在场的就5个房的儿子儿媳，还有刚回来的赵雪花。那玉你们也见了，咱们乡下人不懂好坏，城里人眼尖，有人偷摸就收这个。娘啊，是借着找大队长开介绍信的名义，去县城找你们大姐借钱把这玉换出去。玉呢是爱民捡的，不过这事儿只能咱们自己家知道，你们明白不？妖弟还有这个运气。别说赵雪花了，儿子们的眼睛哪个不是晶晶亮？太厉害了，娘真的太厉害了。李小娥虽然最近没闹某蛾子了，但是祁红豆觉得她嘴巴不严，这次开会没带她，还把老六赵元双提溜着狠狠的耳提面命了一把。这可是他们老赵家的大事，要是连这种事情都想要背后捅刀给嚷嚷出去，那真的就是白做人了。这种闷声发大财的事情，是打死也不可能说出去的。这次盖的大屋，自己能不能住进去其中一间呢？要是搞砸了，我还住个屁！老话说，这种捡来的意外之财，到手了就要早早花掉的好，免得惹出麻烦来。娘就想着，看看这玩意儿能不能换点钱。爱民把这东西交工了，娘也不贪图这点东西，到时候这玉不管能换多少，娘都拿出来改善家里。你们觉得怎么样？当时谁也不觉得祁红豆手里拿小小一块还没巴掌大的石头能换多少钱。作为龙凤胎的哥哥，8个赵元文的心眼子加起来都比不过一个赵大荣。老太太以前都在这个大女儿这里吃过哑巴亏，祁红豆到了县里之后，还真的去大女儿那里溜达了一趟。果然，老太太的这个大女儿真不是一般的精明人，把了一回交道下来，祁红豆都差点被哄了过去。看出了大女儿的本质，又发现了大女婿虽然很烦穷亲戚，但是好面子，硬是反手一波，在赵大荣手里弄走了2张肉票、几张工业票和5块钱。本以为自己这个倒霉催的劲儿，在继美味烧饼摊和云朵奶茶铺之后，下一个亮起的和饮食有关的图标，最多也就是串串香和街边烧烤摊那个档次的。没有想到天降好运，这次点亮的图标居然是福德居酒楼。海鲜粥、红烧肉、烤全羊、烤鸡、烧鸭、烤乳猪、龙趸馄饨菜谱上面每一道菜都看得人流口水，光看菜单就已经胃口大开了，来头牛都能吃得下，感觉每天的日子更有盼头了。从县城里回来，除了从大女儿赵大荣手里扣来的战利品，还额外带了2只烧鸡回来。当然，烧鸡是福德居酒楼的出品，个头又大，味道又绝，都要把老赵家的人给吃哭了。人说秋日要贴膘，冬日进不藏经，这时代的农村人哪里有这个条件？为什么这会儿的人均寿命不长？就是因为身体素质跟不上啊，大人小孩的身体都是亏损的状态，所以能吃点好东西真的很美好。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竟把老太的私房钱捐出来盖房子，还把离婚的女儿接回来住，在这个年代可少不了说闲话的。老赵家没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个说法，是一家人就永远是一家人，除非是生的孩子真没救了，否则要是当爹妈的不能给孩子遮风挡雨，遇到事情就想着把自家人推出去解决外面那群嚼舌根的人，想要把他们的嘴堵上，那就是纯且坏，这是老赵家的原则问题，而你们娘就是原则。祁红豆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是严肃，目光扫视到每个儿子儿媳妇儿，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没有想到
自己回到娘家之后，竟然还能有这样的待遇，而且那小2间的房子虽然布局紧凑，但是住自己和2个孩子已经绰绰有余了。这本来就是你家，这房子你和小兵他们想住多久住多久，一辈子都行。娘，盖房子的钱我给家里打欠条。虽然离婚从老陈家扣了一点钱才回来，但是他有2个孩子要养，而且这盖房子的钱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拿得出来。这房子虽然花了不少钱，但是我还没到七老八十，只要努力，总有能把钱还上的那天。钱的事情归钱的事情，主要是赵雪花脑子不糊涂，态度也很端正。雪花的小2间的屋子盖起来花了小100块，这房子的钱算宫中出的，不过有了上次卖玉环换的那些钱，这房子盖起来也等于是白得的。但是一码归一码，雪花既然这么说了，那这房子我老太婆就做主，折半给她打个欠条，算45块，你们有没有意见？娘，八妹本来就是咱们家里人，哪里用打欠条？房子给谁不是主？给雪花和2个孩子又有什么不行？娘，一家人哪里还用打欠条？娘，咱们都是一家人，说这个不就贱卖了？房子就给雪花和孩子们住，挺好的。房子是这么容易就能搞到手的吗？好心动，我也要。被自己男人掐了一把的李小娥果然回过神来，发现婆婆正看着自己，后背一凉，就跟温鸡崽子一样，把头低了下去。看到没有？那可是单独的小2间的房子啊，羡慕，想要，流口水。媳妇儿，你冷静点，娘看着呢。当着几个儿子儿媳妇的面，祁红豆手写了一张欠条，给赵雪花按了手印。当然，最后欠条是给她来保管的。新房子里有4间房，我看着都挺好，都宽敞，光线也都好。我睡我本来屋子，这4间房要怎么分你们自己抽签啊，还是等着我安排。其实翻修之后，老赵家的老房子也焕然一新了，一样很不错。只不过自己还是要了解一下自己这群儿子儿媳妇们的心思。那啥，民意调查的内容还是具有一定参考性的，不是？几对夫妻没意见，有意见的也憋住了。不过老大夫妻2个住习惯了自己的屋子，而且祁红豆又不搬，他们觉得靠着老娘住也挺好的。5、6、7加上爱民，隔壁新屋4间房，1房1间，刚好。这么一下子，整个红旗大队看老赵家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分家盖房子，包括已经出嫁的女儿离异归家重新安置，这几件事，不管是哪一件，放在别人家里都有可能是打破头的事情。老赵管家的老太太绝对是有本事的，再一个，人家的孩子那是相当孝顺团结的，这2样就已经足够村里的老人羡慕了。那些一把年纪，自觉已经是老骨头的老头老太太，虽然每天一样跟着家里的壮劳动力下地，但是谁会不羡慕？他们那么努力的干活，其实只是不想要孩子们觉得自己是吃闲饭的。人老了还要害怕被嫌弃，会担心被抛弃。老有所依，不是每个人真的都能老有所依的，大部分人一辈子到死都不见得能依靠上谁。房子弄好了，但是家里是没什么家具的，甚至是木床都不够，想要靠打地铺解决不现实，于是就把做床的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老七。那种高低的，上下2张床做起来费事儿不？娘，你怎么不问我会不会，直接问做起来费不费事儿？忽然被老娘这么委以重任，有点不习惯。赵元全感受着祁红豆沉甸甸的期盼的目光，感觉头有点抬不起来，还是老赵家的透明人更适合他。但是对着祁红豆，老七也不能转头跑掉。他想了想，点了点头，可以。但是娘，万一我做的你不满意咋办啊？行，那就行，你去忙吧。缺材料你就跟你5哥和侄子们说一声，让他们去帮你弄木材。说到这份上，赵元全想撂挑子都没机会了，于是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年根底下，老赵家除了热火朝天的忙着囤东西、造家具，还有一个大事，那就是赵玉菊的婚事。和赵玉菊相过亲的那个小伙子就要休假回来了，本来说好的就是等人回来了，就先把亲事给定下来。这个事儿家里几乎人人都知道。姐，我舍不得你。姐，要不你不嫁人好不好？咱们可以一直住一起的。奶现在也不打不骂咱们了，不嫁人就在家里多好，哪里有长大了不嫁人的？赵玉菊虽然面对婶子和嫂嫂们的调侃的时候很羞涩，但是她内心对这件事接受得很坦然。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情，到了什么阶段转换什么样的身份，面对即将来临的婚姻，赵玉菊只是羞涩，并不惶恐。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能这么坦然地接受即将到来的婚姻，孤身去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家，和一个只说过几句话、见过一面的陌生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哎呀，都哭成小花猫了，还不如小妞妞呢！你们快擦擦眼泪。其实比起女生宿舍里的几个女孩的形式，真正夜不能寐的是王小草。你干啥呢？毕竟要结婚是2家的大事，要在一起商量的事情也挺多。但是到目前为止，男方那边一直没动静，而媒婆更是影子都不见。王小草只要想到这个，心里面就不得劲儿。偏偏赵元文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你说说，都这样了，我还怎么睡得着觉呢？婚事向来都是男方主动，
等不来消息，勉强忍了这么些天，终于在这晚听见赵元文这种好像什么问题都没发现的语气后，王小草罕见的爆发了。玉菊的婚事，你就一点也不上心？玉菊的婚事怎么了？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只等着郭家那小伙子一回来，再把事情一办就妥了。跟玉菊说亲的郭家，虽然条件殷实，但是男方是当兵的，3年的时间，以男方的军衔，恐怕还没到能随军的级别。不能随军的话，就要把玉菊留在老家和公公婆婆妯娌一起过日子。这也是王小草对这桩婚事唯一不放心的地方。随军不随军的问题先不用想了，就说这个亲事，一亲，到现在没人连赵家的门槛都没跨过，这算是什么一亲？还没嫁到人家做媳妇儿呢，就要被人家这么拿捏吗？马上就到年底了，郭家那边到现在都没来个人，他们是什么意思？那老郭家究竟是怎么个事儿？要不自己去一趟？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别的老头老太太都在地里上班，她却在家里调养身子。一把年纪了，你看你急得抓耳挠腮的，说说看，究竟是为了啥？娘，你说这事我要咋办啊？向东娘也不理我，玉菊的婚事说是定下，但是郭家那老三还没回来，我就是着急也没用啊。喂，张代和同志，你有2份电报在大队部，请前来速取。张代和同志，你有2份电报在大队部，请前来速取。哎呦，居然还有自己的电报！娘，谁给你发电报啊？不只是赵元文，老赵家反应过来的人都是一脸好奇，谁呀？什么电报啊？知道的是有电报等着自己去拿，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上报纸了呢，至于吗？先把电报拿回来看看再说。行吧，祁红豆摆摆手，去大队长也不算近，他招呼着在门口领着侄孙和外甥女疯玩的赵爱民，让他去跑腿。2封电报，一封是来自赵大荣，上面的内容把祁红豆看笑了，气笑的通过关系打听了一下自己老家正好也要建知青点了，想让小女儿杜鹃下乡。至于另一封是赵玉菊和郭建军的婚事，其实祁红豆并不看好。虽然崇尚军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但是做军属并没有那么容易，而且就和王小草担心的一样，郭建军现在的级别也够不上随军。赵玉菊要是和郭建军结婚，可能也就是过年这几天匆匆完婚，然后几天后郭建军就得回去部队，到时候万一赵玉菊要留在老家和公婆妯娌一起熬日子，而身为军人的郭建军下一次回来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孩子更添一层负累，不能细想，一想全都是事儿。赵玉菊是时下十分传统淳朴的姑娘，她是善良，但是并不傻。她可能在读书上不如赵玉秀，但是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上，她比赵玉秀的要清晰很多。但是在祁红豆的旁敲侧击结束之后，就明白了，对这傻姑娘来说，重要的是结婚这件事，而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这不就好办了吗？操作的空间那就海了去了。电报上，郭建军明确表明了和赵玉菊结婚的决心和态度，似乎是预料到自己家里会出没蛾子一样。郭建军表示，结婚的事情还请赵玉菊能等到他回来再说。你们才是玉菊的爹娘，这婚事最后要怎么办，还要你们自己考虑。你们现在是怎么想的？郭建军挺有心的，郭家那老两口办事还不如自己儿子。小草，你是咋想的？建军看着是个好孩子，但是我总觉得郭家这样子不像是诚心结亲的。郭建军都把电报发到这里了，稍微眼明心亮一点的都知道他这是和家里有矛盾的。就算最后2人结婚了，郭建军能在家里待几天？现在和郭家的人闹矛盾，最后还不是留下来的玉菊受苦？就算是家庭和睦的那种，夫妻长久分离还有隐患呢，何况郭家这样子千好万好，就这一样就能坏事？咱们家的姑娘还在家里呢，怕什么？这时候上什么愁？难道大姑娘害怕嫁不出去？郭家要真的是个火坑，娘也不会让赵玉菊嫁过去的。王小草听见祁红豆这话，心里骤然放松了不少。老娘还真是厉害，不过3言2语就让自己媳妇舒展了眉头，这话自己不是也说了吗？咋媳妇就不买账了？3个人在房里嘀嘀咕咕一会儿，翻过这一茬，王小草又变成了平时那个勤劳踏实好脾气的王小草，出去就忙着去厨房操办了午饭了。你媳妇儿儿女心最重，她疼闺女你不知道啊？好歹你也是玉菊的亲爹，郭家和我们家还不是亲家呢，用得着你替他们想吗？就王小草生闷气这件事，没有自己，赵元文还真的就搞不定。被老娘这么说，看来郭家这门亲还真的不一定能成。郭建军和赵玉菊的婚事其实只是口头上的约定，没有落在实处。现在让祁红豆觉得好气又好笑的是大女儿赵大荣发来的那封电报。在电报上面，赵大荣含糊地说了自己的小女儿要来娘家过一段时间。这也就算了，更觉得是赵大荣还要让自己这个老太婆带着人去县城里把这个金贵的外孙女给接过来。怎么不上天呢？这母女2个，那个小女儿走路都是抬着下巴的，看见自己这个衣裳打补丁的老太婆的时候，眼神里的嫌弃都不掩饰的。这么个祖宗怎么可能无端端要来老赵家住？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有问题了。娘，我那大外甥女多少年都没来过咱们家，这回大姐说要安排她来，不会是和城里的那些知青一样吧？下乡啊，
在这个时间段，一个避不开的词汇。这货可能又说中了，放着县城里的好日子不过，把小女儿塞到乡下来，还要人去县城里接，十有八九就是因为下乡的事情了。一般人求生办事总是先把姿态压低一点，如果接到电报的不是穿越过来的自己，而是赵老太太，肯定很欢喜，毕竟能去县城一趟，听着也挺风光。等到了赵大荣那里，就算是知道真相，面对大女儿打包送来的小祖宗，不接也要接，不然等外孙女下乡被人知道，不是白白又给人添谈资。祁红豆摇了摇头，这火急火燎的阵势，摆明了外孙女下乡这件事是突发事件。赵大荣想要拿捏他，那是真的找错人了。至于赵大荣等不到消息，就该真着急了吧？不过那也不是自己要考虑的事情了。这个大女儿尤其喜欢摆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家的时候因为老太太对她的偏爱，还是因为嫁人之后飞黄腾达，又和自己男人见了世面，所以她看人的时候眼神里很容易就会流露出来对人的轻蔑，高高在上的，自持金贵的，所以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吧。赵大荣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发出去的电报居然等不到回音。你娘家那边怎么还没来人？你丈母娘爱慕虚荣，还喜欢贪便宜打秋风的性格，怎么可能在女儿有事找她来的时候还能忍住不来？小妹的名字已经报上去了，你怕什么？下乡是摆上钉钉了，杜鹃就是在闹腾，也得乖乖的去下乡。你看看她那个样子，像是会乖乖听话的。明天要是还没来，我就回去一趟。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成功加入了村口情报中心。情报站成员不拿工资，不占编制，只为了掌握第一手信息，学会了村里人人必备的技能——八卦。老七家的，你有没有隔壁大队的新鲜事说来听听？隔壁大队？娘，你是说隔壁河道口大队吗？娘，你想听谁家的？听你这语气，想听谁家的都能有。娘，你也知道，平时和我一块唠嗑的人比较多，吃瓜群众的队伍是很庞大的，力量也是不可小觑的，就是有不知道的，我找人问问，说不定就知道了呢。本来大家的娱乐活动就约等于无，可不就是闲来无事互相八卦了吗？放在后世，八卦博主必有你一席之地。郭建军想娶赵玉菊，光靠一张嘴是不行的。那你多留意一下老郭家，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家想出什么幺蛾子。郭家要是个火坑，郭建军又没有能力解决，他就是说破天，自己也不会让这门婚事成的。反正赵玉菊可没有非君不嫁。祁红豆这话让本来有些消沉的王小草的眼睛都亮了。老赵家之前了解到的都是郭家明面上的情况，万一是对面是驴粪蛋子面上光，那一脚踩上去了，多恶心人啊！娘，保证把郭家扒拉个底朝天。在蔡文丽的八卦大法施展的时候，比郭家的小道消息先一步赶来的是老太太许久没回来的大女儿。这打扮，这气质，这不那谁吗？哎呦，老赵家的那个老太太真没吹牛啊！他们家大女儿还知道回家的路呢。是大荣吧？是老沈啊。村子人多，眼睛也多。赵大荣人还没进老赵家的门，祁红豆就已经收到消息了。无事不登三宝殿，这还真找上门了。大姐回来了，那个大姐长啥样来着？有些记不清了。一家子都有些摸不着头脑，除了祁红豆品出了些眉目，只等着赵大荣进门。虽然和赵元文同龄，但是看起来比赵元文要精神许多，也更年轻一些。这也有好几年没见过面了，亲兄妹都显得有些生疏。大妹，你回来了。大哥呀，这是盖房了，是给家里哪个弟弟的？片刻之后，他看到幺弟从那个新屋子里出来了。老宅子翻修了，他看出来了，没想到居然还建了新屋子。娘家发生这么多变化，把小女儿安排到娘家，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之前还担心要是娘家实在拥挤，腾不出地方住，只能委屈小女儿住之清点的集体宿舍了。没想到现在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了。娘，女儿回来看你了。家里老老少少都被赵大荣的出现给吸引了过来。哦，来了。娘，我这也是想你了，特意回来看看你。身体还好啊？家里什么时候起房子了？是艾米要结婚了吗？对了，娘，前几天我给家里发了电报，你收到了吗？赵大荣笑容满面的一句接着一句，声音里满是洋溢着的热情。屋里屋外都眼巴巴的看着，感觉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都变成了舞台中央的凳子了。上次去找你借钱，为的就是起房子，钱你没给多少，面子我在外面给你挣足了，对外我都说是我大女儿孝顺，这次起房子出了大力的。赵大荣听到这里，忍不住有些讪讪，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真孝顺还是假孝顺，咱们是亲娘俩，别人不清楚就算了，你自己觉得呢？娘，您这话说的，我对你当然是真孝顺了。你看看我给你的包袱，里面都是好东西呢。说吧，到底什么事情？家里其他人陆陆续续退出去，给母女两人说话的空间。屋外，兄弟几个你看我，我看你，各有心思。大姑姐真不是一般气派，果然是城里人哈。以前一年到头难见到个人影。
这时候上门是为着什么？也不知道大姐在县里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那衣服上一件补丁都没有，真是羡慕嫉妒。我又何尝不羡慕？但是自己也没起那个本事和机会啊。就在李小娥异想天开的时候，赵大荣从屋子里面出来了。本来以赵大荣在自家老娘跟前的地位，怎么说也不会母女两人就说这么一会儿话就出来了。赵大荣是躲出来的。雪花，你咋回来了？赵雪花有点尴尬，但是对着大姐还是把自己已经离婚的事情说了。笨死你得了！我要是你，就把孩子都掐在手里，到时候你要金山银山，陈树林都得答应。虽然老陈家是给不起金山银山的，但是你还是吃亏吃大发了。她最大的收入来源是放贷，所以丈夫不能有事。她是赵大荣赚钱的最大招牌，所以杜鹃必须下乡，用来堵住别人的嘴。所以今天来娘家的目的必须要达成。赵大荣身上有一股匪气，不知道老太太这个女儿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娘，你说的对，是女儿的错。赵大荣打开包袱给祁红豆看，娘，这衣服和鞋子你试试，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就拿回去让人给你改。还有这奶粉，可都是前进那单位才发的票，这么一小袋子7、8块呢，你尝尝。对了，耳环我给你戴上看看吧。每样都是能戳到赵老太太心里面去的，里子面子全齐活了。如果此刻坐在赵大荣面前的不是自己的话，那么这件事肯定已经办成了。无论是衣服还是奶粉或者耳环，哪个都不是赵老太太会舍得给自己置办的。祁红豆不开口也不要紧，赵大荣自己一个人就能唱完一台戏，确实大手笔。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要是不说实话，这些东西你就都带走吧。娘，你问你们夫妻两个是不是惹事儿了？别人穿越不是小姑娘就是小伙子，而这个少女偏偏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每天不是在算计别人，就是担心被别人算计。娘，我看小弟和我那几个侄子都挺不错的，在家干农活实在也是可惜了。我认识个邮局的主任，他说过镇子邮局里要加人手准备招工，你看要不要咱们家也出2个人去参加招工？赵大荣给了一个足够诱惑的条件出来，但是他才是最终受益人。邮递员在后世来看是个很辛苦也没有多少福利的工作，但是在这个时候，邮递员也是铁饭碗，这对赵家人来说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巨大馅饼。赵大荣的聪明在于，他不可能讨好全家，他只要讨好最有话语权的那个就行。这是亮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双刃剑，不管事情成还是不成，赵家人都会知道赵大荣有这个本事，只是照顾一下一个小姑娘，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你能保证这工作能落到我们家头上？娘，机会是有的，不过这想要上岗也是要考试的。意思是还要他们自己努力呗，他只能提供这个机会。一把年纪的人了，一肚子心眼，没有一处是实的，真是服了。赵大荣在老赵家和自己小妹挤一张床，过了一夜，第2天一早就走了。他一走，老赵家就跟炸了锅一样。一个工作的机会会落在谁的头上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不小心自己也可能成为城里人？先不说你们谁能考上的话，就说干这个活儿，身体素质要好，还要认字儿，人还得机灵细心。你们去了也不能跟人家一样坐在办公室里喝茶，都得在外面跑，风吹日晒雨淋，一样是辛苦活儿。你们觉得自己能行？讲真的，就现在这个交通，做邮递员真的很辛苦，但还能有什么比到月就发工资更让人放心的吗？本来挺心动的工作，怎么听见老娘这么一说，好像就没有那么心动了呢？谁想去试试，自己往前站一步。赵向南第一个，随后是被自己媳妇推出来的赵宝佳，犹豫的赵向东，混子赵爱民，最后一个跟上的赵卫国。还有没有想要去考试的？要不你也去吧。让我满世界跑去送邮包，还不如把我关在屋子里罚做100件家具。还有一个，我这身体还让到处跑着去送邮包，我也干不来啊。揣着大队长新开的介绍信，祁红豆带着赵爱民和4个孙子去了县城。祁红豆也没和赵大荣客气，来县城直奔赵大荣家里去了。家里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能给你们省点事就省点事。他们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打个地铺也不算辛苦。要是有事使唤他们，你们就让他们去做。娘，我工作还要忙，就不陪你了。这点钱票，你想吃啥就吃啥。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你养家也不容易，我就是在想要吃肉，也不能拿你的肉票。哎，这没有肉票啊，正好省了。娘，这是肉票，你拿去换吃的。老娘打秋风的手段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以为老太太是真的专了性呢，看来是自己想多了。对着赵大荣夫妻2个，祁红豆也是使劲哭穷，家里因为盖房子钱都花光了，还欠钱呢，一说就哽咽，一说就一把年纪心力憔悴，看起来老不容易了。祁红豆全都收起来了，不要白不要，
他和赵大荣说好了，杜鹃那个小脾气看着就有点难搞，真到了红旗大队做知青，先让杜鹃在集体宿舍住着，等什么时候合适了，再让杜鹃去老赵家住。祁红豆可不想留在赵大荣家里束手束脚的。自己系统别墅里有豪华大床房不睡，咋还要跟你们挤啊？再说来一次县里可不容易，这不得好好逛逛啊！而且就这夫妻2人的心眼子，自己不多要一点，估计他们自己都不放心。小大姐，今天有啥好东西啊？大娘你不知道啊，今天供销社到了一批被单厂新出的大花床单，可漂亮了，以前只在市里卖，这个月咱们这里的供销社才有的卖呢。要是我能有个亲戚在被单厂里干活，说不定也不至于买个床单这么难了。本来就是要买东西的，正好排着呗。边排队一边和小媳妇儿聊天吐槽，3言2语就熟悉上。住在乡下的人羡慕住在镇上，住在县城的人，住在县城的人羡慕住在市里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渴望能够进城，在点滴之间细节之中有着天壤之别。哎呦，干啥呢？小伙子，你这么大个的往前面挤什么？我这一把老骨头经得住你这么撞吗？正排着队，隔壁的队伍乱了起来，被个大妈劈头盖脸的年轻人满面通红。他没有插队，插队的是骂他的那个大妈。小伙子，大妈家里孩子多，一年到头吃不着几回糖，你行好，给大妈先买成不？柜台前面的是柜架买糖，很紧俏，这种糖买回来足够体面，8成又要被这大妈插队成功了。哟呵，小伙子，你干啥工作的呀？结婚了没呀？要不大妈给你介绍一个。这也行，小伙子看起来是有点帅气哦。这声音又突兀的转折，不过也不怪大妈忽然这么兴奋，实在是这小伙子看着就很讨喜啊。这轻松一样挺拔的身姿，这大方爽朗的长相，往那里一站，就不知道是多少老丈母娘心里的最佳女婿模板了。同志，请遵守秩序排队。您跟底下大家来供销社一趟都不容易，都跟你似的，随便编几句话就插队，是不是对其他同志不公平呢？奶糖还剩最后3斤，然后排队的队伍哗啦一样，浪潮一样往前涌，大妈直接被彻底挤出去了，想要再挤进去是不可能了。这时候祁红豆也没放在心上，只当是看了个小热闹。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一个人在县里的国营饭店吃起了大餐，然而自己的几个儿子孙子却空着肚子。娘一个人不在招待所，会在哪呢？一个小老太太咋就这么闲不住呢？都来县城了，能不能和老娘去县城里的供销社逛逛？说不定能买点好东西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路过国营饭店的时候，赵爱民停了下来，摸摸口袋，跟着就咽口水。等找到娘，我们也去下馆子。我看到大姐夫给娘钱票了。话音还没落地，赵爱民就看一个满面红光的小老太太提着热水瓶从国营饭店出来了。这2货就杵在国营饭店门口，睁着2个大眼睛，灯泡一样发着光，2个显眼包，没看见我提着东西呢，过来给我拿一下。娘，你在里面吃啥了？我也要。娘，你掐我干啥？呵呵，不掐你等会就要冲进去点个满汉全席吃了。我买了烧饼，回去你们分着吃。惯的3天不打上房揭瓦，别以为我没看出来。自从说了邮递员的工作辛苦之后，你小子就想打退堂鼓。估计赵爱民这趟来就是来县里蹭吃蹭喝的，看给他美的，这会儿还要下馆子，呵呵，做梦吧。再说了，回去还有3个孙子等着呢，就带这2个吃，其他的要不要吃，酸不酸？所以与其到时候顾头不顾定，不如现在就幸福他一个好了。等回去招待所，祁红豆把篮子掀开，里面是一摞梅干菜烧饼和一摞白糖烧饼。祁红豆一人发了2张，剩下那3个的叫赵向南和赵爱民带回去了分了。至于那3个外孙，也让赵向南一人给带了1张梅干菜烧饼回去。杜鹃的名字已经被报了上去了，父母一起做的决定，她反抗也没有用。长这么大就没有去过红旗大队，烧饼也吃不下去了。听说家婆家里很多人，去了能有住的地方吗？做插队知青是要干农活的，肯定很辛苦，到时候自己干不了活会被人欺负吗？凭啥不让杜万里去？还不是偏心。房间里杜鹃乱七八糟想了一通，那边隔天拿到考试结果的赵大荣和祁红豆对坐。他这个性子，你一开始给的太好，他也不会知道好歹，所以还是按照我说的，先把他放到知青点磨一磨性子。你别急着说话，他是这么看我这个家婆的，你有眼睛也看得见，女婿也在，我就不说的更难听一点了。孩子毕竟是你们自己养的，想要他少受罪，就要好好教，不然你不教，以后出了家门，有的是人教。赵大荣和杜前进无言，最后还是默认了祁红豆的办法，只是别忘了照看杜鹃就行够，好歹是家里人。娘，向南和魏国的考上了，这个事儿您打算怎么做？要不然让爱民留下，向南和魏国谁把这位置留出来？老娘偏爱妖帝也不是秘密，只是没有想到这几个人当中，还真的能有人考上。说实话，真的很意外。谁考上的谁去，折腾这些没用的干啥？怨天怨地怨祖先，不如照镜子看看自己配不配。端多大碗吃多少饭，
祁红豆当即拒绝了赵大荣这一套。娘，你真不打算让爱民去工作？娘，你是不是抹不开面子？要是张不开嘴，我就去帮忙说说。呵呵，当邮递员也得花心思，心细肯吃苦是一定的。你让你小弟去，他能干得成吗？老太太居然是认真的。当然是认真的，凭本事说话再有道理不过了。祁红豆去的时候篮子和包袱是满的，回来的时候包袱分量翻倍，一些杂七杂八的在镇上难买的东西，祁红豆能在县里置办的都置办了，花女婿的钱不心疼。大队长还收到了一张烧饼的谢礼。老赵家这一趟去县里收获可大，老赵家马上要出2个邮递员了，到月拿工资的那种，这种机会我能有吗？不行，得找个机会好好的和这老婶子唠一唠了，势必要在老太太那里学到点什么东西。这样轰动的消息，连大队长都这么激动，更不要提老赵家里了。王小草和江依云，一个激动的掉眼泪，一个震惊的怀疑人生。李小娥抓着自己男人，嫉妒的眼睛都要绿了。蔡文丽也很嫉妒，魏国哪里比你强了？怎么他都能考上你不行？媳妇儿，你别生气啊，下次要是有机会，我肯定好好努力，没考上就是没考上，总不能和自己亲弟弟抢吧。这次考试的机会乃是每个人都给了的，还下次有机会，哪里来的那么多的机会？真以为是天上掉馅儿饼啊？还不是大姑和奶通了气才有的机会，错过这次，谁知道会不会有下次？哎，媳妇儿，你捶俺干啥？虽然赵家即将出2个邮递员的消息引来了不少村民们凑过来八卦，但祁红豆并没有很高调，也就比在土里刨食好那么点点。城里那些邮局工作都是坐办公室的，我们家向南和魏国还是在咱们这村疙瘩里，不过就是干些苦活，风里来雨里去卖力气的，还不知道能有多少钱工资呢。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要寄信啥还能不方便你？就是还不知道我们家那2个憨子能不能分到咱们乡里呢。本来大家都穷得好好的，忽然冒出来2个有工作的，明明只是喝了碗粥，就被传成吃了佛跳墙。那你们家魏国这都要有工作了，看对象了没啊？是啊，赵卫国也到了年纪了，长得也不错，也不是个懒人，名声比他小叔赵爱民好不知道多少倍。虽然前阵子和老刘家的丫头有纠缠，但那不是老刘家的人讹人吗？这还是没工作版本的赵卫国，现在有工作了，那岂止是不错，简直就是金龟婿了。之前是有打算，如果赵卫国有这个想法，就安排一下的，但是赵卫国压根就没这个意思。不管他是不是还惦记着刘春燕，这个问题还是先放一放了。祁红豆笑呵呵的和人几句车轱辘话，给这话题含糊了过去。等寻摸到了合适的姑娘，再来牵线，肯定少不了他一笔谢没钱。娘，一进门就一脸神秘兮兮，我已经从你的表情上嗅到了瓜的味道。娘，你还不知道吧？郭家老三已经回家了。郭建军，郭家出啥幺蛾子了？我听人说，郭家大嫂准备把自己表妹塞给郭家老三当媳妇儿，但是那姑娘家里放了话，说郭老三要娶他们家女儿可以，但是得入赘。00后少女穿越成1960年老太，当家做主，本不同意孙女的婚事，却没有想到男孩竟愿意入赘。不能说上门女婿就一定磕碜，但是没有点隐情和特殊情况的，谁会答应入赘呀？不过别人都说郭家4个儿子，郭老三又是那时心眼的不会争宠的，郭家那2口子没准真的会同意把这个儿子使出去。在郭家父母眼里，虽然老三只是个大头兵，但是每月都有钱拿，儿子他们不一定在乎，但是钱肯定是在乎的。郭家大嫂说的这亲事，压根就没把我们家玉菊放在眼里。我看郭老三那个傻当兵的，是被他家吃得死死的了。不管是不是要入赘，现在郭家人都没想过郭建军的婚事还会是和赵玉菊定的。郭家还真够乱的，都要乱成一锅粥了。娘，要我说，不如给玉菊找个更好的吧。这什么糟心婆家啊！郭老三的性子也太软了，亲爹亲娘也就算了，大嫂都能管他的婚事了，可见在郭家是一点地位都没有啊。因为情绪带入说的太激动，蔡文丽都有点没控制住嗓音。那有没有说郭家老三同意不同意他大嫂提的婚事？而且实心眼的傻子会主动给我们家发电报，会提前打招呼。对了，你说郭老三回家是什么时候回的？好像是说昨天晚上回去的。娘，咋了？蔡文丽觉得郭老三的婚事大概率是没办法自己做主的，就算是当兵的有津贴，按照郭家的这个形式，未必能用到玉菊的头上了。说句不中听的，万一郭老三光荣了，苦的还不是玉菊。你的担忧挺有道理的，不管郭建军是不是有隐情，就这乱糟糟的架势，这门婚事还是趁早些了吧。起身，正准备找王小草商量一下，给赵玉菊重新看一门亲事，此时有个挺拔的身影逐渐靠近。在柴火棚里磨洋工劈柴的赵爱民看到这一幕，嗖的一下窜到了门口。你谁啊？赵爱民问话，眼睛却在对方手里的东西上来回瞟。小叔，我是建军，郭家那个和玉菊订婚的。
屋里的人看稀奇的同时，还在一个接着一个问问题。这种场面，赵玉菊是不在的。老赵家的堂屋周围一圈一圈的人围着。姐，那就是姐夫吗？四姐，你还记得他长啥样吗？姐夫来，提了好多东西啊，大包小包都是鼓囊囊的。四姐都快要出嫁了，家里却已经很久都没人说起姐夫那边的情况了。因为这个名义上的准姐夫一来，奶和小婶婶还有大伯娘他们的表情也都很奇怪。赵玉菊毕竟还没嫁人，面对妹妹们一口一个姐夫，还是有点羞涩的。乱七八糟的说什么呢？什么姐夫？名分还没定呢。还有这一句话也很奇怪，大家都很奇怪。明明在大姐的眼里这么明显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奇怪。这边青春期的少女开始了莫名的规则怪谈，那边郭建军已经把自己的身高体重、津贴票据快要交代个底朝天的时候，祁红豆挥挥手，只留下了老大夫妻和郭建军。你说你要娶玉菊，你家里的事情怎么说？他那点津贴说的好听，但是还要养一大家子，现在还被自己的大嫂以及那个说亲的表妹一家盯上了，消息都传出来了，那津贴拿着跟地雷都没两样了。我的婚事，我家里是有点别的想法，但是我没改过主意。一开始说要和玉菊结婚，就不会换旁人。奶奶、伯父、婶子，我是真心娶玉菊的，结婚之后我一定会好好对她。小伙子态度很可以啊，就连王小草都哑火了。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刻薄的人，嘴上说说可不算。你们家一共就几间屋，你出去3年，回去家里还有你的床吗？要结婚，你们小两口能有自己的屋子吗？你这次能在家留几天？结婚之后你还得回部队，你和你爹娘怎么闹都是你们一家关起门来的事情。那我们家玉菊怎么办？虽然郭建军没说明自己现在混到什么级别，但是随军的资格都没有，就不用看了。你诚心娶媳妇，在家过2天，把媳妇一丢就是好几年，那夫妻2个过个什么劲儿？现实本来就不是童话，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磕磕绊绊的人情往来，真有哪天你功成名就了，我们家玉菊也从水仙花被熬成咸菜干了。别说那时候郭建军良心依旧，人都面目全非了，再怎么赞美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奶奶，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入赘。郭建军说的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显然不是在开玩笑。如果是入赘，老赵家添人是喜事，且郭建军这么大，有自己的津贴，也不用担心占了家里的口粮，多个吃白饭的。赵玉菊还能在家里，老屋后头的3间房子现在是家里3个孙子住着，可以挪1间出来给小两口做婚房。完事儿，赵玉菊和郭建军2个婚后，一个去部队，一个可以一如既往的留在家里，婆媳妯娌这些矛盾就不用担心了。你爹娘能同意？我会让他们同意的。那行，既然来了就是客，留下来吃顿饭。留郭建军吃饭是假的，他也得给赵玉菊好好看看这个可能成为自己丈夫的人不是。晒谷场上，郭建军和赵玉菊慢吞吞地走着。你冷不冷？要不我们回屋里。话一开口，郭建军就在心里懊恼，老赵家屋里全是人。那你冷吗？你听见他们说啥了吗？四姑好像笑了，别的没听清。听不清楚，我咋回去给太奶汇报？你们看看玉菊和郭家老3的这个婚事妥不妥当？还有没有啥要补充的？娘，你看着好就行。娘，郭建军万一后悔了咋办？他后悔了，你怕啥？咱们这一大家子又不是摆设。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人人都嫌弃的倒插门年代，只因入赘低人一等，但对赵老太一家却是喜事。入赘的事情你咋说？入赘其实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方便切断和郭家那边的联系，能够省去许多麻烦。不过也不是所有姑娘都能接受入赘的男人的。但是事实证明，赵玉菊比她想的还要聪明。奶，我没有意见，话都是留给别人说的，但是日子是自己过的，我知道奶是为了我好，不会害我的。既然这样，我怕什么？本来觉得这2个人并不是那么合适，但是现在来看，没准人家还真就是天生一对。你不怕？日子是人过出来的，而且奶和爹娘都在我身边，我怕什么？赵玉菊说这个，脸上不见羞涩，只有对自己生活的笃定。是，咱们家人都在一块呢，你什么都不用怕。为何已经在尘埃里的人，还要千怕万怕诸多取舍考量？无非是生不易，活不易，以女子身前行，千千万万困难重更不易。祁红豆本以为入赘这样的事情，郭建军想要办成，估计也得费一番功夫。谁知道这人办事相当利索，等媒人来回跑了2趟之后，郭建军入赘的事情就算是定下了。真的，姐，你嫁人了，还能留在家里吗？原来结婚不一定非要女人出门子，也可以男人上门，真好。姐，你说我以后能娶个男人回来吗？不许瞎说，要是被小婶知道了，那还得了。
其实赵玉菊自己也觉得这件事的发展超出她的预料了，虽然感觉有点不真实。两家人碰了个面，齐红豆看着郭家那老两口一副气不顺。我们家老三没什么本事，平时饭量不小，人也不灵光。亲家，你可千万多包涵。亲家放心好了，我们不会亏待建军的。你自己愿意做上门女婿丢人，就别想着家里给你出1分钱，1个月几块钱的津贴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事儿。别人的儿子当兵提干当领导那才威风呢，没出息的东西，只是以后别再登郭家的门就是了。你俩口子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就是普普通通一个大头兵，那也是你们的儿子啊。儿子不算什么，只有拿到手的钱才是真的。郭建军经过大队长和读书签字按手印的断亲书，心里没有半点波澜。郭家老两口已经拿了郭建军给的补偿，扔个儿子就像是扔掉一个累赘一样，真没什么感觉。结婚这天，老赵家来了许多人，大队长和大队书记也都来了。赵玉菊和郭建军在所有人的见证下，完成了简单的拜堂环节。作为真祖宗，齐红豆接了小两口的敬茶。不行不行，郭建军这样的是个例，以后玉山还是得嫁个靠谱的优质好男人的。大嫂，你这女婿可真不错。大嫂命好，女儿听话，女婿也称心，可自己呢，不能想，一想就心塞。赵爱民也祝附体，哥哥嫂嫂们如何在心里感怀女儿女婿的话题，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满心满眼都是吃结婚什么的，哪里有饱餐一顿来的快乐。赵爱民就他这个心态，他要是一不小心30多结婚，一点都不奇怪。绿军装哪儿少有不向往的，穿上这一身衣服都是自带滤镜的。齐红豆看着郭建军一步3回头的样子，忍不住觉得牙酸。你站这里干什么？进门到现在都没个笑，不知道的还以为谁欠你的呢。娘，又不是姐的错，为啥打她？差不多行了。你也嫌弃我了是不是？你觉得我丢人是不是？我父母对自己的冷嘲热讽，对自己的鄙夷和冷漠。老宅的堂屋里，齐红豆和几个重孙凑在一块吃烤红薯，一时也就没人注意到新房子那边李小娥的声音。奶，不好了，六婶晕过去了。大夫，我儿媳妇这是咋了？这人受刺激了，但是更多的是受了惊吓。赵元双把嘴里知道前情提要的告诉了齐红豆，李小娥是被自己父母讥讽羞辱吓到了，回去又拿玉秀出气，结果回家不到半天人就发病了。你是真窝里横啊，一把年纪活到狗身上去了。你说你平时在家不是挺能的吗？咋就我这个老太婆好欺负，回家对着你爹娘就屁都不敢放，回来不顺心就拿玉秀出气，你是手断了还是脚断了？娘，说话没有，都没有，好手好脚的，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你一天到晚虚个什么劲儿？这人活了一把岁数，心里那是一点底气都没有啊！不管是你娘家还是咱们家，那是你坐在家里啥都不干就有的吃的吗？当然不是。李小娥摇头，她从记事起每天都在不停的干活，从女娃娃到少女，从少女到妇女，一天都没歇过。那你他娘的回一趟娘家都能被吓出病来，你不是长嘴能说得很吗？怎么对着你娘老子就那么怂？他们还能跑到赵家来吃了你，还是你要靠着他们才能有饭吃？当然不是，不骂不长记性，与其花时间疗愈让李小娥忘记自己亲生父母带来心理阴影，不如现在就让她知道她最应该害怕的人是谁。骂完李小娥，齐红豆顺道把赵元双拉出来连坐。自己媳妇不知道看着点，你那老丈母娘和岳父这个德行，这家的门不登就不登，又能咋样？有这个时间，你们两个就不能多关心自己的娃儿？玉兰这1年都没什么消息传回来，你们不知道关心一下？还有你老婆那个不顺心就喜欢拿玉秀撒火的习惯，你给我盯死了，叫她改了，没有这么当娘的。这时候哪里有关注心理问题的啊？真要关注了，齐红豆觉得就赵元双这个家伙也得来一碗中药。对这两夫妻，自己连画饼都不用，只要板着脸就行了，多了没用。这俩属于典型的吃硬不吃软。00后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儿媳听了生子偏方，打算用虫子粑粑喂孙女吃。什么东西都能往嘴里塞，你们俩是不是打算用粑粑做蛋挞？娘，有毛病不去看大夫，自己搁这里瞎琢磨就成了。都照你们这样，医院早就关门了，不是毛病也琢磨出毛病来了。娘，你说让玉英去看大夫，那不然呢？不看大夫就让你们脑袋一拍，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江依云他们寄希望于偏方，而是因为不孕这样的话题一直都是很隐秘的，不愿意被拿出来说的。在这个年代，不管是非对错，最后总是一锤定音，是女人有问题。只是怕去了医院，推着女儿去医院检查，不孕这个帽子就彻底扣在女儿头上了。可能当娘的就是这样，一颗心操碎，还怕这不周全那不周全，但是不去试着解决，怎么就知道不行呢？问题摆在那里，因为畏缩，所以不去动，永远是不会解决的。村里的赤脚老大夫只能管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不孕这个他不在行。要是卫生所的大夫看不出个头绪，再想办法去大医院也不迟不是。实在不行，去系统里的便民医院咨询一下，偷摸给赵玉英采个血做个检查什么的也不是不行啊。峰回路转，江依云没想到婆婆居然会愿意用自己去看病的名义带着玉英去卫生所。奶，你要带我去卫生所？
怎么了？我老太婆一把年纪了，有个头疼脑热的不行了，让你陪我去公社，你还不乐意是吧？奶，你好投入哦，还没出家门呢，就已经入戏了。难道奶忘记了娘已经告诉他为什么要陪着奶去卫生所了？怎么样，大夫咋说的？任大夫说了，玉英没啥毛病，就是缺点营养，得补补。回去是你自己说，还是让家里人过去，让你男人也去看看医生？祁红豆看着赵玉英，这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自己的身体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我回去和长风商量一下，不能浪费奶奶和娘的一片心意。接下来只看林长风那边能不能顺利了。最好的结果自然就是两个人都没问题，只是真的缘分没到而已。自己媳妇儿长久不孕这个事情，林长风自己心里面也不是没想过。同龄人的孩子已经满地跑能打酱油的年纪了，他却只能看着。听我的，抱个孩子回来养，很快就能有了。别人的孩子养不熟，你们担心。你大姐的孩子，你亲外甥还不行吗？娘，你光想着我了，姐夫那你难道不想想？小超都4岁了，孩子也要记事了，抱回来姐夫能愿意吗？就是姐夫愿意，以后来来回回的，孩子还记着亲爹亲娘。到时候我和玉英是拦着孩子招姐，还是不拦着呢？林长风可以做个好舅舅，但是不想做这个冤大头。林母一听儿子这么说，想了想，觉得也是。这进门马上第4年了，肚子还没动静，村里面已经有死的了，娘发出去的钱都收不回来了。那嫂子和我哥又不是七老八十生不出孩子了，你着什么急啊？咱们大队有几个女的能和我嫂子比啊？天天下地满宫分，你还不乐意？谁不满意了？我这不是着急吗？情理之中的啊。那你还天天催，你敢把我嫂子都催回娘家了？要是我嫂子被你催的不回来了，我哥肯定的哭死。娘，我干活去了。去村口看看媳妇回来了没有。一出门，隔壁半年前新寡的女人一阵风一样摔倒进了他怀里。哎呦，林大哥，你扶我一把呀！郑寡妇24，嫁过来也就2、3年的时间，不过她男人身体不好。可是林长风就不一样了，放眼整个大队，林长风这样貌都算是拔尖的那个。林长风和自己的男人一对比，真的是老天不公，自己长得这么好看，可不会守寡一辈子的。凭什么赵玉英那样不像女人的女人都能有个林长风这样的男人，自己却摊上了一个病老鬼？郑寡妇觉得肯定是赵玉英身体有问题，她心里不屑，觉得自己比赵玉英好18000倍，所以她盯上了林长风。林长风左右看看，这会儿没什么人路过，3步并作2步，溜了。这什么人啊？漂亮女人往他怀里撞，他没看清推开就算了，现在明明看到他摔成这样，居然也不扶一把，难道自己现在很吓人吗？郑寡妇这不是来撩拨我，这是来陷害我的。都乡里乡亲的好几年了，谁不知道俺媳妇儿打人很疼啊？林长风到现在都记得自己新婚不久之后，一朵烂桃花带着自己哥哥追到家里，结果他媳妇二话不说，提起菜刀就要砍他的情形。要不是当时及时解开误会，指不定身上就要缺点啥零件的。赵玉英老远的就看见自家男人在村口张望了，没办法，眼神太好，目标太大。玉英，这是啥啊？奶给的，说是药茶，对身体好，让我每天都要喝。虽然老太太指不定是上当受骗了，不过几分钱一大包的东西也是钱买来的，也不能浪费不是？再说了，这也是奶的一番心意。药茶，家里有人病了。说话间，夫妻2个朝着家里走，迎面就遇到了朝着他们走过来的郑寡妇。哎呦，玉英这是回娘家干啥去了啊？哟，瞧那篮子里面的不是药吧？要我说，这不能生就是不能生，光喝药能有啥用啊？玉英姐，你要是真心为林大哥好，不如你就把这位置给人腾出来，就林大哥这身板。赵玉英瞪林长风，当面给他戴绿帽子是吧？媳妇，他污蔑我，我不是，我没有。照你的意思是，我走了，换谁来给他生仔比较好？这个嘛，其实我想着林大哥肯定是看不上那些毛丫头的，找个有经验的、漂亮点的就不错。有经验、漂亮，你在这里等等。赵玉英快步跑回家，林长磊正在厨房的灶堂里面掏自己烤的红薯。嫂子，把你旁边的瓢给我拿过来。那瓢是接猪尿用的。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极品老太，没想到孙女和自己一样暴脾气，一言不合就是一条粪水。完蛋了，这回还能解释得清吗？我男人死了都轮不到你想，听懂了吗？再讲。赵玉英举着瓢追了几步，然后郑寡妇就彻底跑没影了。你是不是做啥对不起我嫂子的事情了？你别在你嫂子跟前叽歪，我告诉你，收拾不了那谁，我还收拾不了你小子。嫂子，我哥他。玉爷，有啥事儿咱们家里说啊，家里说。祁红豆见到林长风和赵玉英站一块的时候，心里有个感受，觉得这2人站一块
养眼。林长风确实长得不错，和郭建军自带正气的军人作风不一样。林长风就是很标准的英俊，只是不像后世那种精细到头发丝的那种英俊，而是野生的原生态，甚至带点粗糙印记的那种。赵玉英也是身高腿长，换到后世，两人一个飒一个俊，就很养眼。来之前，两人已经去过一趟公社的卫生所了。本来江依云还在一个劲儿担心女儿回去之后会和婆家闹出不愉快。咋说？大夫咋说？这两人看起来都挺好的，不像是身体上有大毛病的。大夫说了，长风的身体也没问题。你没骗娘吧？婆婆亲自带着女儿去卫生所看，人大夫都说了能生，两夫妻一个能生的话，那指定是另一个有问题了。你放心吧。其实大夫话里暗示了，自己和林长风两人大约是体质不合，所以很难会有孩子。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虽然听着很少见，但这样的例子还是有的。咱们要是真没孩子，老林家也不会绝后，不是还有我弟吗？不想着重新娶个媳妇儿。媳妇儿，你不要我了，咱们两个掰了，你找个女人，生个崽，日子一样过。媳妇儿，跟别人过日子有什么意思？我就要和你过，不说发誓我愿意一辈子不要崽，而是我觉得比起这个，我更想要和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没有遥远的未来，只有当下。你说的，别后悔。我怎么可能会后悔呢？敢搞花头精，我就打断你的腿。林长风摸摸自己的两个波棱盖，这话说的果然是他媳妇的风格。长风。这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等离开红旗大队回家的时候，林长风擦了擦额头的虚汗。谁不知道林长风的老丈人一家武力值超高，家里多了2个有工作的。祁红豆从手拿1份工资变成了3份，上辈子做梦都在想的，在家躺着就有钱花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大妹子，你有福啊！那个眼睛长在天上的赵家大女儿居然那么本事，一出手就是给娘家侄子弄了2个工作。送邮报再辛苦，那也是工作。老姐姐今天去镇上是要换啥？换点油盐，火柴也没了，得换些回来。这些小东小西是不经用，自家厨房里的火柴好像也快要用完了。知道祁红豆今天是去砖厂领江依云工资，麻子奶奶更羡慕了。老姐姐你才有福呢，你看看你几个闺女多孝顺。你罩衣里面的那件新衣服是你女儿给你做的吧？我记着你穿出来过，可是一点补丁都没有呢。孩子要是不孝顺，别说给做新衣服了，不反过来掏你的兜就不错了。哎呀，我说不用，给我穿了浪费，我哪里用穿这么好的衣裳啊？都是我女儿非要给我穿的。说是按着我的身量做的，我不穿就是浪费。大妹子，你说你也太苦着自己了一点。那么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张嘴，要是没那点工资，估计早就揭不开锅了吧？到底是自己的孩子贴心一点，老赵家的不行。我怕把我里面的毛皮小坎肩露出来，刺痛你的眼睛。扭头去了砖厂，门口的老大爷依旧为祁红豆如虎。江会计的恶婆婆又来了，收工资这种事情，祁红豆是1回生2回熟，场面堪比旧社会地主收租，拿着中午下饭吃。这咸鸭蛋还是大宝2宝启发了弄的。村里有人养鸭，家里腌了一坛，看着不少，不过因为人多，也只是偶尔能吃粥的时候才会拿几个出来切开，大家分着吃。江依云很喜欢这一口，祁红豆观察到了，不过江依云从没主动提出来说想要多吃一个。行了，你上班，我先走了。前几次好像不是烧饼就是糖果，都是吃的，那这次应该也是吃的了。我怎么觉得老太太瞅着不像以前那么不讲理了呢？那江会计这算是熬出头了。啥你？江会计的钱不还是在她婆婆那里，哪里就是熬出头了，最多算是日子好过了一点而已。江依云低头看着手里的咸鸭蛋，她的嘴角微翘，绽放出一朵小花的样子。日子好过一点，就已经是平静生活里最大的幸运了。亲家，是亲家吧？亲家，你这是上哪里去了啊？这2人不是李小娥的爹娘吗？亲家现在是发达了，都不认识我们这些穷亲戚了是吧？亲家这是去镇上了吧？都买啥好东西了？拿出来我看看，有吃的没？给我一点，饿死了，走半天路。啥玩意儿？天底下还有这样的道理呢？肚子饿了就能到人家饭锅里面扒拉，见到人手里提着个篮子就要一翻一翻。新中国都成立了，土匪拦路抢劫，抓到了是要吃花生米的。李牛鹏和钱大凤听到这话，手忍不住抖了抖。村口一如既往有吃瓜唠嗑的群众。你别想着吓唬俺们这些老实人，咱们可是亲家，上门做客，吃你家点东西怎么了？就是有你这么抠门的吗？少放屁，给你们脸了是吧？把我们老六和我外孙女骂出门的不是你们，连口水都没给孩子喝，你们还亲戚上了，跟谁稀罕这门亲一样，赶紧给老娘滚蛋！00后少女穿越60年极品老太，本就不容易，没想到奇葩亲家竟想当面抢吃的，赶紧给老娘滚蛋！
你们这种人给3分颜色就敢开染房，愚蠢又恶毒，谁沾谁倒霉。我女儿嫁给你儿子了，娃儿都生了这么多年，你说不是亲戚就不是了，欺负人是不是？亲家，做人要讲良心的好不好？要不是我们同意把女儿嫁给你们家老六，说不定她早就被抓走了。就是小年纪不学好，就知道拐带人家闺女。要是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意，她早就被抓起来打死了。什么玩意儿？这俩老东西怎么满嘴喷粪呢？李牛棚也不知道是不是名字给的自信，脸比牛棚要宽敞的多了。见齐红豆不愿意多搭理他们，甚至抬脚就要走。老赵家翻脸不认人了，没听说过亲家来走亲戚还给人撵走的啊？老赵家不要脸啊！一声比一声刺耳，本来只是模模糊糊听见一些动静的闲散村民们渐渐靠了上来。走亲戚？咱们这个关系，只要上门，难道不就是走亲戚？好啊，既然是走亲戚，那就到家里坐着喝杯茶，慢慢唠吧。关门打狗，堵住嘴打，没有声音的，就是不知道这两老骨头守不守得住。李牛棚和钱大凤眼里的算计都要冒出来了，当然是傻子呢。夫妻两人跟着齐红豆去了赵家。哎呦，这新屋子气派的哟，真是阔气啊，亲家。有肉没？今天家来亲戚，不得炒几个好菜啊，是吧，亲家？进来说，我让我儿媳妇给你们弄个竹笋炒腊肉，再炖条鱼咋样？炖鱼要贴饼子啊，贴板面饼子沾着汤吃才香呢。都有，给亲家吃嘛，当然都得要好的。做饭还要一会儿，亲家不如说说你们今天是来干啥的？我们啊，今天来没有别的，就是想让你给我们家大头安排个工作。家里不富裕，我们家大头马上也要结婚了，亲家你等会收拾点干粮啥的，给我带回去吧。真敢张嘴啊！给老娘有多远滚多远！亲家，你这话什么意思？李牛棚一张倭瓜脸拉得老长，提要求提得理直气壮，这种人真的被打死也不冤枉，出来就是找打的。耳朵不好就不要出门了，说话都听不见还说个屁！你是不是不想给我们大头安排工作？你看我长得像不像工作？你说有就有啊！赵元双听到自己岳父岳母来了，心情相当不美妙。李小娥就更别提了，整个人的精神头就不对劲起来了。看在亲戚的面上，我们好说好散，你们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不好吗？你敢这么和我们说话，信不信我把小娥给领回去，看你少个儿媳妇，儿子跟不跟你闹？我们老赵家可没有把人捆着不让走，你有本事就把你女儿领回去试试。没用的东西，你怎么现在才来？刚才你那狠心的婆婆说的话听见了吗？人家不要你了，让你婆婆给你侄子安排个工作都不乐意，还亲家呢，你现在就跟娘回去，听见了没有？钱大凤叨叨了半天，发现李小娥的目光并没有落在自己身上，顺着李小娥的视线看过去，才发现她那一声娘是喊的自己婆婆。娘，我不要回去，求你别让我回去。自己只是和李牛棚、钱大凤这么一说而已。李小娥是个人又不生物件，还能谁想领走就领走啊？李小娥大概是当真了。齐红豆头疼，让李小娥先起来。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白养你那么大，我就说养个女儿不如养头猪。你看看她，巴巴的喊人家娘，真是贱种。哪怕是有一点血缘关系，哪怕有一天真心养育过，也不会有人这么说自己的孩子。这两人可能只是看起来像是人，但其实只是会行走的动物而已。老六，你老丈人和丈母娘这是假酒吃多了，净说糊涂话，你还不给人送回去？今天看在孩子们的份上就算了，你们回家去，我就当你们没来过。要是脑子不清楚再跑过来狗叫，别说给你孙子找工作了，我给你们全家都能安排个工作。李牛棚和钱大凤听着这峰回路转的话，什么意思？你同意给俺们大头安排工作了？同意啊，只要你们同意，我有什么不同意的？蹲篱笆子吃劳改饭的多一个也不算多啊。你要把俺们大头送去蹲篱笆子？你说送去就送去，死老太婆，你以为你是谁啊？所以这两人不是也能正常思考吗？那为什么上门来就能说出给安排工作的话呢？合着是脑子只能动一半，另一半是瘫痪状态啊？你们都能拦路抢劫了，怎么就不能送去蹲篱笆子了？就是找到帽子叔叔那里，我也有理啊。在我家还能被你们两个老邓给欺负了，可能吗？蹬鼻子上脸没够的人是你们夫妻两个吧？这年头谁不知道工作难找？你们两个倒好，进门张口就是给安排一下。你们家大头大字不识一个，让他去送邮包，人领导能要他吗？还威胁我要把女儿领回去，亲生的闺女都不惜的跟你们走。我要是当爹娘当到这种程度，出门我都得捂住脸，丢死人了都。家里一塌糊涂，养的孩子一个比一个歪脖子树，就这还本事厚着脸皮来亲家家里耀武扬威，真把自己当回事啊？对，能，俺娘也是一片好心，这工作啊，真不像是你们想的那样，没那么好找。再说了，我们这家里才起了屋子，家底都掏得一干二净，哪里来的闲钱帮大头打点呢？俺娘说话一向是这样，口直心快的，但是没有坏。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的好，你们来的少，也是不知道我大姐夫啊，在县里的革委会工作。你说拦路抢劫的这种事情，就算是亲家，那报案了也得查不是？到时候我大姐夫知道了，顺便和镇上叔叔打个招呼。你们二老一把年纪了，也受不住这折腾不是？
赵元双说的越多，脸上的笑容就越灿烂。只不过笑容只停留在脸上，眼神还是很阴沉的。本来就对岳父岳母无感的赵元双，一路又哄又吓，把李牛鹏和钱大凤送回了隔壁村。刚才为什么不想回去？娘，我害怕。那你知道你打玉秀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样子吗？你对玉秀发火的时候，那脸真是十足的像了你爹你娘。齐红豆那句他和李牛鹏、钱大凤像了个十足的这句话，好像是一把锤子落在了鼓面上。李小娥不知道自己已经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你自己想一想，这毛病是不是要改了？出了堂屋，心神不主的李小娥就看见了在打扫鸡舍的赵玉秀，脑海中浮现的是那天她揣着鸡蛋去找大女儿赵玉兰，结果女儿压根不见她，就好像不认识自己一样。李小娥此刻心里有懊悔，有羞耻，有难过，她没有忘记自己以前遭遇，所以才会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认识了没多久的人身上。娘，你听说了吗？昨晚李家梁老心爱的大孙子掉进茅坑的事情，梁老的孙子被拉上来的瞬间扑了上去，造成孙子2次掉坑不说，这梁老身上也是一身的疤疤。不知道为什么，直觉就是赵元双这个货干的。不过这次干得挺解气。最近李小娥也不知道抽什么风，就喜欢往玉秀丫头身边凑，偏偏半天也说不出几句好话来，真是看得人笑死了。李小娥应该听进去我昨天对她说的话了，这种事情咱们就不管了，让他们自己摸索着来。只要李小娥不会再对着赵玉秀发疯，就已经很好。还有老六，真是损啊！听说他老丈人一家子大半个月都得是臭烘烘的，人干活都不乐意和他们家凑一块。话说大姐家的那丫头不用管吗？都来村儿了，还没经过咱们家门呢。你傻啊？那丫头的邮包娘打开都没打开，就叫魏国他们给扛过去了，摆明了娘不待见那丫头。赵元全被自己媳妇儿好一阵奚落，想了想，所以也就默认了蔡文丽的话。不过娘真的不管那丫头吗？不过看着挺娇气的，那小丫头哪里能吃得了这苦啊？长这么大都没到乡下来过。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代极品老太，穿越过来属实惹了不少仇家。为了建立老姐妹革命友谊第一步，主动约老姐姐上山挖野菜。老姐姐真厉害啊，这么偏僻的地方都给你知道了。那是，我没诓你吧？厉害厉害，我就说老姐姐你一看就是会过日子的人，跟咱们大队别的老太太不一样，又热心又有本事。哼，你怎么可就荠菜一样挖？我这还有别的呢，要不我分你一点。那怎么好意思呢？都是你辛苦挖的，我就挖这些够了，其他的我让家里那几个小的出来挖就行了。哦，原来你喜欢吃荠菜呀。菲菲想吃荠菜饺子了，回家弄点2盒面包饺子，再滴2滴香油，肯定好吃。包饺子能包几个？家里那么多人，一人2个都不够吃的。这老娘们越馋嘴越糊啊！这野菜烫熟了拌一拌就行了呗，还包啥饺子？有啥好吃的？齐红豆从兜里摸出来一块便宜糖果，剥开来尝尝味。因为家里小孩子多，所以他的口袋莫名其妙的开始常常存了些糖放着。麻子奶奶猝不及防的尝到了甜滋滋的味道。这糖如果不这么给，回头这老太太揣兜里带回家，指不定就给了哪个孙子了。怎么样，味道不错吧？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你给我吃不是浪费了吗？留着给大宝、二宝吃多好。他们一群小崽子，以后想吃啥没有，咱们偶尔有机会尝个味，干啥不吃？再说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对自己好点，不是也省了孩子们的事儿吗？难道你还指望那群不孝子孙来照顾你啊？等你走了，他们只想你保佑他们能有个大好前途呢。趁早清醒一点吧。这么彪悍的发言，把麻子奶奶都听傻眼了。话糙理不糙，但是大妹子，你这也太糙了吧？不过道理还真就是这个道理。虽然家里人多，但是齐红豆还是去镇上朱大山那里打了新鲜的点肉回来包饺子。荠菜饺子里面不掺肉，还是有点干罢了。东西吃到肚子里怎么都好，没有一个人有意见或者不满意，又不是天天吃。自从结伴挖过野菜之后，麻子奶奶是越来越爱找齐红豆唠嗑了。现在发现麻子奶奶已经是最好的老姐妹了。大队书记家老二回来了，你知道吗？谁？不就是跟你们家老五1个月份生的2蛋吗？混成城里人那个，你忘了？哦，咋个说？城里人跑咱们乡下来干啥？要是不提赵元武，自己还真一时半会没办法对号入座。就是说呢，我们哪里知道这个？不过提着大包小包来的，估计带不少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混出去的城里人在外面过的究竟是什么神仙日子。不过听着就很阔气了。整个大队就大队书记家里有一台收音机，据说那收音机的票就是2蛋给的。你现在叫人家2蛋，小心人家跟你急眼。和赵元武同年同月生，也是爷爷辈的人了，还混得不错，再叫小名。切，
这是在红旗大队，我就是当他面喊二蛋，他就是不应，也得笑一笑，不然咱们大队书记头一个教训他不能忘本。老姐姐你牛，说的对。本来是村里走出去的，二蛋哪敢忘本，大队书记家就要被唾沫星子淹死了。祁红豆的确不知道，也不太关心大队书记家哪个有钱亲戚回来了。但是白天才八卦完，晚上大队长和大队书记就把他叫过去了。哟呵，不少人正站在那里等着呢。站在大队书记身边，戴着个眼镜，男人还冲着他点头打了个招呼。哦，看来你就是二蛋了。这丫头身上怎么全是泥巴印子和灰尘啊？这就是赵大荣养的好女儿，这才下乡几天啊？艾明娘，其实今天叫你过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主要是就是两个孩子闹得有点不愉快。得了，看出来了，这也是个糟心孩子。在大队长简单说明了一下事情缘由后，大队书记紧接着就道：老沈，你看，其实也就是个床铺的事儿。白云同志也是才来，不知道情况，不懂事，还以为拿东西换了杜鹃同志的床铺就行，没想到杜鹃同志上来就是一套广播体操，一下子就给白云抓急眼了，然后两个小姑娘差点把知青宿舍给拆了。这两小姑娘跟龙卷风一样，把知青点给造的呀，简直没眼看。关键是这个白云同志还是他弟亲自过来和打招呼，要好好照顾的。二代人还没走呢。要是今天和白云打架的是别人，这情况就好断了。可这是老赵家老太太的亲外孙女，想也知道不好打发。杜鹃虽然故意撇过头去，但是对祁红豆会不会帮自己说话，心里还是很没底的。这破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唯一的亲戚就是老赵家，娘都把自己丢到乡下了，肯定就是不打算管自己了呗。娘都不管自己了，那家婆还能管吗？被迫下乡不说，还要被一个神经病抢床铺，那床铺可是我精心挑选的，都睡了好一阵子了，结果这听不懂人话的女的跟有病一样，上来就抢，而且看看大队书记的态度，摆明了是帮白云的，这神经病还有靠山。和白云一比较，杜鹃觉得自己更惨了，人家那边站着的大队书记还有个有钱亲戚，自己这边就一个腿脚不利索的老太太，这还用比吗？完全没希望啊！杜鹃完全没注意到，从祁红豆进门的那个时候开始，大队长和大队书记的表情都变得正式了许多。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是祁红豆曾经给孙女讨公道的战绩可查且令人印象深刻。算听明白了，抢床铺这个事情是白云的错。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代难产老太太，大队长本以为请赵老太来讲公道话，谁曾想赵老太开口就是先维护自己外孙女，自己就是道理。讲道理，要不是这个白云同志先抢床铺，杜鹃这丫头也不会急眼，是不是？这个事情的主要责任怎么说也轮不到杜鹃身上吧。算明白了，大哥为啥刚才一脸为难了？这小老太太看着瘦巴巴不起眼的，但是很难缠啊。可老领导的孙女交给自己照顾了，来的第一天就被人打了，这回去也不好和人交代啊。二蛋皱眉，有点淡淡的忧伤，摸摸都停下来一根的。就知道这老太太没那么好说话。年轻人不打不相识嘛，都是知青，以后还要在一块住呢。我看先让白云同志和杜鹃同志握手言和怎么样？可别在这里消停了，回去继续打，那就没完了。看着梁祖宗的样子，都不像是缺钱的，拿出一点，各赔各的就行。谁要和他握手？哼！你，老实点，闭嘴，不然我现在就走，把你丢给大队书记处理。你现在是知青，这可不是在你家里。别看大队书记整天对谁都笑眯眯，就把人家当成好说话的，只有傻子才会这么以为。很显然，杜鹃就是这个傻子。人家给你递台阶呢，你一个知青得罪大队书记，不怕人家给你记到小本本上啊？以后还想不想回城了？随便卡你一手就够你后悔的了。祁红豆手动消音效果显著，杜鹃本来是心不甘情不愿，看着老太太这次还算是讲理，大队长心里松了一口气。你们这是干啥呢？还不是我们家那个臭丫头非闹着要下乡，她走的倒是痛快，我们心里这不是不放心吗？怕她缺东少西的，就给她收拾点东西寄过去。本来白云一直在这边住着也挺好的，不过自从这丫头被自己亲生爹妈给接回去之后，短短半年就跟变了个人一样。这孩子这次打定了主意要下乡，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养孩子就没有不操心的？是啊，谁说不是呢？这小丫头也是死犟的，当知青难道好玩啊？还想着去建设祖国边疆，就她那小胳膊小腿，让她栽树都要把她累死了。那你们给小丫头安排到哪里去了？南省那地儿怎么着也比边疆强许多。虽然现在是下乡热潮，但是稍微多打听一下就知道，那些被安排下乡的知青日子都苦得很。白奶奶和白爷爷托人四处打听后，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给白云安排了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下乡地点。那地方不错，乡民也都挺朴实的，放心吧，白云肯定好好的。我们都是一把老骨头了，也不知道能照看他到什么时候。下了乡以后，大约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一面了。谁还不是一把老骨头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那么难都过来了，他们也一样。
说的也是。老伴，那包我托人带的大白兔奶糖你放进去了吗？去，我好不容易把这个包裹收拾齐整，你别给我翻乱了。杜鹃和白云打了一架，被罚搞宿舍卫生1个月，一人一半，还有弄坏的其他知青的东西，全都照价赔偿。看什么看？没见过人要去洗脸啊！你昨晚上打了1晚上的呼，你知不知道啊？什么呀？不可能，我才不会打呼噜！杜鹃恼羞成怒，根本不带承认的。她睡着了，什么都没听见，好不好？你说打呼噜就打呼噜啊！宿舍里面那么多人呢，怎么不见别人说？你自己睡得跟死猪一样，当然不知道。偏偏白云睡眠浅，极容易被吵醒，晚上一闭眼，耳边就是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是的，打呼噜的不止一个。哼，你就是造谣，也以为我不知道，我才不会相信呢。杜鹃一甩麻花辫，学着昨天白云抬着下巴看人的样子，抱着自己的洗脸盆走了。什么人啊？怎么比白丽丽还气人？要不是你在大队里面有亲戚，保证昨天让你哭着和自己说对不起了。夏香是他自己选的，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他不会让白丽丽看笑话的。哟，这么老大一个邮包是谁的呀？不能还是给那个小丫头片子的吧？上次这么大邮包就是杜鹃的。上面写的奶的名字？赵大荣吗？不太可能。可是论城里亲戚，也就一个赵大荣了。指挥着孙子打开邮包，里面滚出来2个小包裹，还有一封信。打开信看了一眼，原来这个邮包是杜鹏程和杜万里一起凑的，一半是给祁红豆的，一半是给杜鹃的。2个哥哥很知道自己小妹的脾性，在信里面拜托了祁红豆，给小妹的东西不用一下子全部拿给她，隔一段时间给一点就行了。包裹里面吃的东西居多，剩下的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了。2个哥哥还挺靠谱的，要么说傻人有傻福呢。杜鹃这动不动就炸毛的脾气，还能有2个哥哥惦记着，也算是弥补了一下爹妈不靠谱的坏处了。是不是要给我外甥女送东西去？我来，我去送。赵爱民很积极，盯着邮包里面的东西，2眼都在发光。算了，这货连大宝的东西都能坑。这个饼干不经放，你拿半包过去吧。好嘞，娘，你放心，我马上就给送过去。赵爱民捧着半包饼干，乐颠颠地朝着知青点去了。而此时的杜鹃正在吃眼泪泡饭，知青点轮流做饭，今天轮到白云和另一个女知青做饭。除了自己，就没见过这么烂的厨艺。可是杂粮饭也是饭，这也太难吃了，感觉这一碗饭吃下去，小命都要去掉半条了。可是下乡的时候带的2罐子罐头和1包桃酥已经吃完了，自己的命为什么就这么苦啊？叶娘和2个哥哥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自己这么惨兮兮的，要是这个时候能有包桃酥或者饼干吃多好啊！极品赵老太生了9个娃，可唯独最奇葩的小儿子不是忽悠小孩子的糖吃，就是坑外甥女的饼干吃。这是你家婆让我给你拿过来的，给收好，我任务完成了。干什么这么叫我？嘿，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赵爱民扬起手试图吓唬他，却发现杜鹃根本不怕，反而瞪着眼睛看他。这个外甥女可不如大宝好忽悠啊！你还打我，这是什么糟心小舅舅啊？到底是谁在羡慕自己能有这样的亲戚啊？要赶紧领走好不好？本来杜鹃就眼眶红红，现在被赵爱民气的更是刷一下飙泪。不是小杜鹃，你怎么还哭了呢？给，有饼干吃你还哭啊？再哭就不给你吃了。本来给送饼干这活儿就是自己积极争取来的，要是给娘知道自己办砸了，还把外甥女弄哭了，那最近一段时间的良好表现可能就全白费了。杜鹃一听有人哄，假哭也变成真哭了，一下子眼泪跟决堤的江水似的，把赵爱民的头都哭大了。很好，哭不出来了。你慢慢吃啊，小舅舅先回去了。你偷吃我饼干？怎么可能？小舅舅那能是这种人吗？小杜鹃，你可别冤枉好人啊！等会儿再抄，把你们那些知青一块闹出来，到时候1人1块，可把你的饼干全给抢完了。好生气！但是这个糟心小舅舅说的好像还挺对的。这几天的大锅饭吃下来，因为知青点就没几个厨艺好的，再加上伙食又差，刚开始还有点斯文和矜持的知青们，听到点啥好吃的，一个个眼睛比狼还绿。吃完2块饼干，抱着剩下的饼干回了宿舍。杜鹃第一时间就是把饼干藏自己床底下的箱子，没有办法，宿舍就这么大，他们没有私人空间。组织教育我们支持青年下乡去，是帮助农民的，而且要肯吃苦，不怕吃苦。你这才干多久就想要偷懒？关你屁事！你只会偷懒享乐，
我怎么就不能说了？大家都吃一样的饭菜，就你知道享受。你看看你用的衣服、床单，哪样不是好料子？换做别人被这么扣帽子，都要吓死了。可杜鹃好歹有个在革委会工作的亲爹，根本不带怕的。而且这丫头的脑回路也和别人不一样。我知道了，你是馋我的罐头和我的饼干，想吃你怎么不说啊？反正你说了，我也不会给你吃的。哼！杜鹃同志，请你改正你的不良作风，认识自己的错误，积极改正，不然我就告诉大队长去。大队长忙死了，才没空搭理你呢。你小布尔乔亚小姐作风，你有毛病吧？他就是请假，扣的也是他自己的工分，关庄爱红什么事情啊？你破坏了我们在老乡眼里的形象，是给我们知青点脸上抹黑。谁给谁抹黑了？咱们知青点就你最黑，比隔壁男生宿舍那几个都要黑。我跟你不一样，你的身体是铁打的，我的身体是肉做的。你要是觉得我破坏了咱们知青点在老乡心里的形象，你就多干点，好让老乡知道咱们知青里还有你这样能干的。杜鹃无师自通，滚刀肉的技能，往往他2句话说完之后就能把人给气死。钟爱红倒是真的想要去找大队长告状，但是知青点并不在村子里面，距离到大队长家里还有一点距离。哎，我听说你们老大家的姑娘也在知青点里，这阵子我都见过好几个知青了，就是没见到你们家那个。怎么样，孩子还听话不？不省心的毛丫头一个，谁耐烦操心他？孩子嘛，能有几个省心的？何况是别人家的孩子。说是这么说，但是好歹是在你眼皮子底下。咱们红旗大队风气算是还好，但我可听说那个靠山公社那边女知青们出过好几次事情了。八卦都是越传越玄乎的，麻子奶奶说的那些事情，也是时代洪留下触目惊心的一小点印记。有女知青被强抢回去做媳妇儿的，有女知青被逼着跳河的。大队长能拍板弄这个知青宿舍，还是很有远见的。要是把人都安排在村民家里，肯定麻烦事情更多。后世没有女知青，但是却有被拐卖到大山里的大学生，别的就不指望了，就盼着他老实一点就行。我看你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真不上心。你还让你们家爱民给他送吃的去。虽然没见到杜鹃人，但是赵爱民拿着饼干去知青点的时候，可是有不少村民看见了。也不一定，有时候也可以刀子嘴刀子心来着。那个叫白啥？白云的知青你见过没？长得真排场啊，一看就是城里娃。我听说葛翠芝还特意跑去和白云知青搭话呢，热情的跟什么似的，要拉人家去家里吃饭。葛翠芝是什么人，能有这副热心肠？肯定是不安好心。自从被祁红豆用鞋笛子抽过一顿之后，两家早已经彻底不来往了。葛翠芝也有一点见到祁红豆就绕着走的意思。嘿，当谁不知道呢？他还不就是看白云知青和大队书记家有关系吗？想要讨好大队书记呢？只能说麻子奶奶本性还是善良的。等到祁红豆再见到葛翠芝时，讨好大队书记估计都只是顺带。葛翠芝这是看上白云了，又漂亮又有家底的城里媳妇，要不是知青下乡，葛翠芝8辈子也见不到白云这样的姑娘。不知道好歹，一个小丫头片子，给脸不要脸，哼00后少女穿越成极品赵老太，冤家路窄。今天又碰到抹黑自己孙女的嫂子，此时心怀不轨，想让城里知青做自己的孙媳妇。不知道好歹，一个小丫头片子，给脸不要脸。走路得看路啊！你看你一把年纪，摔这一下，骨头都疼吧？不过你这样的，光看路也不行，有时候也得抬头看看天。老天爷就爱雷劈缺德人，你很危险啊！你，我都不知道大嫂你家这么富裕了，不熟的知青也能拉回家请吃饭。既然这么热情好客，改明也请我吃一顿呗，我也不要啥好酒好菜，炖只鸡就行了。你做梦不要脸！此时爬起来的葛翠芝嘴巴都要气歪了，结果越气越急，越急越说不出话来。你这么不要脸都还有勇气活着呢，我觉得我想吃你家一只鸡真不算什么，你觉得呢？神经病啊！年轻的知青来到了乡下，老乡们大部分是看稀奇的多，也没啥坏心思，但是有些人就不一样了，比如有葛翠芝这样心怀不轨的。有个别知青自以为长得好看，就动歪心思忽悠咱们大队的傻小伙帮忙干活，真是不拿人当回事，竟忽悠傻小子都帮他干活了，连个笑脸都没有，这还不满意呢？你说的是那谁吧？我知道，那天我还看见你孙子帮他挑水呢。这没看出来，一个小丫头片子看着斯斯文文的，心眼这么多呢？白云一个小姑娘，可没想到家里有冷漠的爹妈和黑心的妹妹，外面还有这种传谣言的。白云同志，我来帮你吧。你走开，
白云举起手里的锄头，目视着眼前这个谣言的最大助力者葛翠芝的孙子赵庆盛。虽然赵庆盛并没有成功，但是两人拉拉扯扯的画面落在别人眼里就不一样了。就是大队书记管天管地，也不能管人家小年轻找对象啊。小杜鹃，小舅舅来给你送吃的了，快出来！你小点声，有时候羞耻感其实是个挺不错的东西。如果这个倒霉小舅舅也能稍微有点羞耻感，自己也就不用感到尴尬了。给你送吃的你还不高兴啊？喏，拿好了，这玩意儿可甜了。你又偷吃？瞧你这话说的，小舅舅尝2个怎么能叫偷吃呢？小舅舅吃2个蜜饯那能叫偷吃吗？就是偷吃。他已经知道邮包是杜鹏程和杜万里寄过来的了，只是没到他手里而已。杜鹃最后瞪了赵爱民一眼，抱着蜜饯跑回了宿舍。其他女知青对着杜鹃手里的纸包羡慕的流口水，真是羡慕杜鹃在这里有亲戚。知道杜鹃是老太太的外孙女，别说上来献殷勤的了，就连个和杜鹃搭话的人都没。回去哪里有这么容易？谁不想回去？咱们可是城里来的知青，要做就要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一遇到苦难就想着逃避怎么行？果然有病。我觉得现在咱们知青点，除了个别同志的意志力不坚定，有待提高，其他人也缺乏集体意识。看来我们很有必要开个思想提高大会。钟爱红语气激昂，说话的时候神色看上去格外来劲。大家每天干活都累得要死，谁跟你似的，劲儿多到用不完，还开会。再说了，你和大队长说的那个扫盲班，你去了有3天吗？你有力气开会，怎么不去扫盲班帮助老乡？那些人根本就不配合，是我不想要教吗？是他们根本不用心学。那些村民还会用方言当面讥讽我，这让人怎么叫？钟爱红以前在城里参加运动的时候，只要动动嘴皮子，写2张大字报，就能让人倾家荡产，就会有一堆人跟在他后面冲锋陷阵，一切都很简单。可是下乡之后，他发现自己之前引以为傲的这些话术和能力都不管用了。一群小屁孩，哎呀，经济啊！这帮知青娃娃真是不消停。你弟弟托你照看的那个姓白的丫头，被葛翠芝盯上了，你知道吧？大队长笑眯眯的，他也姓赵，辈分比赵华富要高1倍。我和华富打过招呼了，让他家老婆子消停点，别见到人姑娘长得好就动歪心思。葛翠芝这种人就是他看上了的东西，就会自动被他按上他的标记，整得好像这东西本来就是他的一样。真是笑死人了！那人家眼行里的钱被他多看一眼，岂不是也成了他的了？别让葛翠芝捅娄子，人小姑娘没招他没惹他的，这不是净找事儿吗？谁说不是呢？赵华富也是个软蛋，一点不管事，就由得葛翠芝使唤，一家子提不起来一个能看的，外人看了都糟心。赵爱民兜里揣着2个下公路上在树上摸到的鸟蛋，进门就咋咋呼呼。这家里有2个八卦先锋，女同胞中是蔡文丽同志，男同胞中就是赵爱民，当仁不让了。玉菊，玉菊，晚上烧火的时候，给我把这2个鸟蛋烤一下。那知青点要办喜事了哎。谁要办喜事？知青点可还有个自家的糟心外孙女呢。娘，你知道是谁和谁办喜事吗？少卖关子！娘，你真是的，给你说事儿呢。你看大哥他们哪个有我这么有孝心，听到啥都回来告诉你，你怎么还打我呢？说这话的时候，你要不要回头看看你几个哥哥们已经回来了呢？小心机满满，抬高自己，还不忘踩一脚哥哥们。回头这货要是被他几个哥哥揍了，也不算冤枉。要结婚的是个女知青。你话不能一次性说完。女知青要和村大队长儿子结婚，多少姑娘梦寐以求的金伯伯，万万没想到，身为老光棍的赵爱民却比任何人都激动。不过一个女知青结婚，你这么八卦干什么？说起来，这小子之前对娶媳妇这事儿还挺积极呢。虽然最近没听见他怎么说，但是他毕竟也是成年的男人了，万一对哪个女知青有了什么想法，头疼。当娘也是真不容易，养个儿子这也要操心，那也要操心。那女知青是和大队长家的建设结婚哦，在红旗大队，大队长家的儿子绝对是金伯伯级别的了，这让不少心仪的姑娘手帕都要咬坏了。只要大队长同意，他儿子跟谁结婚不是结婚？你激动个什么劲儿？自己还不是光棍一个？我不激动啊，我就等着大队长家办酒席呢，到时候大吃一顿。嘿嘿，大队长儿子结婚，酒席肯定不能差了吧？赵爱民想到这里就激动的搓手，高看你了，赵爱民，还以为你也打算效仿大队长儿子找个知青媳妇呢。王芳就是那天被钟爱红训斥一通，泪流不停的女知青。这个消息在知青点简直就像是平地一声雷一样，把知青们都听傻眼了。王芳同志，你好歹也是个高中生，这才下乡几个月，你就要嫁人，还是嫁到大队长家？你是不是为了逃避劳动，所以才这么做的？你难道不为此感到羞愧吗？你让我们其他女知青以后出门怎么见人？是不是大队长家强迫你的？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去知青
方办举报。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的。王芳抓着手里收拾好的包袱，她结婚什么要求都没有提，也没想过大操大办，她只想要有个人带自己脱离苦海就行。我没有白云的背景，不像杜鹃一样在本地有亲戚，家里也不管自己，因为身体不好，还要撑着下地挣工分，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大家到时候要是有空，可以去我那里坐坐。看着瘦瘦小小的王芳慢慢的走出知青点，杜鹃忽然有种背后发凉的感觉，白云的眼神更是复杂。虽然外孙女有点糟心，但是万一哪天这丫头要是也来一句我要结婚，还是挺吓人的。赵爱民一个大男人站在门口给杜鹃送2次东西就算了，进入知青的女生宿舍还是不方便的。祁红豆就和靠谱的赵玉菊打了招呼，送东西没让赵爱民去，而是让赵玉菊去了，顺便看看那小丫头有没有折腾的蛾子，比如搞对象这种。和赵爱民这个对比，杜鹃真心觉得还是表姐靠谱，起码表姐不会偷吃她的饼干蜜饯。这天白云的邮包是赵向南送到知青点的。果然，奶说的没错，白知青家里真的很富裕。看那么大的一个邮包，不知道里面都放了什么好东西。如果娶了白知青，那么白知青的东西不就是自己的了吗？想想自己按照奶奶说的那样，娶了白知青，不仅有了一个知青媳妇儿，还有城里的有身份的岳父岳母。白知青。你干什么？白知青这时候洗衣服啊，还用洗衣粉，你也太讲究了，这多浪费啊！清水多搓几遍，什么洗不干净？虽然白云现在还不是他的媳妇儿，但是赵庆胜觉得该交的还是要提前交的，就是有钱也不能像白云这么浪费啊。一个姑娘家穿得这么花哨，给别人看去了怎么办？和你没关系，你赶紧走。白知青，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我奶可说了，你们城里人就是爱瞎讲究，其实都没有必要。你走不走？不走我喊人了。白云生气了，眉眼间因为怒火而闪着光，一反平时冷美人的模样，看得赵庆胜心里痒痒的。你喊吗？喊了人来，我就说我们2个在搞对象。本来我都跟你屁股后面转那么多天了，俺们村里人都知道了我在跟你搞对象了。你无耻！你咋还骂人呢？本来你和我搞对象，以后也不用挣工分辛苦养活自己了。到了我家，也没人欺负你，这是多好的事情！你干什么还不乐意？白云眼泪不受控制的漫出来，看到杜鹃逃跑的背影，她很绝望。如果之前2人没有吵架，杜鹃估计不会不管这种事情。我。我看来不及叫人了，想拿棒槌，棒槌丢了，我就捡了一根棍子。赵庆胜就遭遇了生命不能言说之痛，杜鹃下手的角度意外的刁钻，也就是他胡乱打的。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啊？为什么会被赵庆胜这个无赖盯上？你小点声！哇，我都这样了，你还有没有良心啊？我以为你刚才要跑了就不回来了。看不起谁呢？我是那种黑心的人嘛。不过不管前情他们2个有多大仇，但是今天杜鹃回来了，还救了他，白云也觉得自己确实不应该用老眼光看人了。那地上这个咋办啊？咱们作为知青，打了村民，回头到了大队长那里肯定不好交代啊。我管他去死。那就这样了，真不用管。不用等他去找大队长告状，我自己去。之前赵庆胜对他的骚扰基本只停留在言语上面，这次河边没有啥人，他一个大男人抓着他是想要干什么？这小姑娘跟个红眼兔子似的，一看就知道是出事儿。慢慢说，不急不急。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极品赵老太，身为知青的外孙女被歹妇姐妹重伤了村民，奶奶葛翠芝还没来得及算账，大队长和书记却先到了她家。大队长、书记，你们要给我们家庆生做主啊！在咱们大队，我娃被打成这样，可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哎呦，老天爷，这是哪个杀千刀的干的呀？我跟那小娘皮拼了！大队长，这也太欺负人了！我们家庆胜说了，就是知青点的那2个女知青干的。这帮女知青整天不想着好好上工，就知道勾搭男人，现在还把我们家庆胜打成这样。大队长，今天你必须要把那2个小娘皮抓过来。原本打算早点睡觉的大队长，此时也是黑着一张脸。你们还叫上去了？你们知道你们家赵庆胜干了什么事情吗？啊！大队长，都是那2个女知青故意勾引我们庆胜，他可什么都没干啊！现在他都伤成这样了，你不帮我们庆胜说话，还帮那2个小娘皮。王春芳心里恨的，要是白云或者杜鹃这2个任何一个此时站在他跟前，他都能把人生吞活剥了。万一庆胜以后不能生崽了。
大队长、书记，你们不能因为那个白知青家里有背景，就昧着良心说话啊！一屋子完蛋玩意儿，我明明都警告过赵华富了，现在居然还让他孙子惹出这种事情来。还有一个是那死老太婆的外孙女，是不是？我们家庆盛说了，动手的是那个叫杜鹃的。王春芬眼里闪着凶光，抓着自己的男人赵元伟，不管不顾地冲了出去。祁红豆这时候还没睡觉，还在系统的专属病房休息着。死老太婆，都是你家外孙女干的好事。我们家庆盛以后要是不能生崽，我跟你们没缘。一窝子害人精，小丫头偏自心黑手狠，全是你这老太婆教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在夹杂的一串接着一串的脏话中，祁红豆和围观群众都了解了不少有用的信息，比如王春芬的好大儿疑似受伤，今后可能要变成公公了。乖乖，大晚上的好劲爆的消息啊！真不行了还是假不行了？被老太太的知青外孙女打的。不能够吧？你知青们都瘦巴巴的，没几两肉，能把赵庆盛打成那样？赵元伟在听见村民们的窃窃私语，觉得不对劲了，他想要去拉王春芬，只是这会儿王春芬已经不受控制了。今天你们家要是不给我们一个说法，这事儿没完。我告诉你，大队长不给我们做主，我们就去找帽子叔叔。老赵家各房的人都出来了，站在祁红豆旁边。你的意思是我外孙女把你儿子搞废了？你放屁！我儿子当然没有坏，现在是那个叫杜鹃的打了他，只是你家人，我不找你，找谁算账？你不是说了没打坏吗？又不是小孩子，你儿子一个大男人，被个小姑娘推一把就要死要活的，他是豆腐做的。那是因为你黑心的外孙女打的是我儿子那里。不是，到底是不是啊？赵元伟觉得丢人，正想要说什么的时候，赵华富从人群里挤过来，还不把你媳妇儿拽回去，不嫌丢人啊？大队书记把白云要找帽子叔叔的事情给葛翠芝和赵华富说了之后，又给科普了一下这件事的严重性和恶劣情况。葛翠芝则是当场被吓得双腿瘫软。比孙子有可能变成废人更恐怖的是什么？是孙子有可能被抓去踩缝纫机。因为孙子一个人的事情，可是会连累你们一家子。这时候被打上个坏分子标签，可不是好玩的。等人走了，祁红豆的脸也黑了，才说那小丫头不搞幺蛾子就放心了，后脚出事儿了也不知道好家里说一声。是不是傻？和村民结仇一结就是死仇，不是什么好事情。主要是如果赵庆盛只是轻伤，他们处罚可以重一点；如果赵庆盛真的废了，那就不好搞了。变成公公的话，那和人废了有什么区别？恐怕到时候不管是赵庆盛还是他家里人，都不可能会接受这个结果的。人逼急了，是真不保证能干出什么来的。坐在大队书记家的板凳上，白云绷着一张脸，脸色像糊了一层浆糊一样。而与此同时，杜鹃也被教育局从知青宿舍给领回了老赵家。抓住他！真是的，我又不吃人，跑什么跑？家婆，知道我叫你来是为啥吗？知道。很好，那你就老实交代。老实交代，缝纫机踩穿嘛，这话自己常听爸和哥哥们唠嗑的时候说，难道家婆这是暗示自己什么吗？杜鹃的小脑瓜转得飞快，可惜没有一个在点上。你们知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吗？你们家知青去报案了，你们家出了个踩缝纫机的，以后在咱们大队还要不要做人了？赵华富、葛翠芝，我说没说过不要去招惹人家知青？你孙子现在明知故犯，别说现在就只是受伤了，就是被打断腿都是活该。大队长和书记两人化身喷火龙，把赵华富和葛翠芝骂的，但是就这样，两人的怒火也没消除。本来关起门来还能商量着解决，现在好了，你们两个嚷嚷的满世界都是，以后被人说闲话，难道还能怪到人知青头上去？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蠢的。这两人冲出去的那架势，还真把自家当受害者了呢，老子不清醒。书记，那女知青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吗？我儿媳妇这样也是心疼孩子，好端端的被人给弄成这样，换成你家孩子，你能忍吗？大队书记根本不吃葛翠芝这一套，自己是蠢货，也把人当傻子呢。好端端的人女知青想不开，和你孙子动手。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极品赵老太，外孙女为救闺蜜，见勇为重伤刁民，殊不知刁民一家却想事后报复。好端端的人女知青想不开，和你孙子动手。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们家要是不想出个踩缝纫机的，就得和人知青好好的赔礼道歉，保证没有下次。
态度端正点。态度端正点，还没说几句呢，你手都要扣烂了。我都说完了，我当时也就是闭着眼挥了一棍子，谁知道命中率这么高。要是真把赵庆胜打残了，那他可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太监了。当时情况紧急，杜鹃这也算是见义勇为了，家里人都在，遇到这种事情，你不和我们打个招呼，回头人家找上门，还不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次后你就记着，真遇到事情就回来告诉家里一声，甭管是不是容易解决，大家通个气，也不会留你一个单打独斗，被人欺负。枪口要一致对外吗？杜鹃不可置信，眼前这个老太太跟她想的有点不一样，她还以为她只会上她家打秋风呢。那大队长不会找我麻烦吧？这个时候又开始瞎机灵了，你是见义勇为，大队长凭啥找你麻烦？从大队长和大队书记的工作性质出发，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宁愿天下太平一点，只可惜没眼抛给瞎子看。手是真的痒痒啊，恨不得大耳刮子抽过去。大男人两个窝窝囊囊的，像什么样子？会不会以后不管儿子好不好，都要被人说残废了？这名声要是传出去了，以后儿子可怎么娶媳妇儿？葛翠芝看着大队长两人的脸色，也明白今天这个事情，他们是不会给自己家做主了。大队长、书记，今天这事儿其实就是个误会。庆胜年轻不懂事，可能是想要和白知青说话，吓到白知青。是这件事是庆胜不对，不过庆胜现在都伤成这样了。大队长，你说白知青还要抱帽子数数，是不是就有点过了？少扯淡！你孙子要是不自己手贱，抓着人家不放，能挨打。您要道歉，态度就端正一点，不然白知青不满意，真的抱帽子数数了，这事儿我就不管了。你们家还想要闹到什么时候？你是当家的，这事儿你说要怎么办？是道歉还是裁缝纫机？2选1。邵华富必然不可能选择后者。我们道歉，我们和白知青道歉，老婆子。是我们道歉，我们赔礼。白知青被吓坏了，不是？我们家拿5个不10个鸡蛋给他，再加1只鸡。凭啥给那小贱人吃鸡蛋？吃了也不怕折寿。袁伟，把你媳妇儿拉走，吵个没完，还嫌不够丢人啊？想到孙子的名声是被王春芬亲口败坏的，葛翠芝就气不打一处来。她怎么就有个这么蠢的儿媳妇儿？因为后面叫了赤脚老大夫来看过，确认了赵庆胜不是真的废了，只是伤到了，养养就能好。所以葛翠芝也没有能闹起来的理由，毕竟孙子保住了。现在孙子的名声都被毁掉了，白云还想清清白白做人。妹，你一定要把白知青给我弄回家当媳妇儿，等进了我们家的门，看我怎么收拾他。还有那个姓杜的，别让我找到机会，否则……因为这次受伤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村里几个平时和赵庆胜在一块玩的，还故意跑过来关心他，名为关心，实则羞辱。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赔礼道歉是大队不进行的。白知青，都是误会呀，误会，吓坏你了吧？看你这小脸蜡黄的，是不是干活累到了？这得好好补补啊。那这个老母鸡可肥了，炖汤鲜得很，还有这鸡蛋，你拿回去好好补补身体，压压惊，就当是赔礼了。你再给我们家庆胜一个机会，他哪里有那个胆子干坏事啊？他就是嘴巴笨，不会说话，所以一着急才动手的。你能到咱们红旗大队插队，也是咱们的缘分。你说因为这么点事情抱帽子数数，这多不好啊！就是传出去，对白知青你的名声也不好，是不是？毕竟是个小姑娘家的。葛翠芝一把年纪的人了，脸上堆着笑，心里却在想着，等过了这一茬，看他怎么教训这个小丫头片子。庆胜奶奶，赔礼道歉就好好说话，别以为我没有听出来你话里的讥讽，动不动拿小姑娘的名声说事。白云很冷静，他没有被葛翠芝忽悠过去。本来他给大队书记面子，这件事就暂时接过，但此时此刻，他觉得这家人根本不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说不定等自己这边接受了道歉，转头他们不仅觉得自己好糊弄，还会变本加厉。谁知道下一次自己还能不能这么幸运？我家婆说了，那一家子心眼都是歪的，这把他们说是知道错了要赔礼道歉，肯定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心里指不定怎么记恨呢。通气之后的好处就是杜鹃也不是睁眼瞎了，红旗大队各家的情报他都能听到一手消息。书记，你也看到了，他们连道歉都不诚心。我只是一个外来的知青，要是被他们盯上了，以后的日子都是担惊受怕，不能安稳。所以今天的道歉我不能接受。另外，我要去抱帽子数数。你个给脸不要脸的贱女人，给你点面子来赔礼道歉还不满意，你还想要抱帽子数数？给脸不要脸，一个女娃娃，反正到了年纪都是要嫁人的。白云都当知青了，谁知道还能不能回城？现在满大队都在传她是庆胜的对象，不嫁给我们家庆胜，她还想要嫁给谁？要不是白云，自己孙子也不能受这个伤。
女孩穿越回60年代，变成极品老太，孙女见义勇为，没想到等来的不是赔礼道歉，而是恶人一家的事后报复。特么的，一群不知好歹的王八蛋！白志清，抱帽子数数是吧？来，我陪你去。就算是这事传出去了，会在公社领导面前丢人，我也陪着去，还就不信了，收拾不了这群王八蛋。村里因为有人娶了个知青媳妇儿，其他人就有些蠢蠢欲动。现在赵庆胜这个事情正好赶上，他就来个杀鸡儆猴。这他妈的真是一群烂泥扶不上墙的货色，都到这一步了，好好的道个歉，把事情了了不好吗？白知青，你去抱帽子叔叔吧。既然你不接受道歉，那这事儿就交给帽子叔叔。葛翠芝自觉自己精明，结果这回被自己的精明带到沟里去了。白云抱了帽子叔叔，杜鹃作证，还有王春芬之前闹得满村众人皆知的前提，赵庆胜被送去林场劳改的这个结果。真的一点都不令人意外。说起来，葛翠芝还要感谢杜鹃，虽然她一棍子下去差点把赵庆胜打残，但是也阻止了赵庆胜得逞，不然赵庆胜就不可能只是被送到农场劳改了事了。好了，这下一人劳改，全家出名，葛翠芝出门都要低着头了，一家子彻底消停了。再给我一个，你有那么多，再给我一个都不行啊，真小气。舍不得吃自己的，所以就吃别人的，守财奴行径，简直令人发指。最后一颗。小气鬼，我又不白吃你的。对，白云以为全天下的女孩都跟白丽丽一样讨人嫌，不过她现在开始觉得，如果自己能有个杜鹃一样的姐妹也挺好的。白云和杜鹃在这件事之后，要说从死对头变成好姐妹也不至于，可能她们距离好姐妹还差那么一丢丢。大丫头有说啥时候回来不？还回来？那丫头连门都不让我进。你说说，天底下哪里有这样的女儿？我是她娘，她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现在居然敢不认我！不只是不认，根本就是恨上了。听见李小娥这么说，赵元双难得没有附和，而是沉默了一下。母女哪有隔夜仇？玉兰以前也不是这个性子，要不回头的空你再去瞧一瞧吧。我吃饱了撑的，那丫头敢给我吃闭门羹，难道还指望下次她就能笑脸相迎了？作为赵元双和李小娥的第一个女儿，赵玉兰的出生并不是受欢迎的。至于当时的老太太，就更不用说了。不过出乎意料的，这个孙女的脾气既不像父亲赵元双，也不像母亲李小娥，反而有点像老太太。虽然在家父母不好，嫁的人不行，但是赵玉兰愣是没有一次想过找娘家撑腰，硬是自己一个人挨了下来。就算是棋红斗去，也不能立刻就改变赵玉兰的想法。娘，昨晚我梦见孩子被陈树林虐待，被陈大嫂和孩子们欺负的画面。来弟还小，也是什么都不懂，我怕陈树林和他大嫂见我不在，不给孩子饭吃。之前不忙的时候，自己或老太太家人都会去看看孩子，但是最近太忙了，也就顾不上了。他们老陈家要是敢这么欺负我外孙女，我就让你兄弟们给他们家拆了。你们忙着，我得空去一趟就是了。让你娘下地干活是不可能的，但是去看望一下小孩子还是没问题的。陈树林自从被打断腿之后，光是接骨在家躺着都用了好长一段时间。自从他腿伤了躺下不能挣工分之后，在家没人关心照顾，弟妹更是没少阴阳怪气，就连大嫂也没了从前的好脸色，几个侄子更是不用说。哎呦喂，你说有些人命咋就这么好呢？自己娶的媳妇招了一帮丧门星，连累一家子人，现在倒好，惹了祸，人往家里一趟，就指望我们当牛做马的伺候着。赵雪花那么有本事，怎么不把来弟也一起带走啊？光知道留在家里吃白食。这头躺了有大半个月了吧？啥时候是个头啊？陈老三，你们一大家子就想要累死老娘一个是不是？为啥大哥的孩子自己可以视如己出？家里那时候也没人说自己没必要帮着养大哥的孩子，为什么现在自己就要被这么嫌弃？现在真相大白，小兵的确是他的儿子，他爹难道不应该高兴吗？如果自己以前对孩子像侄子们一样，也不至于让孩子们变成现在这样子，说不定雪花也不会走，自己和孩子们还能有个完整的家。家婆，瞧着小脸瘦的，是不是平时都没吃饱过啊？拿去，这是烧饼。一出手就是3张烧饼，老太婆又来整什么幺蛾子？小孩子哪里用吃的这么好？臭显摆！没看到光宗也在吗？给小丫头片子吃什么吃？他二叔，你看那烧饼这么大一张呢，光宗馋的厉害，要不叫大丫分一半出来？来弟才几岁，能有多大的肚子？吃不完可浪费了，给我们耀祖也分一半。白面烧饼，我这个老头子都没吃过几回呢。爷，你喝水不？我给你倒碗水。家婆，我娘还有二妹和小兵还好吗？他们都挺好的，我过来是看你好不好，有没有人欺负你啊？说欺负的时候，祁红豆的目光跟刀子一样刮过老陈家的其他人，几人都不敢和祁红豆对上，生怕自己只是丢个火星子出来，那不讲理的老太婆就能把整个老陈家给烧了。我都挺好的，爹现在对我也挺好的，前几天还给我买了鸡蛋糕吃呢。
来弟真可疼人。你爹能对你好就行，我就怕你爹犯糊涂，把侄子当亲生的，把亲生的当草，他也不想想，要是自己的娃都养不熟，难道别人的孩子就能养得熟吗？最后养个白眼狼出来，人财两空，想后悔都没地儿后悔去了。那现在后悔还有第二吗？你爹就是个傻子，傻子比坏人还气人呢，不然就留你在这边，我和你娘能不放心吗00后少女穿越成60年代极品赵老太，别的老头老太太每天还要下地干活，她每天不是忙着休息，就是忙着给家人画大饼。虽然你爹人糊涂，但是你们都是你爹的孩子，可得帮着他防着点，免得他被人吊成翘嘴，就不知道东南西北，手里有点东西全撒出去了。毕竟你们是你爹亲生的，别人再怎么闹腾，你们也是亲父女。虽然你爹糊涂，可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也不容易。来弟，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我知道爹只是人好，所以才会被大妈他们骗的，不是故意让我们吃不饱肚子的，我不会怪爹的。等我再长大一点，也能下地干活了，不会让爹一个人辛苦的，我不是家里吃白饭的。乖，你们都是好孩子，等你们爹脑子不糊涂了，以后会念着你们的好的。说完又用余光瞥了一眼陈树林，低头的陈树林，其实他现在的脑子好像已经清醒了，只不过前丈母娘来了这么一通之后，让他的清醒又深刻了几分。娘，你喝水吧。虽然雪花现在已经不是自己的媳妇儿了，但是老太太还能为了孩子来跑一趟。我看来弟好像又瘦了点，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这个当爹的好歹要让他吃饱吧，你别趁着我们不在，扭头就又把自己的粮食拿去喂你那几个侄子了，也不看看你那几个侄子养得多好，是差你那口吃的人吗？前丈母娘说的全是事实，也是以前干过的事情。陈树林被说的头更低了一些。娘，是我太蠢。这2件背心是雪花给来地缝的，我看孩子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补得不能再穿了，这天又热，小丫头也不好光着，得有2件换洗的衣裳才行。我可说好了，这衣服是给我外孙女的，你可别扭头就给你拿侄子们了。不会的，娘，你放心，我这次肯定不会了。你有这个心就行，我就再相信你一次。祁红豆适可而止，他只是敲打陈树林，目的达到就行了。你腿伤好些了吗？我当时下手是狠了一点，可你也不想想你干的都是什么事情。雪花他们母女要不是和你分开了，现在指不定还要被怎么折腾呢。你怕是不知道，雪花后来在家里还晕倒过一次，大夫给看了都说难治，因为雪花身体亏损的太厉害了。你说说，哪个当娘的听见这话，心里不跟刀子在绞一样？雪花病了。雪花现在都还在吃药，不过我今天来也不是拿这个事情怪到你头上的，我就是来看看孩子好不好。不管怎么样，孩子们都叫我一声家婆，我就不能当做他们不存在，你说是不是？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说，就算你不是我女婿，咱们2家也不是仇人，是不是？不是，他可不想和老太太做仇人，谁知道下次会被敲断哪条的腿。这个态度勉强还算可以，可能有的人就是这样，越是亲近的关系的人，他越不当一回事，但是你稍微远一点呢，他就又贴上来，俗称贱骨头。祁红豆不管这些，只要陈树林能把爹当称职就行，至于别的，娘等会就不在你这里吃饭了。今天我没带口粮，别白白浪费了你家的粮食。你别急，我这不是拿话给你的意思，我是认真的。我看这个老陈家，就你一个人跟老黄牛一样累死累活的，这挣点工分弄点粮食也不容易。我可不像那些人逮着谁就不放，跟吃大户一样，恨不得一下子掏空。毕竟你也不容易，是不是？是啊，他可不就是跟老太太说的一样，累死累活当老黄牛，还要被人当大户一样宰吗？家里依旧还是没有人念着他的好。从老陈家回来，祁红豆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守在门口望眼欲穿的赵雪花。这时代2个人想要见一面，说几句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虽然电话和照相机都有，但是乡下并不普及，也不是谁都能用得上的。都挺好的，陈树林脑子也不那么糊涂了。来弟说前阵子还给他买了鸡蛋糕吃呢，放心吧，背心也都给留了，我也打过招呼了，不会让他们把给丫头的背心拿走给别人穿的。他要是敢，就让你哥哥们再去打断他的腿。看着娘虎着脸凶巴巴的样子，赵雪花反而笑了。谢谢你，娘，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啥事儿？娘，二丫到现在都没有大名，我想请您帮我给孩子取个名字，跟我姓。祁红豆有些意外，他没想到赵雪花能说出这个要求。娘，可以吗？赵玉昭或者赵玉飒，你觉得怎么样？祁红豆把想到的说给赵雪花听，这名字带有美好的期盼，念着也大气。好名字，谢谢娘。不是招娣来娣等地，而是正正经经的属于女孩子的名字。因为老赵家平时就有煮药茶的习惯，所以祁红豆有时候会为了给药茶找个合理出处，不是去镇上买药，就是去村里赤脚老大夫那里抓点便宜草药回来。结果祁红豆做梦也没想到，他和老大夫2个加一块都100多岁的人了，居然还有人传他的谣言。你真和王老头好了？啥？王老头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可都听说了。大妹子，咱们两个啥关系呀？你瞒着外人就算了，总不至于连我也瞒着吧？你就跟我说说，我保证不告诉别人，真的。祁红豆打包票，但凡他要说出点什么，明天能传的满大队都是，真是信任不了一点点呢。谁传的这么不靠谱的话你也信？假的，可是罗二奶他媳妇儿的丈母娘家的大姑子可是亲眼看见。看见什么了？就说这几天家里的儿子儿媳妇儿为什么见到自己总是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老大那天好端端的还说起了要给死去的赵老头清理坟头杂草的事情，感情关节在这里啊。也是祁红豆之前威名太盛，以至于根本不敢有人在他面前说他的八卦。当然，谣言传得太真，儿子们心里也不是那么肯定，只是也不敢去问自己老娘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就是你或王老大夫说说笑笑啊！哎，他们说你还拉人家老头的手了，是不是？天塌了！赵老太没想到自己已经60多的人了，还能被造谣和其他老头有绯闻故事。就是你或王老大夫说说笑笑啊！哎，他们说你还拉人家老头的手了，是不是？现在老了，想要找个老伴也没什么。我找他买药，不伸手接，难道等人家送到家里来？谁拉老头手了？真的？难道你没看上王老大夫？我都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了，我找个老头回家干什么？一起买棺材可以打折吗？咦，那怎么外面传的有鼻子有眼睛的？这大妹子是不是害羞，不好意思说啊？我也想知道是哪个活得不耐烦的，敢造我这个老太婆的谣。看来不是王老头啊，左右这谣言的感觉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老赵家的老太太真的在外面找了个老相好。老娘看上人家老头了，是谁？娘找老伴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吗？别胡说，娘压根没提过这事儿。我哪里胡说了？你出去听一耳朵，满大队都说咱娘找老头了，可是找的到底是谁，我们都不清楚。开始说是那赤脚老大夫，后来又说不是，整个烟雾弹给我都听瞎了。不管咋说，这也是咱们家的大事，那个后爹长啥样咱们都还不知道呢。万一哪天娘招呼不打，直接把人领到家里来咋办？一帮哥哥姐姐们听到赵爱民脱口而出的后爹，都莫名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老爹走了也20来年了，忽然要是蹦出来个后爹，谁能叫得出口啊？娘也没提这事儿，你也别瞎想，你别听风就是雨的。娘要是真想要找个人作伴，也挺好的，就是人得把关。咱娘那个性子，要是真的找个老头，那不得把人家底搬空。咱们家最近可没多出什么东西来。一开始的时候，赵元双听到谣言那会，心情比老大还复杂。毕竟娘是亲娘，可是后爹不是亲爹，那感情能一样吗？怕是到时候不光自己叫不出口，不愿意认，其他兄弟几个也不愿意认，那不正好分家？不过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他想多了而已。那就算老头不是真的，可娘到底想不想找个伴儿，你们谁清楚？娘要是愿意，你能咋办？所以我这不是来问你们了吗？那也等娘开口了再说，你可别没轻没重的跑到老娘跟前瞎说话，到时候别把老太太气出个好歹来。之前老六两口子干的好事还历历在目呢，真有那时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谁都不能怎么着。人民群众八卦的力量一直是很强大的，祁红豆知道，可是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这一把年纪了，还能给绯闻的八卦添砖加瓦。本来以为只有小姑娘会被人拉郎配，被人打主意，没想到自己这种有钱有闲的老太太也有可能会被这样的人盯上。自己都65了，再找个7老80的，每天一起盼着对方死吗？难道是觉得这样活着更有希望吗？不然自己好好的为什么要想不开找个老头子啊？本来赵爱民在集体开会之后，发现老娘的确没透出什么有关老头的话出来，还以为真的是自己多想了。结果没过多久，就有本家的叔母过来给老太太说亲了。赵有田比你还小3岁呢，身体也硬朗，他老伴走3年多了，家里孩子也都分家了，现在一个人当过呢，看着也可怜。正好你既然想找个伴，我看你和他就来2个人就挺合适的。我问过了，赵有田不介意，到时候直接搬你家里来，反正你这也宽敞不是？以为这事儿人家八卦一下过过瘾就算了，没有想到有人真的当真啊！你看你们孩子都那么大了，也没什么要你们操心的了，就找个人一起互相扶持过日子，不是挺有滋有味的吗？爱民娘，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你这个声嘛咋不说话呢？不能是害羞了吧？也不是小姑娘了，你看你现在也不用上工，家里的钱都是你把关是吧？日子多滋润哦，咱们大队的人都羡慕你呢，孩子们又都听话，也没个烦心事，只除了太孤单。正好赵有田可以陪陪你，2人说话，他也不用再上工了。祁红豆在短暂的魂游天外之后，对着这个狗头人脸的叔母火力全开。出门漱口了吗？你这口臭味大的能熏死一头牛，你知不知道啊？真是癞蛤蟆趴脚面长得丑玩的花，到底是给我找老伴，还是给你嘴里那个老官夫找个家啊？哦，
找个老伴，吃我的住我的，活不干。合着你是看我日子太舒服了，想给我安排个大爷是吧？你看我脖子上顶着的是啥？是啥？是人脑袋，不是猪头。你忽悠鬼呢？赶紧给老娘滚蛋！本来一开始听这本家叔母开口就是给他安排老伴的时候，他还觉得挺搞笑的，心说和他解释一下呗。本来这就是一个误会，结果这不就是把他当傻子忽悠吗？爱民娘，我这是好心，你是不是误会了？赵有田人本分老实，是个老好人，我才说给你的，咋成了忽悠你呢？本来嘛，你一个老太太，现在吃喝都有儿女供应，啥都不愁，2个人成一家，以后的日子里也能有个伴了。等后面不能动了，还有那么多儿女可以使唤，这不挺好的吗？后爹也是爹嘛，赵有田都不计较这些孩子，难道他们伺候赵有田不是应该的吗？这真心委屈的表情，也算是再次见识了物种的多样性了。感情这老太太还真的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人好事呢。但是除非他脑子进水，不然他究竟为什么要搞个老头子回来当祖宗伺候？你赶紧滚蛋！看在咱们还是亲戚的份上，以后这种事你就别来我这里凑了。真是的，这小老太太说起赵有田的时候，还能满眼放光，好似找到赵有田做老伴是他占了什么大便宜一样。一个才死了老婆3年就着急找老伴，搞得好像什么紧俏货色很抢手，晚一步了就赶不上了一样。这得是什么样的脑回路，才能如此坚定不移地认为这种事情是一桩喜事啊？别介啊，要不然我让赵有田到你家来，你们2个见一面再说。有田人真的不错，你看你不是说了要找老伴吗？乍人给你说了，你还不乐意呢？赵老太都60有5了，还能被拉去郎配，本家叔母都上门推销自己。有田人真的不错，你看你不是说了要找老伴吗？大人给你说了，你还不乐意呢？行了，不用说了，这种人自有一套思维逻辑，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话，说什么都是白瞎，赶紧把人请走才是真的。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赵有田一个机会。小老太太到底知不知道她曾经用鞋底子抽过葛翠芝？不要以为年纪大了她就不敢打。本家叔母是挑着下工的时间来的，要说这不是大事情，那什么是大事情？你说娘这是同意了还是没同意啊？一个个都说我胡说八道，现在人说亲都找上门了。还有赵有田是谁？到底是谁啊？哪个老头？我怎么没听说过？他家老二你认识？我认识，太不可思议了！自己认识的人里面居然有觊觎自己老娘的，这像话吗？就算是认识，自己也绝不会和这种人做朋友的。是谁？你说，说了我就去那人家里丢石子儿。你那个叫小明石头的朋友就是石头。不过虽然是朋友，但是石头他爹这是干的不地道，小石子还是要丢的。要不咱们还是进屋说吧，在外面太没安全感了，感觉娘随时都有可能从哪边冒出来，到时候就尴尬了。娘还没发话呢，你消停点。老幺，你不要胡说和乱想，把后爹当娘一样伺候。不行，感觉做不到，感觉回头去老爹的坟头祭拜的事，自己都张不开嘴。除非老爹还活着，不然老太太找谁，他们都做不了主，好不好？要不然我去问问娘，在这里瞎想也没个头绪，不如直接去问问老太太的意思。说完这句话之后，赵雪花瞬间就成了兄弟们目光的集中点。就让八姐去问，早就应该让八姐去问了。你看一天不问清楚，咱们就一天不能放心，是不是？本以为这场乌龙闹剧就算告一段落了，可是他们也没能想到，赵有田真有那个厚脸皮的本事，自己找上门来。一个慈和的老太太，一个可爱软萌的小团子，看起来画面要多和谐有多和谐。外界传播的那些可怕传说，肯定是以讹传讹，这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看起来还挺好说话的老太太吗？大妹子。瞅着那锃光瓦亮的地中海周围那几缕头发，这洗头的时候得老小心了吧，不然不得随时变3毛啊！你就说头发少就少呗，脑壳咋还这么油呢？苍蝇上去都得劈叉吧？啧。果然，媒人说的很对，两人见一面了解一下，肯定能聊得来。这不，老太太都已经看着自己抹不开眼了。不过虽然的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这是目光是不是有点太火辣了？赵有田，难道大妹子之前偷偷跑去打听过自己，不然咋看一眼就叫出自己的名字了？哪里来的回哪里去，赶紧的吧你！赵有田没有想到，上一秒祁红豆对着小家伙还是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下一秒对着自己就变成刺猬了。肯定是哪里有误会。赵有田的目光从老赵家的几间屋子扫过，看着隔壁新屋那结实又气派的样子，这才是正经过日子的样子啊！本来以为一个老寡妇带着一群孩子能把日子过成啥样，又能好到哪里去？不过亲眼见到了，自己就知道人家的确没吹牛。不仅起了新屋，家里还有3个工人的工资给他拿，再有一群劳动力每天下地挣工分换粮食，平时洗衣做饭的活还有儿媳和孙女们干。这么逍遥的日子，怕是人家城里人都比不上呢。大妹子，咱们2个的事，我想着还是咱们
两个自己说比较好，外人哪里说得清？咱们今天就坐下来，好好说说咋样？不好，不说，滚蛋！大妹子，其实这有什么的？找个老伴过日子又不丢人。赵有田的心里忽然涌入了无限的自信。太太是谁？那是一坨牛屎粪，又黑又丑又难闻。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赵有田清楚地听见了牛屎粪3个字，他的脸上多了几分尴尬。大妹子，你看你老头也没了这么多年，身边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多孤单啊！正好我老伴也走了，咱们两个凑一块，不相依为命。老不要脸，明明自己现在还比赵有田大3岁呢，这老头张口闭口就是大妹子，人家不是都说了最美夕阳红吗？再说了，自己穿越过来的时候才22岁呢。大妹子虽然自己一把年纪了，但是心可不老。现在儿女们都分家了，自己本来是想要跟老大养老的，但是大儿媳妇总是挑自己的刺，最后弄得自己只能半年轮一次，在每个儿子那里住一段时间，这住的不安稳，儿女们又不孝顺，这过日子啊，身边就得有个贴心的人。天冷了要加衣服，下雨了知道烧热水，饿了回家就有现成的吃的，病了还有人伺候，这才叫人过的日子呢。以前老伴在的时候，赵有田不觉得这种平凡到枯燥的日子有什么好的。自从老伴走了，自己的生活质量一落千丈后，现在才发现一个人过日子和2个人过日子那差别海了去了。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你希望是1万年是不是？大妹子，你咋知道的？老赵家的当家老太太要找老伴的风声传出来之后，她主动去找了本家叔母上门推销自己，所以她今天才会出现在这里。我老头死了，我都给他守10年多年了，好不容易熬着苦日子，把孩子拉扯大了，你跑来说要和我过日子，你这是存心要坏我名声吧？赵老太做梦都没想到自己都65了，竟还有人想吃自己的软饭，差点老树开花了。你老伴才走多久？好像也就3年吧。你说说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找老伴，你孩子们听到了不得心寒，不得有点想法？你说我一个老太太都能守得住，你咋就不行呢？还是说你就指望着以后到我这里来吃我的喝我的，孩子也不要了？那你这也太不是人了吧？老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软饭虽然好，但是不能硬吃啊。什么叫做吃软饭？2口子的事情，那能叫吃软饭吗？不是你自己说的要找老伴的吗？所以我就说是个误会啊，那叔母也不听我的，你看看，这不是让你白跑一趟吗？今天这事儿，往小了说是误会一场，往大了说，你这是存心破坏我们老赵家的安定团结。回头给我儿子们知道了，你还敢上门，到时候打断你的腿也不是不可能。这些话我可都是和叔母说过了的，他不会没告诉你吧？啧，这就不太好了。知道的是好心说亲，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跟你有仇呢，存心害你。赵有田虽然是个老实人，但是心里也火大。赵齐红豆这么说，感情就真的是本家叔母忽悠了他。不过来都来了，赵有田还是不死心。孩子们其实都大了，不会计较这些事情的。我说了，等真的成了2口子，用谁的可不都一样吗？给点颜色就开染房，赵有田一个人的小心思都是五彩缤纷的，实在是精彩。那你今天就留下来吧，正好等会儿下工一起吃个饭。真的？就在赵有田洋洋得意的时候，老赵家的劳动力们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娘。老大回来了，看着一头汗，快去洗洗吧。老五你也是，哎呀，你这鞋子开口，赶紧去换你那双胶底鞋吧，别舍不得穿，回头娘给你们再买几双好鞋。老七你今天几个公分啊？这脸煞白的，赶紧进屋歇歇。老六、老幺、雪花，一群儿女们听完齐红豆的热情招呼，都傻在了原地，然后诡异的集体移动视线到赵有田身上。娘以前可不是这个风格啊，怎么忽然变这样了？难道是为了给这个老头留个好印象？话说这黑老头是谁啊？娘，这人谁啊？怎么在咱们家门口站着？都中午了，不回去吃饭吗？哎呀，正要和你们说呢，这位叫赵有田，今天上门来是想做你们后爹后爷爷来的。我说我不打算找老伴，人家不信呢。正好到饭点了，你们说要不留人吃一顿饭，咱们一家子好好和他聊一聊。感情这老头明明听见他们家老太太拒绝了，结果却死乞白赖的不打算走呗。呵呵，真当饭点了留你吃现成的呢。俺娘说你要留下来，不是，没有这回事儿，误会，都是误会。俺娘说你还要给俺的孩子当后爷爷，当俺的后爹，不当了。俺娘说你还想和我们一起吃顿饭。赵有田感受到提着自己衣领的那只大手的力度，心里止不住的颤悠。我这衣服料子可不结实，等下别给扯坏了。五哥，这老头一肚子坏水，就趁着咱们不在家欺负娘呢。五哥别生气，说不定这大爷就只是看上咱们家的房和咱们这群劳动力，指望着白吃白喝来的，不一定是真心要当咱们后爹的。祖宗都是活祖宗，求你们可少说几句吧。谁家后爹能罩得住这么一群活祖宗一样的好大儿啊？贼胆壮一壮可能还有点，
但是光有贼胆，很显然也无法在老赵家存活。于是赵野田跑了。回去之后的赵野田连裤子都没顾得上换，就先跑到了本家叔母那里大闹了一通。人家说不着老伴，话和你说的很清楚了，你咋没跟我说明白？你这不是害人吗？知道老赵家有多少壮劳力吗？知道我差点经历了怎么样非人的待遇吗？那咋能全怪我呢？这不是你自己着急找老伴吗？我还搁人面前夸你是个老好人呢，人家没瞧上你，你还能怪我不成？赵有田当然不承认自己是没有被瞧上的。再清清楚楚的说，就是不找老伴，怎么可能是没瞧上我？难道你说的才是真的？老赵家的老太太真没打算找老伴？一旁有看热闹的村民们，这不现成一个上门的老伴，还被撵出来了，或者是老太太想要找，他们家的儿子不愿意。就他们家那老太太那么横的性子，真要打算找个老头，他儿子也拦不住啊。说的也是啊。老太太要是看爱民俩不忠赵有田，我娘家隔壁还有个养猪的老头，要不要我搭个桥，你给介绍一下？嘿，你这么说，那我二弟妹他那爹也孤身7、8年了，真找老伴，我也能给牵个线啊。老太太，你说咋样？向东他爹，你这是干啥呢？我想着娘是不是也觉得日子孤单，所以和那老王大夫那么聊得来呢？娘孤单？娘这阵子不是和小妞妞玩得挺好的吗？真没看出来婆婆哪里孤单了。那咋了？那我们也得多关心关心娘啊。娘在这里除了我，又没有别的亲人。你这是在找什么？我在算账。这时候你算什么账？家里最近可没什么要用大钱的地方。人家看娘这么大了一个人，都想着要给娘介绍个老伴。你自己家儿子这个岁数摆在那里，你看不见。赵卫国也到了适婚的年龄了，现在又有了工作，算暂时按照老太太之前说的，不急着给儿子挑人，那也得有个准备啊。万一儿子哪天忽然就决定了要结婚呢？作为村里目前唯一一个有工作的单身男青年，就算祁红豆之前说了赵卫国不着急结婚，但是一直试图说亲的依旧是络绎不绝，可见赵卫国的抢手程度。他才工作几天，那你就盼着你儿子打光棍。赵老太的五儿子平时凶巴巴的，没想到在家也是个怕老婆的主。那你就盼着你儿子打光棍。我不是那个意思，他之前不是和老刘家那个丫头黏黏糊糊的吗？我想着他这脑子是还不成熟，冷一冷，多干点活儿，挺好的。提到刘春燕，江依云也皱起眉头，会不会魏国还想着的老刘家的丫头？这不行啊！刘春燕那样的姑娘做自己儿媳妇儿得多头疼，当婆婆的哪有几个喜欢自己儿子在媳妇儿手里被玩得团团转的？赵卫国在刘春燕跟前，很显然未必能走3个回合。他敢，要是赵卫国还犯浑，我就把他吊起来的。那双脚底鞋你真打算供起来啊？娘不是说了吗？让你拿出来穿，那布鞋你干活都磨坏2双了，又费鞋又伤脚的。下地的时候就穿脚底鞋呗，能省不少事。再说大鞋子也不能生双小鞋子出来。赵元武要是舍得，他早就穿了，这不就是不舍得吗？所以对江依云的话，他表面上了2声含混过去。虽然祁红豆没有老树开花，但是不管是最近红旗大队还是老赵家，走桃花运的人是真不少。比如最近这阵子，大队里有人看到老刘家的春燕和知青点的一个男知青经常碰面。虽然祁红豆没有给赵爱民找媳妇儿，但是有姑娘自己和赵爱民搭上话了。娘，我觉得我好像处上对象了。知青点一共才几个女知青，其中最漂亮的就是白云。赵爱民不能是搭上白云了吧？这2人站在一起的画面自己都想象不出，处对象就更不可思议了。是哪个？宋杏子，就是那个嘴角有颗小痣，眼睛水汪汪的那个。娘，你说我要是娶她做媳妇儿，好不好啊？没印象，不记得了。你从哪里觉得人家和你处对象了？他亲口说的。他主动找我说话了，他还对我笑，他还拉我手了。嘿嘿，赵卫国呀，赵卫国，当时的你对感情的理解还是太浅了。赵爱民只觉得大侄子像傻子，现在轮到自己了，他觉得心里怎么就甜滋滋的呢？你没主动，绝对没有。虽然对宋杏子没什么印象，但是我觉得赵爱民这大概率是自己兴奋过头，或许人家女知青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呢。以杜鹃的性格，宋杏子并没有和他成为好朋友，现在也就是不尴不尬的位置。要说和赵爱民现在就是搞对象，那也不能够。宋杏子现在只是想要改变自己的伙食条件，并没有看上赵爱民。可是他自从和赵爱民搭上话之后，都暗示过好几次要搭个伙的事情了。结果赵爱民每次都是牛头不对马嘴，一见他就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杏子干啥？看这是啥？给我的。咱们2个1人1颗。鸟蛋才多大，1人1颗，也亏得他说得出来。他选中赵爱民，故意制造机会和他说话，能搭个伙就最好了。至于搞对象和赵爱民，那他是图什么？这一颗小小的烤鸟蛋吗？
就说这几天看赵爱民回家时候的脸，跟看晴雨表一样，傻笑、郁闷、委屈，真的挺有意思的。难怪人家说恋爱就要看别人谈，小年轻就是有激情。每天地里的活这么多，还能有心思想这些吗？娘，你说宋知青到底愿不愿意和我处对象啊？自己可一直都是老娘的心尖尖，而且娘也没有反对过自己，包括宋知青的事情，娘也没说要棒打鸳鸯，可见娘还是很看好我们的。棒打鸳鸯，齐红豆都忍不住想要笑。人家棒打鸳鸯的前提条件是，这一男一女得是鸳鸯才行啊。这边八字还没一撇。现在只要听一听赵爱民今天又干了什么蠢事，今天的下饭笑料大概率就有了。咱们先不说宋知青愿不愿意和你处对象，你就说你凭啥招人家姑娘喜欢吧。娘，你儿子我这个长相，难道不招人家姑娘喜欢吗？咱可是一直靠脸吃饭的。本来嘛，一家子兄弟里面，大哥太憨，5哥太凶，6哥奸猾，7哥呆，可不就自己一个长得好，人又灵活还讨喜。行吧，脸皮厚也是一种天赋，但是难道人家姑娘和你结婚，以后过日子，看你这张脸就饱了？都说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再伟大的爱情，再怎么有情饮水饱，能顶得住一天不吃饭，难道还能饿肚子超过1星期吗？虽然娘相信你以后肯定有大出息，但是你看看你现在，只是论工分的话，你下地干活挣的那点口粮，勉强也就只能管你一个人。这要是有了媳妇有了娃，你咋办？娘到底是年纪大了，不能一辈子看着你。人家宋知青现在都没表明态度，你这剃头挑子一头热也不是个事儿。到底宋知青是看上你啥了？你能说出来吗？您不是一直说给我找个好看的媳妇儿吗？怎么我好不容易看中一个，您却一点都不积极？娘是盼着你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在一块过日子，可没打算叫你脑袋一热随便找个人就行。你都知道人家是知青了，是从城里来的，咱们祖上3辈都是贫农，人家真能愿意嫁进来。就算他现在愿意，万一后面他后悔了呢？到时候肯定免不了鸡飞狗跳。而现在的赵爱民也完全不具备处理这种事情的能力。对赵爱民来说，他可能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宋知青为什么对他时冷时热，他完全不会想到，如果两人要结婚，他要具备筑巢的能力和意识。这样的2个人所产生的微弱的情感联系，本来就跟清晨沾满露水的丝一样，随时都有断掉的可能。现在就是给赵爱民混沌的思想上来一记雷神之锤，让他认清现实。经过赵老太的画饼，赵爱民发现自己浑水摸鱼的本事并不适合谈恋爱。娘，你为啥打我？男子汉大丈夫，你瞅瞅你哭得跟发大水似的。你问了人家宋知青，人家不是也回答你了吗？宋知青的要求高，你要是想争取呢，就想办法多努力；要是不想呢，以后就好好干活。你还年轻呢，以后万一遇到个比宋知青还让你喜欢的，难道你也还哭？只怕那个时候会感谢现在和宋知青错过，也说不定。等不了多久，也应该改革开放了。赵爱民能不能本心依旧还难说呢。娘，你说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找个工作不？地里的活是把人累断腰，也只能混口饭吃，想要靠这个发家致富，太难了。赵爱民本身也不是多有耐心的人，之前他就追着赵卫国后面试图捞偏门，原本失败一次过后，现在他想要赚钱的心好像又死灰复燃了。小儿子这边刚刚初恋梦破碎，那边赵元文被自己媳妇冷落的感觉越来越清晰了。王小草虽然每天还是正常干活、整理家务，甚至帮忙带孙子孙女，可他对赵元文的回应却越来越少了。你说大哥是不是做了啥子对不起大嫂的事情？大哥还能做出啥对不起大嫂的事情？总不能男女作风问题吧？这绝不可能。哎呀，除了男女作风问题，难道就没别的了？每当这种八卦需要互相给对方开发切入点的时候，蔡文丽就恨自己的男人是块木头。大哥不是每天都埋头干活吗？他还能干啥？还能像你现在这样，气死我！媳妇儿，妖兽哦，怎么10多年过来了，自己男人还是这个木头样子？也亏得自己是个热闹的性子，就算赵元全大多数时候接不上话，甚至还能直接给自己干沉默。要不是自己能很快恢复过来，不然这日子真的能把人过憋屈死。毕竟人只要活着，总有倾诉的欲望，不是？蔡文丽想着自己无聊的时候都能够自说自话，可大嫂呢？这时候的人没有更年期的概念。王小草只是渐渐的觉得自己的状况好像有些不对，她疑心自己可能是得了什么绝症。齐红豆在发现王小草的不对劲之后，把赵元文骂了一顿。自己媳妇不对劲看不出来啊？看出来了就不能上点心，就知道糊弄事儿，自己把自己当大夫，给2口水喝一喝就行了是吧？看我干啥？你带着小草去看大夫去啊！赵元文开始以为王小草只是小毛病，喝点药茶就行了。娘，你好点了吗？
的，我没。赵元文第一次有了原来自己媳妇儿已经病得很严重的意识。娘，老大夫说向东娘的自己想说话才能开口，他为了说话都急得冒汗了，咋还是说不出来呢？虽然平时在家里王小草好像没有什么存在感，但是实际上大家哪里都离不开他。任大夫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得你媳妇自己想说话才能说得出来吗？你看她生病了还要着急安慰你们，想要你们放心，一早上起来又是做饭又是洗衣服的，一样没落下，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还能干活，生怕拖累你们一点。好歹婆媳几十年，娘看小草不是有话说不出来，是话放在心里憋了几十年，不愿意说，把自己给憋坏了。你啊，别急着催你媳妇说话，叫向东他们也都别催，越催越说不出来，你就记着这个就行了。不过他不能说话，你们也别一个个都把嘴巴闭起来，得空就主动和他唠唠嗑，说点让人高兴的事情。祁红豆看着满脸愁苦的赵元文，希望他起码能做到他提出的那一条。知青点的知青大概也没想到他们会再次喝上喜酒，而这次结婚的不是女知青，是男知青。顾春生想要买下村里的一间废掉的泥草小屋，修建一下，当做他们的婚房。大队长确定了顾春生不是拿他寻开心之后，也没有理由阻止他的申请。说你肚子里面是不是有了？咋啦？我没有。就你这妖精样，要不是勾搭到手了，人家一个城里来的知青能答应娶你，早知道你这样不要脸，当初我就直接把你送出门，也省得后面到手的彩礼还被人找上门要回去了。不管你自己和那个姓顾的说，彩礼我要88块，少1毛都不行。太这么多钱，春生哥拿不出来的。你少给我装蒜，你找上那个姓顾的不就是图他有钱吗？我打听过了，知青点里的那些男知青，就他一个是有手表的，一只手表怎么的也值当180块吧。要是钱拿不出来，就拿手表当彩礼好了。太，手表不行的，那是春生哥的爸爸给他的。不行，那你就别想着嫁人了。为了不让女孩顺利结婚，奶奶开出88块天价彩礼，女孩反手在村里给奶奶泼脏水。大队长，你来是有啥事啊？你说我来是为啥？你们家春燕和顾春生的婚事不是都定下来了吗？现在春燕乃满大队的给春燕泼脏水，姑娘家的，这名声给弄得你敢说，人都不敢听，你们自己脸上有光彩啊！这种事情要是换做以前红旗大队还可以说说，前阵子镇子上有抖破鞋的一男一女，男的被打残，女的最后跳河了，一死一伤。本想着管不了外面，就在自己的1亩3分地也算是安生，结果好了，王大妹就给他来这个。春燕她乃把刘春燕说成狗屎，那她这个奶奶又是什么？老刘家岂不成了粪坑？你们家要嫁姑娘，就好好的正儿八经的送姑娘出门子，少在村里说瞎话。你们以为外面那些抓起来游街的，自己没了就完事儿了？那家里的人一个个都要受连累的，到时候把你们自己都给霍进劳改场，后悔也晚了。大队长，不能有这么严重吧？再说我也没说那些话啊。娘，春燕都要结婚的人了，你就给她留点体面吧。这有你什么事情？少说话。今天猪圈收拾了吗？猪尿接了吗？家里没活儿了，要你在这里多嘴。春燕娘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好不容易鼓起来的那一点勇气瞬间荡然无存，深深的把头埋下去，又在王大妹的催促中转身去干活。看到这情形，真心觉得自己来这一趟是浪费口水的。可粹知王大妹这些老太太一天到晚都在瞎折腾啥，就算折腾，就不能向人家爱民娘学一学吗？同样都是老太太，也就是红旗大队风气算好的，不然王大妹这口无遮拦的，老刘家的屋顶上早就满是窟窿眼了。可能只是点了个小火星，但是风大了，火星撩起来，火势就不受控制了。王大妹不太相信，她觉得大队长很有可能是忽悠她的。这事情哪里有那么严重？不过就是说了那小贱人几句闲话而已。我一个当奶奶的，难道还说不得吗？大队长，你放心好了，春燕她奶奶这是一时气糊涂了，我回头好好的跟她说，春燕和顾知青的婚事，我们家里没意见的，肯定能顺利。有了大队长的敲打，后面又收到了顾春生承诺的手表，刘家后面总算是消停了点。刘春燕和顾春生结婚那天，下了一场细细的雨。大队长在顾春生出钱修建的那间泥草房子里面，给2个年轻人做了证婚人，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安静的不像是结婚。向南表哥，这谁的邮包啊？这么大？是白知青的，他在部，得让他签收一下。白云以前好歹还有点城里人的矜持，下乡之后杜鹃就基本解放了天性了，嗓门贼大。白云起身出去，正准备兴师问罪的，就看见了满头大汗的赵向南以及他脚边的大邮包。这么大的包裹，肯定又是你家里寄来的。你说这次有没有大白兔奶糖啊？我看你像大白兔奶糖，谢谢你了，赵大哥。白云拆开后，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被牛皮纸裹得紧紧的几节腊肉，还有一份信封。白家二老疼孩子，怕孩子吃不上肉，补充不了营养，白奶奶特意花钱托人给做的。
这还有2个罐头呢，这里面是啥？白云拿起包裹里面夹杂的信封，肉罐头，这是我爷爷的朋友张爷爷送给我的。爷爷有很多老战友，这个张爷爷以前经常会来我们家串门，很多时候都是我在一旁倒茶水，帮忙招待的。这大海捞针的，上哪里去能找到人啊？是啊，不如告诉老爷子，压根就找不着。光说是在南方走散的，这都多少年？就算咱们这个姑姑人还活着，是不是在南方都两说呢？张家一群儿女凑在一块，本来老爷子过寿也是可以热闹一下的，但是张光耀拒绝了。一是他不想要张扬，二是他也没这个心思过寿。他已经70多了，年轻的时候身上留下不少旧伤，现在年纪大了，身上时不时的哪里就要疼一下。都这个年纪了，何必过寿？现在活一天少一天。张光耀不怕死，只是不知道在走之前能不能为了自己的那一桩心愿。孝顺的儿女们还是集体沉默了。人他们是尽力去找了，但是茫茫人海，想要精准的找到一个已经失散了几十年、音容相貌都已经改变的人，这太有难度了。咱们有这个心，能找一天是一天就是了。只是最近总是梦到小时候3兄妹在一起的样子，还能看到早逝的父母，或许自己的大限已至，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等那个期望中的好消息了。没什么，找不到我也不会怪你们的，你们心里记着这个事儿就成。或许是张光耀过早的失去了亲人的缘故，他对家里的孩子都很好，几乎不打骂孩子。他已经去世的老伴总说他是个坏人，因为他把扮黑脸的角色都留给了他。夫妻2个的感情是真的不错，相互扶持走过了半生，孩子们也没张歪，都很孝顺，只是最后没有能实现一起到白头。你爷爷也是苦了一辈子的人，最近身子骨也不行了。你姑奶奶的事情是你爷爷一辈子的心结，你多用点心，要是能把姑奶奶找回来，说不定她一高兴，身体还能好点。爸，我会尽力去找的。奶，有电报。娘，谁的电报啊？上面说啥了啊？劈你的柴去！这是赵大荣发来的。赵大荣找自己要钱，这不对吧？别说只是一张写了一句话的电报了，就是他在自己跟前把嘴皮子磨破，都不可能掏钱给他的好吗？难道是赵大荣夫妻2个遇到什么事情了？在这个吃不饱饭的60年代，女人却想押上所有身家做投资，不仅如此，还想本着投资的名义忽悠自己的娘一起梭哈。只要赚了钱，后半辈子大家就衣食无忧了。可赵老太已经不是从前的赵老太，火急火燎发个加急电报，明知道在自己跟前磨破嘴皮子都不可能掏钱的。娘，我找家里要的钱，只是暂时借用，很快会还回来的，到时还有不菲的利息，家里能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出来，因为我要做一笔大生意，急需用钱，所以家里能给钱的话，多多益善最好。赵大荣还是很有口才的，明明写信要钱，却好像是拉着人在投资什么了不得的大生意，只要自己肯出那份钱，那就是稳赚不赔。在祁红豆看信的时候，老六也在看信，同样的，那信也是赵大荣写来的。如果老太太不愿意，他就指望着心眼灵活的老六能聪明点，把这个事情给办成了。投进去那么多钱，万一血本无归呢？再说了，天底下哪里有生意上稳赚不赔的？守着你那点工资，我们一大家子早就饿死了。以前赚的那些钱，可没少拿出来给你打点关系，否则你杜前进这个没有背景、没身份的小小米，凭什么能稳稳当当干到现在？难道别人不知道公家的岗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出来一个才能进去一个吗？面对妻子的独断专行，杜前进很烦躁，可是他根本没有办法说服赵大荣。你胆子也太大了，人家说和上面的领导有关系，你就信了？你就能保证他说的话没有一丝水分？家里的钱你不能动，如果你铁了心要赚这个钱，就自己想办法筹钱去。总要留点过河钱在身上的，杜前进是这么想的。赵大荣不想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的，他不只要把自己手里的钱全投进去，还要想办法增加筹码，所以才会把主意打到自己娘家头上去。娘，我来，这搬东西的活儿哪里用得着你来，使唤我就行。行，你来吧。娘，我来就行。行了，不用实验第3次了，无事献殷勤。赵元双这要不是有鬼，我脑袋拧下来当球踢。平时这个老六在家里绝对不是什么勤快人，今天特意积极表现，指定是有事情找自己，能是什么事情呢？老六又想要分家了？不对，自己又没有躺在床上病得要死，老六这会儿怎么可能要分家呢？除了分家，还有什么事情能够促使老六这么殷勤呢？好歹也是做了快1年的母子，祁红豆对赵元双还算是有些了解的。娘，老幺现在眼界上去了，以后娶媳妇儿估计是看不上村里的丫头了。你说以后老幺会不会给你找个城里媳妇啊？哎呦，说不定以后你还要想扶助到城里去呢。以后说出去，指不定有多少人羡慕娘呢。赵元双的话术没有什么毛病，只可惜你娘已经不再好忽悠了。祁红豆
又一边配合的露出畅想以后被小儿子小儿媳妇接到城里成活的幸福生活，一边在耐着性子等待。是啊，娘也盼着能够有这个福气呢。不过老六，你咋忽然说起这个了？娘，城里的姑娘要求高着呢，光有36条腿都不得行，还要给人姑娘买手表、买收音机呢，光这2样200都打不住了。我就想说，咱家不是也没多少钱吗？但是我认识个朋友，他有点门路，娘知道的，这不好往外面说，就咱们娘俩自己说一说。艾明不是何知青点那个宋知青有点那啥吗？我这不是怕以后艾明不等其他城里的姑娘又和宋知青好上了，那不得结婚办事儿是不是？我就想着，咱们其实可以提前准备一下的。娘，你说到时候得给艾明媳妇儿添啥大件呢？添什么东西都有属于她的价位。从老太太给出的预算，赵元双也能推算出家里大致的存款了。赵元双现在想着，最好能不费吹灰之力，先把老太太绕晕过去再说。老六啊老六，你可真是个老六，算盘打得很好，只可惜连屏幕前的粉丝们也都知道了，老六现在是越来越有当哥哥的样了，挺好挺好。不过你小弟的婚事啊，不着急不着急。不是自己都铺垫这么多了，结果老娘压根不按照预先想好的来，是咋回事？虽然难得被老娘夸奖了一次，但是赵元双完全笑不出来。其实娘说是不着急，但是事情一到，着急就晚了。家里要用钱的事情，就得好好打算起来。我那个能弄到大件的朋友他什么乱七八糟的朋友，不要瞎交，干那些事情的人能是啥好人？万一被抓到了，连累了你，连累了咱家怎么办？老娘在外面买的东西没有托过关系，干啥轮到自己提议的时候，就只有倒霉的份儿了，真是没天理。事情的进展很不顺利，赵元双捂着脑袋上的包，打算另辟蹊径，再想办法。大姐在信里面说，时间可不多了。李小娥这边觉得不对劲，但自己不识字，只好盯着赵元文看看他要干什么。六嫂，你这是干啥呢？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六嫂，这可还没到晚上呢，怎么给吓成这样？哎呦，好大一张脸，真是妖兽！六嫂，你们这夫妻2个一把年纪了，还真是比人家小年轻都不差什么呢。老六夫妻2个越来越古怪，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了啥吗？啥？我看到李小娥躲在草垛那边偷看六哥，你说这2人真有意思，老夫老妻了，在屋里看不够，大白天的就这么腻歪，是不是古怪的很？不能吧？对吧？你也觉得不能吧？可偏偏我就撞见了，你说是不是他们2个想要生老4？哎呦呦，不行，我笑得肚子疼，真是没想到啊，老六2口子这么不服老呢。现在婆婆还爱听她说八卦，昨天蔡文丽和自己老婆婆一起唠一唠最新的八卦，自然而然的，蔡文丽就说起了老六2口子行为古怪的事情。哟，老六光顾着自己折腾了，看样子是没通知自己媳妇啊，这下好玩了。让蔡文丽把在池塘边搓手的李小娥叫了过来，听到自己被婆婆召唤，这几天满腹心事的李小娥顿时有些紧张。娘，我怀疑。都是家里人，怕啥？有啥事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我怀疑玄农他爹在外面不老实。啥？玄农他爹这几天每天都早出晚归，有时候我都找不见他人。看到我的时候，他还喜欢遮遮掩掩的。他肯定是外面有人了。在这个吃不饱饭的60年代，男人每天早出晚归，女人却怀疑丈夫在外面藏女人。玄农他爹这几天每天都早出晚归，有时候我都找不见他人。看到我的时候，他还喜欢遮遮掩掩的。他肯定是外面有人了。我一定要把赵元双藏在外面的女人给抓出来，叫他勾引别人家的男人，把我李小娥当软柿子是不是？本来觉得李小娥是自己瞎猜的，难不成老六真的在外面有花头精？我爹吗？这可了不得！看看李小娥的这个样子，真要是被他抓到，那还得了？他可不知道这里头还有这桩事儿呢。不过光凭你说的这个，咋就能认定了老六在外面不老实？我有证据，赵元双肯定是糊弄自己不认识字，所以才说那封信是大姑姐给他写的。大姑姐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会给赵元双写信？所以综上所述，李小娥觉得这信肯定是自己男人姘头写的。心里堵了好几天的李小娥直接回屋，把赵大荣写给赵元双的那封信给翻出来，交给了祁红豆。没有想到六哥玩的真不是一般花啊，居然还和外面的姘头写信。虽然这个时候应该生气，但是抬头看着站在自己面前一脸委屈愤怒求做主的李小娥，真有点想要笑话赵元双活该了。赵大荣给赵元双的信当然是不适合给老赵家其他人看的，
更别说是给老太太看了。得知信件内容，李小一时不知道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至少老太太没有因为这件事把他们一家几口子一棍子打死，直接撵出去。而赵元双被祁红豆臭骂一顿，也被罚产1个月的猪食。而后面祁红豆不仅给赵大荣回了一封信，把他也骂得狗血淋头，还把家里的几个儿女揪过来教训了一通。天底下没有掉馅饼的好事，你们就给我记住这一点，不然以后被人骗的裤衩都没有，那也是活该。只要你不贪心，别人就骗不到你们。大荣也是离家太早，几十年过去了，他现在看着是混得挺像样的。你们觉得你们大姐聪明吧？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聪明，看兄弟姐妹里，他的确也是聪明的那个。可难道外面的聪明人就他一个？人家说能赚大钱，他就一定能赚大钱，还忽悠到家里来了，在老娘和兄弟跟前两头编瞎话，这能是什么正经生意？我把话放在这里，就是大荣他发财了，我也绝不会想着他的钱。祁红豆说完这一句，环视一圈表情各异的儿女们。老六平时看着还有点小聪明，结果也是个蠢蛋，一忽悠一个准。要是给你们个机会，你们觉得这钱我要不要掏？那咋行啊？那些来路不正的钱拿到手里也烫手，不如踏踏实实本分，凭借自己的努力糊口饭吃。大姐是不是被人骗了？这信上说的赚钱也太容易了。原来老六两口子不是要生崽，而是六个想要自己发大财啊！大姐的胆子也太大了，那么多钱，真的不怕出事吗？娘，万一大姐说的是真的，我是说万一真的能大赚一笔的。赵爱民觉得大姐说的事情实在是太梦幻了，要是真有哪天随便做生意就有钱赚，那多好啊！万一到时候你被人扒皮冲骨卖了，我看你都不一定能见到那些钱。还有，娘刚才怎么说的？娘，我错了，我就是嘴上说说，无心的。赵爱民最后捂着满脑袋包的站在墙角罚站，再也不敢乱说话了。没用，一个两个胆子比老鼠还要小，老太太还骂我，我要是没本事，难道她会多看我一眼吗？还能一口一个女儿喊的亲热吗？看的难道还不是钱？时间不等人，自己有耐心，人家可没那个耐心等着。晚了一步，到时候自己塞钱，人家都未必收了。都不相信我，那我就靠自己。把自己积攒的一些首饰和家里的一些贵重物品变卖掉之后，赵大荣拿了一大笔钱给了他信任的那个老大哥。他们之前合作放贷的生意，每次分账没有少过他一分，所以赵大荣和对方建立了相当深的信任基础。可是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呢？等杜前进发现了赵大荣这梭哈的行为之后，一切都已经落定了。这件事过去没多久，杜鹃收到了2个哥哥寄过来的信，出事了，赵大荣和杜前进离婚了，杜前进出事了，被关起来了。赵大荣和他登报离婚的，并且注明了断绝关系。家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哥哥们都这么说了，那事情就肯定是很严重了。嘿，你咋回事啊？你这情况不能是饿哭的吧？谁饿哭了？那也太没出息了好不好？谁哭了谁心里有数。说了几句话，见杜鹃的精气神好了一点，白云也就不再深究。老太太的话应验得如此之快，几个儿女都不得不发自内心的佩服。要么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呢，还好娘没有被钱迷了心。要是把家里的家底都掏空了送过去，咱们这大家子的人都要喝西北风了。大姐顺风顺水大半辈子了，结果说翻车就翻车，这一下赔本，闹得家都散了，这实在是太吓人了。这是彭程和万里写的信，他们现在手里头困难，想要托我们多照顾杜鹃，家里的事情他们会自己想办法慢慢解决的。大妹的胆子怎么就能这么大？做啥生意能亏着许多钱啊？娘，大姐和姐夫就这么离婚了，不要紧吗？赵雪花和陈树林2个人都是一穷二白，离婚也不过就是一张纸的见证就完事儿。可大姐离婚就不一样了，竟然还要登报，大姐夫还被关起来了，也不知道是犯了啥事。要紧的话，彭程和万里就会写在信里面了，咱们在这里操心也没那个用。之前就觉得赵大荣比身上有股匪气，没有想到赵大荣最后成也匪气，败也匪气。杜前进到底是为啥被关起来了？恐怕不是杜彭程和杜万里不想写，而是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吧。能让赵大荣这么果断的选择断绝关系，或许赵大荣赔钱的事情都没有杜前进的事情严重，所以他才会选择断尾求生。彭程，你妈这精神头不错啊！今天排队买菜，我都差点被他给一把挤兑到后面去了。彭程下班了，你说说，可真不容易啊！家里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你说这好好的到底是啥？咋忽然就这样子了？看似好心关怀，实则看笑话。这样的情形，杜鹏程这几一阵子每天都在重复。杜鹏程回到家里，就看见自己媳妇脸色铁青。妈，我和鹏程现在每天忙得跟狗一样，您在家就帮忙带带孩子，做做饭。怎么你了？孩子你是不管的。今天要不是我回来看见了，孩子就差点被人拐走了，你知道吗？以前想进我们家门的时候，贴着我，哄着我，一口一个吗？口口声声说要做个孝顺好儿媳妇，现在露出你的真面目了。有你这么跟婆婆说话的吗？你信不信我叫鹏程休了你？
因为意外，我穿越成60年极品赵老太，在这个吃不饱饭的年代，我却能提前过上养老的生活。当然也伴随着诸多麻烦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前世的自己在父母眼里只是棵摇钱树。既然穿越到这个世界，多活一天算一天。在老赵家待了这么久，对这个年代的人也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和新的感情。60多岁正是闯荡的年纪。你信不信我叫彭城休了你？你这个老不死的，自己害人不浅就算了，把自己男人都害进去了，现在又来祸害儿子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见不得你儿子还能有个完整的家？你就是存心把这个家拆了是不是？园子，你别这么和妈说话。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偏要说，他就是个老妖精、老祸害，一把年纪了不安分，外面的人传的那些难听的话，我都不好意思听。你妈被你媳妇儿这么说，你也没反应。你要是不抽她一耳光，你就别说是我儿子。赵大荣在家里的行事向来是霸道的，2个儿子对他都算是温顺听话的，所以这会儿赵大荣使唤杜鹏程打他的媳妇儿，可是此时他和自己的媳妇儿孩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杜鹏程，你好样的，有了媳妇儿忘了娘是不是？果然，爹亲娘亲儿子亲都不如前亲，这才多久，一个个都露出了真面目。那大姐有写信来吗？听大侄子说的都挺惨，肯定是不少钱没了的。长这么大，兜里连2块钱都没揣过的，很难想象这是一笔怎样的巨款。估计这回赵大荣还在心里恨你娘呢。有些人失败是从来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的，比如赵大荣这样的，他们会把自己身边的一切都按个罪名，然后在心里统统判死刑。这时候上赶着去关心，大概都会被认为是去看笑话的。如果是大姐的话，说不定还真的会这样。哎，城里人多风光，神仙日子了。可是大姐这样的日子居然也能说没就没。果然投机取巧的钱怎么来的就会怎么消失，看来以后还是要多听娘的话才是。今天上工的时候，你们谁碰到你大姐的闺女，记得叫那孩子来家里吃饭。娘知道了，你放心，我肯定通知到位。小杜鹃中午一准来。看着阳光的样子，已然看不出前一阵子失恋的颓丧。果然年轻就是风一阵雨一阵的。今天老赵家加餐，赵宝家去山上拾柴火的时候抓到了2只兔子，虽然不见得有多肥，但是肉还是有一点的。家里都落败了，再照顾自己应该也没啥好处了，家婆应该会不管自己了吧？小杜鹃，娘叫你来家里吃饭了，今天抓了2只兔子。上门做客的话，自己是不是要带点东西去？要是换做之前听到有人喊吃饭，带张嘴就去了，现在他总不能把自己头上的红头绳给头发都花白的老太太拿去用吧？所以最后杜鹃是空着手去。给吃吧。郭建军这段时间表现很好，把这段时间攒的津贴都寄回来给赵玉菊，钱是要去镇上取的。赵玉菊拿着信件和票据去找齐红豆。哦哟，小伙子出手很大方啊，这么多钱是打算攒劲把我们家养的花莲盆端走吧？绝对是有预谋的。要是建军下次写信让你去随军，你怎么想？奶，你忘了建军现在还不能带家属随军呢，他级别不够。奶没糊涂，是你男人装傻，瞒着咱们呢。大头兵1个月撑死了就几块钱的津贴，你看看这上面的200块，他这趟去部队才不到半年，按大头兵的职位，他哪里能攒这么多津贴啊？傻丫头！赵玉菊现在听齐红豆这么说，也隐约明白了，其实这也是郭建军的另一种变相坦白了。奶，我不放心娘，她现在还不能说话。你娘有你哥哥们，还有你爹，家里人都在，你不要操心这个。赵玉菊如果不想变成下一个王小草，就要有自己的生活重心，找到自己的位置。操心太多，说真的是会折损寿命的。建军会过来这么多钱，还有这老些票，奶就多给你置办一些物件，给建军也准备一点，不用等他下次来信，咱们先寄过去吗？吃的用的穿的都可以准备一点，也是妻子对丈夫的关怀。郭建军要是知道老太太这么给力，估计都觉得自己会回去的钱少了。我看2个老的对白云那个死丫头也太上心了，万一他们打的主意是以后把好东西都留给她怎么办？那不还不如给我们的。她一个小丫头片子，手里能拿得住那么多好东西吗？女儿不是在跟前养大的，被2个老的养的性子又拐，跟咱们夫妻又不亲，对妹妹还处处不顺眼，注定是个反骨不孝顺的。我是怕2个老的搞些小动作，就想要背着我们。远的不说，老张家那个老爷子在家里说1不2东西托给他们，倒不太用担心被昧下来，但也不可能的到他们夫妻手里。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了，2个老的从来没有对咱们透露过自己手里有多少棺材本，这不就是防着我们吗？都是一样的血缘关系，白云和白丽丽有什么不一样？还不就是陪在身边的感情不一样而已。2老能够对
白云掏心掏肺的，为什么不能对白丽丽这样？为什么要我照顾奶奶啊？以前白云都没干过，凭什么让我干？家里什么时候亏待你了？让你做一点事情都不肯。你看看你身上穿的是什么东西，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现在外面环境不好，少穿一些这种衣服，你就是不听。说了让你来照顾奶奶的，你以为你是来度假的，还挑上了。在这个吃不饱饭的60年代，家属能跟去随军，不但拥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还可以让子女受到一定的教育。车票建军托人给你买好了，你到那边，他回去车站接你，就是这火车上，你可得小心一点。听说火车上人多得很，小偷小摸的人也不少，你可要把东西收好了。好，我知道了。不管因为什么，如果过建军犯浑，我肯定跑，给家里发电报，给领导反映。这么个听话又孝顺的姑娘，别说王小草了，就是自己也舍不得啊。知道就好，在外面和人打交道也记着，就算你不想着占别人的便宜，也别让人欺负了你。赵玉菊的性格也是继承了王小草很大一部分的。祁红豆怕她到了部队和家属打交道会吃亏。好，奶，我都听你的。四姐要去四姐夫那里了，去多久啊？啥时候回来？回来了能给我带糖吃吗？你就知道吃。四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吧？我会给家里写信的。本来还想着好吃的赵玉山，在听了赵玉秀和赵玉菊的话之后，忽然意识到赵玉秀说的可能会变成现实。哇，四姐，你能不能不走啊？四姐，谁说我不会回来了？我的家在这里，当然要回来的。以后我还要每月写信回来呢。玉秀，你们可要记得给我回信。好了，别哭了。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虽然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建设，可是身为母亲的王小草还是舍不得。王小草打开自己带来的包裹，她亲手缝制的红色嫁衣。娘，这衣服太好了啦，我也穿不上啊。娘，要不我不去了。小鸟儿也有翅膀了，廊下的小燕子明年再回来，也会重新筑巢，建造一个新的家。怀里的这只小燕子能够飞得更高更远一点。第二天火车站前，赵向东和赵向南一左一右把赵玉菊护在中间，最后成功把赵玉菊和行李都送上火车。这几天是红旗大队交公粮的日子，老赵家的壮劳力赵元武、赵元双、赵向东、赵宝家都去了，赵元文和赵元全都被涮下来。去交公粮是啥好工作吗？没选上还不乐意了？娘，自己毕竟年纪大了，和一群小伙子肯定没得比。元武虽然不年轻，可是他壮，有一把子力气在。至于老七赵元全一直以来身子骨不好，干不了力气活。那老六呢？老六，大队长拿他去凑数，毕竟光膀子的年轻人就几个。不好了，艾明亮，你们家老五把人打得满脸血，自己也伤得不轻。大队长把他送去公司的卫生所了，让我回来告诉你们一声。此事没完。王德胜本质上就是个混混，现在好不容易混成了个人模样，却依旧不愿意干人事。现在一说话嘴巴就漏风，原来是门牙断了2颗，里面的后槽牙也掉了1个。大队长，你说说，今天这事闹的咋办吧？我这脸、舌还有我这牙，可都是你们大队的人动的手。你说这好端端的无缘无故殴打粮站工作人员，我是报公安的还是不报呢？王德胜现在是一肚子火没出发，不给个满意的答复，他就能把红旗大队搅得鸡犬不宁。大队长，你要是不说话，我可要喊公安来了。那你没事吧？还活着，不是都说了吗？你爹的伤势看着吓人，不要命的。赵玉叶听到他爹受伤的时候，小脸瞬间惨白。要不是祁红豆眼疾手快，喊人拉住了他，估计他这小鹿腿还真的已经跑出2里地了。老六呢？去看看老六在哪里，先把他给我找过来。论打架，老六肯定没法和老五比，但是论心眼，老六还是要强一点的。卫生所近在眼前，祁红豆却并没有着急进去。娘，五哥他和侄子他们这会儿都在里面呢，我带你。等等，老六看起来毫发无损，估计是人家打架他偷袭，打不过就躲起来了，很符合老六一贯的行事作风。先不着急进去，你老娘我连究竟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现在进去等着被人敲闷棍，还是送上门被人当猪宰？先把究竟咋回事和我说一说。亲娘果然是亲娘，都这个时候了，还这么稳得住。稍微冷静一下之后，把这次交公粮的事情前后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祁红豆。这个王德胜交公粮的时候不按照排队顺序来，把他们大队的压后就算了，还在到了他们的时候故意挑刺找茬，在粮站里面公然索要其好处不说，更是一再羞辱他们。虽然不清楚王德胜从哪里找的后门弄的这个机会，但是让这种人来粮站，那和往米仓里面放老鼠有什么区别呢？打架最怕什么？当然不是怕输，是怕师出无名。光听事情经过就知道这人不是个玩意儿了。这个王德胜原先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这个还真不清楚，不过我听说他是刘国产奶奶的堂侄，王大妹的娘家亲戚呗，但这信息量也不够啊。还能打听到点别的吗？打听啥？书记，你可得给俺们家老五做主啊！听说我们家老五被打的都就只剩一口气了，我这一路真是吓都要吓死了。我一个寡妇辛苦一辈子，临了，还要白发人送黑发人，我真是活不成了。
哎呦喂，这都是啥跟啥？谁被打的只剩一口气了？怎么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里面的一摊子事儿还没解决呢，怎么这又来了一个？再说了，老太太，你刚才的气势可不是现在这样的，这变得也忒快了，也没个过渡啥的。老太太在这里起了个头，扶着她的孙女，眼泪也哗啦啦的往下淌，一老一小，哭得大队书记头疼。哎，您娘，没事，你们家老五的伤不要命。俺晓得你是糊弄俺的，我们家老五现在人就在里面躺着呢，都满脸血了，怎么可能没事？那个打人的我听说厉害的不得了，是管粮站的，背景厉害着呢。我们家老五这护着大队的粮食挨了打，碰上那什么王主管，打也是白打了，这简直没天理！我要报公安去。